白悠悠躺在地上，已经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了。独自出来旅游散心，竟然会失足掉落悬崖，他觉得自己大概快要死了。就在他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一个机械的女声：检测到契合的灵魂波动，开始尝试绑定。绑定成功，检测到宿主即将死亡，开始尝试灵魂传送。灵魂传送成功，开始为宿主塑造肉身。肉身塑造成功，恭喜宿主成功绑定远古生存指南系统，欢迎宿主来到远古兽世。恭喜宿主成功激活系统礼包，获得兽世初始信息与语言功能，赠送初级空间。系统绑定结束，祝宿主旅途愉快。白悠悠努力的想听清那个女生都在说了些什么，只似乎听到了系统、绑定、兽世等几个字，人便彻底的失去了意识。大哥，这里还有个雌性。这么瘦弱，看起来好像还没成年，这体型也不像个好生养的，只能拿去换些口粮了。可惜了，要不是攻打黑石部落用的时间太长，我们铁狼部落也不至于养不活这些雌性啊。那能有什么办法？这眼看就要入冬了，我们部落的存粮不多，也只能把黑石部落这些瘦弱跟未成年的雌性换出去了。白悠悠意识朦胧间听到了两个男人的谈话声，艰难地睁开沉重的眼皮，就看到两个光着上半身，下身只围着个黑色兽皮裙的大个子男人正盯着他，一时被吓得不敢动弹。这长得倒是挺招人稀罕的，可惜太瘦弱，不然倒是可以留下做个共享伴侣。大哥，不如你我兄弟二人先用用。白悠悠听了这话，惊恐地看着两人。他这会儿已经模模糊糊想起了失去意识前的事儿，大致知道自己应该是遇到了点奇异的事儿，比如绑定系统、穿越时空。可是他现在对自己的境况完全不了解，脑海里有各种信息，也还来不及确理清楚，就遇到了这种棘手的情况。你莫要有这种心思，战符都是部落共享的，要是被玩坏了，是要被驱逐出部落的。我先送他去俘虏集中地方，你再搜索一下有没有漏下的雌性或者是别的东西。不多时，一脸茫然的白悠悠便被放到了一个山洞口。一进山洞就发现里面还有10几个女孩子，不过在这个世界她们都被称为雌性。他收回视线，找了一个角落开始整理自己脑海里的信息。她们都被称为兽人，男人被称为雄性兽人，他们武力值很强，可以在兽形与人形之间转换。女人被称为雌性，她们从出生就是人形，较为娇弱，所以一直是被雄性保护着的。她们不用打猎，也不用过多劳作，一直受部落供养，等到成年后就必须选择一位雄性为伴侣，繁衍后代。如果没有心仪的雄性，就会被长辈或者族长直接指定伴侣。身体越强壮的雌性越受追捧，因为那是好生养的象征。而像他们现在这样因部落被灭而留下来的雌性却没有什么地位，身体强壮的会被留下来作为生养工具。只要是部落里有立功的单身雄性，都能享有交配权，是共妻一样的存在。而生下来的孩子会被部落共同养育，直到成年。从现代穿越而来的白悠悠是无法接受自己去当一个生育工具的，他要想办法逃走。想起自己好像绑定了一个什么系统，他便开始在心里默念系统。下一瞬间，宿主白悠悠，性别雌性兽人，伴侣无，系统空间一立方，可升级哦。升级条件请宿主自行摸索，今日剩余鉴定事务次数3次，不可叠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系统有什么用啊？鉴定是个什么东西啊？唯一看上去有点用的空间，还不知道怎么升级。抬眼再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他抿了抿唇，从手边捡起一块石子，在心里想着把它收进空间。下一刻，手里的石子便不见了。他现在就在一块白色的虚拟空间里，只要他想，就能让它重新回到他的手中。眼里划过一丝欣喜，好歹这个空间还能有点用。白悠悠开始盘算要怎么利用这个空间让自己逃出去。正想着，
洞口就走进了几个强壮的男人，他们手里拿着一些食物，全是一些果子和生菜叶，分给他们后便离开了。白悠悠看着自己手里的青色果子跟几片青菜叶，有些想哭，咬了咬牙，便一口咬在了那个青色的果子上。他味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没怎么敢咀嚼，便几口将果子吃了下去。转眼看了看手里的几片菜叶，便也放入了口中。预想的苦味没有出现，倒是有一点甜丝丝的味道，味道还挺像蓝心上的生菜的。立刻拿着这菜叶端详了起来，暗自想着要把这个菜给记下来，以后可以自己找来吃。可就在这个时候，是否鉴定此物品的属性与功能？宿主今日还有3次鉴定机会，请谨慎考虑。这会儿他才明白系统面板上的那个3次鉴定是什么意思。有了这个，他以后在野外就不怕吃到不该吃的东西了。这个世界的兽人都还是以捕猎为生，能吃的水果蔬菜少得可怜，就连那些能吃的也是在一些人快要饿死的时候随意找来吃才发现的。运气好的便能找到新的吃食，运气不好的直接被毒死。而这么干的人啊，食不存一，所以现在的人几乎没有什么菜可以吃。如今的兽人并不怎么会处理食材，一般都是把肉放到火上烤一烤，放点盐，就算是一道美味了。而那些菜只能当生食吃，口味自然不怎么样。在兽人看来，只有肉才是他们应该食用的食物。白悠悠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手里的菜，直接选择了鉴定。大叶菜，无毒可食用，无副作用。随后，这个菜的所有信息、生长的模样就直接印在了白悠悠的脑海，只要他想，便随时可以回想起来使用。白悠悠惊喜的差点蹦起来，下一刻便想起了自己现在的处境。有了这个功能啊，以后只要他鉴定过的东西，他便能永远记得它的功效与作用。这简直就是野外生存的金手指啊！缓了缓情绪，白悠悠将手里的菜叶全部吃光，靠在石洞壁上开始闭目养神，同时也开始想自己要如何逃走。不多时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起来了，起来了，要出发了。对待你们这些雌性俘虏，我们部落也算是仁至义尽了。等会儿我们会把你们带出去交换物资，只需1日便能到最近的交换地。你们最好都老实点，不要自找苦吃，将来如何就看你们自己的命了。山洞口已经有几个强壮的兽人在那里等着，见他们出来，便分开到了队伍的前面、中间和最后监视着他们。白悠悠看到这个情况，眉头皱了皱，却不动声色地跟着队伍一起往前走。他在等待机会。雌性的身体素质本就不如雄性，更何况这群瘦弱的雌性，没过多久便开始有3、3两两的雌性走不动了。商量了一下，便允许他们在原地休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走到一个稍微瘦弱一点的雄性兽人面前，一双眼睛泪汪汪地看着那个兽人。这位大哥，我有些内急，你能不能带我去方便一下？你跟我来。说完便直接朝着一个小树林走去。没走多久，那个兽人见外面的人应该听不到里面的动静了，才停下脚步，把视线放到了白悠悠的身上。你能不能先转过身去？你这样看着我怎么方便得出来？嘿嘿嘿，小雌性，现在就你我2人，你还装什么？难不成不是你故意勾引我过来的吗？是我勾引你来的又怎样？我是看上了哥哥的英武不凡，可是我都快要被换掉了，以后就再也见不着哥哥了。大部分兽人的头脑都不算特别聪明，做事一般都是靠武力解决，而这个兽人因着比别的兽人要矮小一些，从来没有被雌性这样夸过，一时便高兴的有些找不到北了。你这是想跟着我做我的伴侣？我吃的不多，你这么厉害，一定能养活我的，能不能不要把我换掉啊？在雄性的眼中，雌性都是娇弱没有战斗力的，更何况是个2手空空的小雌性。这个兽人对白悠悠根本就没有一点防备，见白悠悠靠近他，只以为白悠悠是想勾引他，让他同意留下他当伴侣，便大咧咧地站在那里，等着小雌性的讨好，并且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你好高啊，能不能蹲下来点儿？兽人被白悠悠完全挑起了欲望，
闻言没有多想，坐到了地上。白悠悠忍着恶心，小手有些微微颤抖，咬了咬牙，让自己别慌。就在兽人眯着眼想享受白悠悠接下来的服务时，白悠悠突然从空间里取出那块石头拿到手里，只听砰的一声，那个兽人猛地瞪大双眼，下一刻便直直倒了下去。白悠悠不敢多停留，他拔腿便快速往树林里跑去。他不敢回头，就怕一回头就看见那个兽人正追在他身后。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要跑得远远的，永远都不要再被这些兽人逮到，哪怕一辈子都一个人过，变成一个野人也无所谓。就这样边走边跑了一路，直到两腿发软，再也无法继续的时候，发现自己现在正停在一处小溪边，捧起溪水便喝了起来。白悠悠从水里的倒影里看到了一点自己如今的模样，他现在的长相跟以前相差不大，这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他不敢再多停留，选了一个方向便继续走了下去。他又累又饿，可是他不敢就这样倒下。他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他不甘心就这样认命。不知又走了多久，眼前出现了几棵果树，看上去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当把果子送到嘴边的时候，才想起野外的东西是不能乱吃的，在心里默念鉴定。黄金果有毒不可食用，果汁可驱虫，可掩盖气味。白悠悠瞬间萎靡了下去，但还是摘了很多放到了自己的空间里，毕竟可以驱虫，可以掩盖气味，他晚上可能用得上。忍着脚上的疼痛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突然有什么东西砸了一下他的脑袋，就看到一只松鼠一样的东西正在树枝上啃着什么东西，想要继续走。下一刻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似的，动物能吃，那人应该也能吃才对，直接便从地上找了一根断裂的树枝，开始用力地打树上的果子。不一会儿，地上就掉落了不少，捡起一颗果子，黑栗子无毒可食用，无副作用。立马就把果子放到嘴里咬开，果肉香甜，跟他以前吃过的板栗很像，如果煮熟了一定会更好吃。等他吃饱的时候，继续拍打树上的黑栗子，等将自己能打下来的黑栗子全都打下来后，他才停了下来，将所有黑栗子全收到了空间里面。预估了一下，应该没有2斤重，毕竟手里有了一点存粮，不用再担心下一顿吃什么了。白悠悠才继续往前走，他需要尽快找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天色越来越暗，丛林里也开始传出各种野兽的叫声。就在白悠悠有些绝望了的时候，他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棵特别大的树，那棵树下好像有一个黑黝黝的洞口。走近了才发现，洞口旁边还堵着一块大石头，好在那块石头并没有把洞口完全遮挡起来。这个树洞明显是有主的，只见地上堆着一些干草，桌上还放着一个竹筒，像是装水用的。当发现石桌上的灰尘已经很厚，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打量完树洞的情况后，便走到了树洞口，依旧不是很放心。这石头虽然能挡住大型野兽，可万一来个蟒蛇之类的东西，依旧可以从旁边的缝隙跑进树洞里。想了想，便把目光放到了那些树枝跟藤条上，分几次全部搬进了树洞里面。坐在地上，快速用小时候看爷爷编织围栏的手法，将那些树枝用藤条绑成了围栏的模样。虽然看上去有些丑，但勉强可以用一用。等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白悠悠拿出放进空间里的黑栗子，开始剥壳食用。黑栗子不多，他没敢吃饱，稍微垫了垫肚子便停了下来。坐到干草堆上，抬起脚看了看，就发现脚下有很多个大大小小的水泡，怪不得会这么疼。可他现在没有任何药物，白悠悠便忍着脚下的刺痛，拿着石桌上的竹筒走到了洞口。就算再痛，也只能出去找能支撑他活下去的食物、水以及草药。他很想回到昨天那个溪边去，那里有食物有水，可是有些太远，他现在的身体怕无法赶在天黑之前回来。他想了想，便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过去。这里原来有人小住，那就一定是有水源的，否则像那种能搬动那么大石头的人，又为什么要选择住在这里？果然没走多久他就看到了一条小河，河水很清澈。白悠悠眼睛亮了亮，先将竹筒放到水里洗了洗，然后才灌满了一竹筒清水，拿起来开始喝。等喝够了，便想着再取些水带回去。刚把竹筒放到水里，
白悠悠就发现水里有2条银线快速朝着自己的手冲来。白悠悠一惊，连忙将手收回。只见这鱼啊，足有2斤重的样子，头很大，牙齿看上去也很锋利，一看就是吃肉的。再想起这2条鱼刚刚是冲着自己来的，要是自己反应慢上一点，就算不被咬下一块肉，那皮啊是绝对要脱了一层的。白悠悠不由打了一个寒颤，对这个世界也更多了一分警惕之心。皱了皱眉，看着这鱼的丑样子，他真的没什么胃口，再加上他现在还没有火，没有刀，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可这毕竟是肉啊，长时间不吃肉，身体是一定支撑不住的。而他现在还没有想到捕猎的办法，咬了咬牙，白悠悠伸手摸着鱼尾，在心里默念鉴定：食人鱼，可食用，胆汁可入药，外敷有消炎止痛的功能，无副作用。白悠悠一看这个鉴定结果，眼睛立马就亮了，脸上全是欣喜的笑容。他正愁没有药，现在药就送上门了，活着果然就会看到希望。白悠悠没有再犹豫，拿起一块石头便朝着2只食人鱼的脑袋砸去。将2只鱼砸死之后，他便找了一块稍微锋利点的石头，用作石刀开始处理食人鱼。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食人鱼的肚子破开。等将2只食人鱼的苦胆都给取出后，直接将鱼的头剁掉扔进河里，剩下的鱼肉也就不多了。刮掉鱼鳞后，便想放到河里洗一洗，可一想到刚刚的凶险，他还是有些怂的。虽然结果是好的，但他不敢肯定自己每次都能有这样的运气。回到树洞后，白悠悠才拿过食人鱼的苦胆，开始往自己的脚上涂抹。胆汁一碰到伤口，一股清凉感便把脚上伤口包围，将那种刺痛感完全覆盖。白悠悠惊喜地眨了眨眼，便继续快速地给自己上药。等所有的伤口都上完药后，白悠悠将另一个食人鱼苦胆收好，视线便转向了石桌上的鱼肉。他现在没有火，也不方便去研究怎么生火，只能咬牙先生吃了。味道比想象中好点，白悠悠只吃了半饱就停了下来。他毕竟不习惯吃生食，吃了个半饱就吃不下去了。将剩下的鱼收好，又喝了一口水，便再次回到干草堆上休息。浑身疲惫的他不多时便再次睡了过去。可还没睡过多久，他就被树洞口的动静给吵醒了。听清楚外面的动静后，白悠悠打了一个寒颤，立刻清醒了过来。他慢慢走到洞口，从围栏的小缝隙往外看，便看到一条比水桶还粗的巨蛇正在跟一只与它体型差不多的母雕打斗。按照常理来说，蛇应该是打不过雕的，可这只蛇却压着那只雕打。那只雕好几次想飞走都没有成功。白悠悠一见到那条巨蛇，头皮都炸了。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蛇这种冷血动物。他一个没站稳，差点摔倒在地上，在心里给自己打气，那条蛇应该没有发现我又在洞口弄了黄金果的果汁隐藏气味，应该不会被发现的。这么安慰着自己，白悠悠鼓足勇气再向外看去，便发现外面的打斗已经结束了，而他也刚好对上了那条巨蛇的视线。这时候他发现那条蛇的2只眼睛竟然不是一个颜色，看上去显得有些妖异。但此时的白悠悠已经被吓傻了，甚至忘记了呼吸。就在他以为那只巨蛇可能会冲过来吃了他的时候，那只蛇却移开了视线，用尾巴缠着地上已经死去的大雕，快速的离开了这里。只是在离开之前，还回头看了白悠悠的方向一眼，吓得原本松了一口气的白悠悠差点没晕过去。等巨蛇走后，白悠悠便开始快速的收拾自己的东西，将鱼肉鱼苦胆收好，又把剩下的黑栗子也给收了起来。他要离开这里，虽然很舍不得，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他现在已经被一只大蛇盯上了，之所以现在不吃它，大概是因为有那只大雕已经够了。可等到那只大蛇再饿的时候，指不定就会找上他。他可不想给那只蛇当储备粮，便快速的打开围栏，出了树洞，朝着那只蛇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却没有发现，明明已经离开的巨蛇，此时却正趴在离他不远的地方，2只异色的眼睛正一瞬不瞬地看着他，几乎没有眨眼。白悠悠走了没多久，就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应该明日再走。那只巨蛇已经有了那么大的猎物，一时半会儿应该也不会再饿。而他的脚还没有好，回是不可能再回去了。他便咬着牙继续往前走。
想着能尽快再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不知是老天听到了他的祈求，他竟然真的看到了一个山洞。只是这个山洞很奇怪，洞口非常的光滑。白悠悠探头向里面张望了一下，仔细听了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他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刚走到最里面，他的瞳孔就是一缩，只见山洞的地面上正躺着一具大雕的尸体，正是当时跟巨蛇打斗的那只大雕。白悠悠只觉得后背冷汗都出来了，他本来是想逃跑躲开巨蛇，没想到却跑进了巨蛇的老窝。此时他也终于明白洞口为什么那么光滑了，有那么大一条蛇来回爬动，能不光滑吗？他觉得有些腿软，却不敢停留，转身就想跑，却撞入了一个坚硬的怀抱，想要退后，却被一双粗壮有力的胳膊搂进了怀抱。怕什么？知道撞到的是个人后，他稍微好受了点，抬头看向这个比自己高出很多的人，比白悠悠见过的所有兽人都要强壮，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薄唇轻抿，显得有些性感。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着2只不同颜色的瞳孔，目光里带着一些野性。白悠悠想到这个世界的设定，再看了看这个雄性兽人的瞳孔，嘴唇颤了颤。你是刚才那条大蛇？没错，我叫鲁修，你以后可以叫我阿修。眯了眯眼，眼里闪过一丝疯狂之色，却很快掩饰了下去。无主的小雌性，以后你便是我的了。你可不可以放了我？我是不小心走进来的。鲁修闻言眉头皱了皱，他没有要放人的意思，反而将人搂得更紧了些。一次是不小心，2次也是不小心吗？先是入了我的树洞，现在又进入我的山洞，说明你本该就是我的小雌性。又哄道：以后我会养你的，你放心啊！我虽然是个流浪兽人，但是我很强壮，我会让你吃饱，并保护你的安全。等把白悠悠上下看仔细了后，而你只需要跟着我，做我的小雌性。白悠悠听了鲁修的话，没有丝毫欣喜，反而怕得往后缩了缩，却无法撼动圈着自己的胳膊分毫。他没想到自己刚出狼窝就落入了蛇口，他最怕蛇了。小雌性很漂亮，虽然瘦弱了些，但多养养也就是了。虽然不知道这么珍贵的雌性怎么会一人流落在此，还这么狼狈，只当是兽神送给他的惊喜。在这个世界，像他这种有着跟别的兽人不同特征的兽人，被称作不祥兽人，会被部落驱逐出去，变成流浪兽人。他们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雌性，就算去交换都不行，因为在兽人眼中，他们是不祥的，生出的后代也有可能会不祥。看了看怀里小雌性的反应，鲁修觉得小雌性之所以会这么怕他，一定是因为他是个流浪兽人的原因。流浪兽人因没有自己的雌性，每年的发情期都会很难熬，所以就会出现流浪兽人强抢部落雌性的情况。虽然部落里的雌性都被保护得很好，流浪兽人一般情况下都是有去无回，但总会有例外发生。而大部分流浪兽人抢到雌性之后，发情期到了巅峰，便很难控制自己，而雌性是娇弱的，被抢回来的小雌性都已经被折腾的只剩下半条命，甚至是直接死亡。鲁修想到这里皱了皱眉。小雌性，你不用那么怕我，我跟别的流浪兽人不一样，我会把你养到成年，等你到了发情期，我再跟你交配生子，你不用担心我会伤害你。白悠悠听了这话，连恐惧都忘了，脸唰一下就红了。他哪里有听过这么露骨的话呀？白悠悠知道自己现在反抗估计没用，说不定还会激怒对方，就想着反正这人现在不会伤害自己，不如先假意答应，等找到机会再逃跑。白悠悠就对着鲁修轻轻点了点头。鲁修见白悠悠同意了，眼里全是惊喜之意，直接将人抱着往山洞最里面走。第一次被异性这样亲热的抱着，白悠悠浑身有些僵硬，等被放到石床上的时候，都还有些没有回过神。鲁修并没有注意白悠悠的情绪，在他看来，白悠悠已经同意当他的小雌性了，那便是他的伴侣了。鲁修蹲下身，将白悠悠的草鞋给脱了下来。从白悠悠走路的样子，他大概能猜到白悠悠脚上有伤，
却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抬眼看了白悠悠一眼，我去给你找点药。这个可以用，是我以前部落的人发现的。兽人都是不吃鱼的，因为以前有人饿极了，有尝试着吃过，只觉得又苦又腥，不小心还会被卡到，便没有再打过鱼的主意，自然也就认不得鱼的苦胆。真的能用吗？鲁修看着手里这黑乎乎的东西，闻了闻，还有一股怪味。白悠悠见他不信，便将食人鱼苦胆拿了回来，戳破一个小洞，自己开始小心的上药。鲁修见他这样，便想帮忙，却被白悠悠拒绝了。还是我自己来吧，你不用管我。药就这么点了，要是被这5大3粗的糙汉子给弄没了，他可没处哭去。看白悠悠用这药并没有什么不对。我去洞口处理一下食物，你有事叫我。就扭头向地上的那只大雕走去。小雌性不怎么能吃生食，并且每日要吃2、3顿饭，否则就会虚弱，甚至是饿死。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养好脚伤。鲁修现在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他也不着急立刻逃跑。来到洞口，鲁修便开始拔大雕的羽毛。以前他都是连皮一起撕掉的，但是现在不行，他得给自己的小雌性做一个可以过冬的床铺。他必须抓紧时间，在入冬前给自己的小雌性准备足够过冬的食物、皮毛还有柴火之类。白悠悠擦好药之后，见鲁修一直没有回来，想了想，便往石床里面靠了靠。不多时，便靠着石壁睡着了。等鲁修收拾好大雕肉，回到洞里的时候，就发现白悠悠早已经睡着了。他看向白悠悠的眼神逐渐变得柔和。他出生时因双瞳颜色不一，便被认定是不祥兽人，还年幼的他直接被扔出了部落。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全是因为作为蛇类兽人，吃饱一顿可以管很久，而他的母亲一有机会就会偷偷给他送食物。后来他渐渐长大，也能自己抓一点小动物吃了。原本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可是就在他1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兽潮。从那以后，他的母亲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能是死了，也可能是跟着部落一起搬走了。当时还年幼的他无法寻找，他很孤独，也很难过，可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母亲的话，好好活下去。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一个人，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却依然会觉得寂寞。如今看着睡着的白悠悠，他才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抓更多的猎物给自己的小雌性。别的雌性有的东西，他的小雌性一样也不能少。他没有去吵醒白悠悠，而是从一个简易的木箱里拿出了一块兽皮，给白悠悠盖上，然后转身出了山洞。睡着的白悠悠是被烤肉的香气唤醒的。不是让你有事叫我吗？你这脚最近可不能下地了啊！乐呵呵地把人放到一块石头上坐好。哎，你等一下，肉马上就烤好了。你先垫一垫肚子，这个很甜的。鲁修要是对他凶一点，他可能还会安心一些，可鲁修对他过于好了一些，让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哎，小雌性，你吃呀，这个果子我尝过了，没毒。白悠悠对上鲁修期待的眼神，抿了抿唇，最终还是拿起来咬了一口。果肉一入口，一股浓郁的香甜味道便冲刺了口腔。白悠悠幸福地眯了眯眼，看上去就像是只偷了美味的小猫，可爱的紧。小口小口地吃完2个鸡蛋大小的果子后，便把视线放到了鲁修正在烤的肉上。好几天没有吃过熟食了，他自然馋得厉害。余光看到不远处的地上铺着很多的羽毛。这些都是刚刚那只雕的毛，这些东西晒干了会变得又软又暖。等我多弄些装进兽皮里，等到入冬的时候你就不会冷了。白悠悠没想到这个兽人竟然开始为他考虑过冬的事情了，心里有种酸胀感，还没来得及多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哎，还有些烫嘴，你皮肤娇嫩，小心这些。接过鲁修递过来的，就咬了一口。虽然只放了一点盐，但对现在的白悠悠来说，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了。没几口就把那块肉给吃没了，然后就眼巴巴地看着鲁修，明显是还想吃。鲁修见白悠悠这副小模样，被萌的心都化了，低笑一声，便又撕了一块最嫩的肉给白悠悠。被投喂的白悠悠为了一口吃的，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这么没有出息。
陆修非常喜欢这种投喂自己小雌性的感觉，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没几下，白悠悠就吃饱了，自己便把剩下的烤肉全给吃了下去。几口吃完手里剩下的烤肉后，便将放在一边的装满水的竹筒递给了白悠悠，然后又给了白悠悠一根带着一点清香的树枝。白悠悠在系统给他的信息中知道，这树枝是这些兽人用来清理口腔跟牙齿的。虽然没有牙膏牙刷方便，但也有剩于无了。小雌性，我得把剩下的肉挂在火边烤干，一会儿还要趁着天没黑出去抓一些猎物，做成肉干让你过冬吃。你现在要回山洞吗？我想在这里坐会儿。好，那行，这里有我的器械，附近的野兽都不敢过来，你不用害怕。哦，你的脚没好，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不要乱动，知道了吗？啊！摸了摸白悠悠柔软的头发，飞快地消失在了白悠悠的眼前。而这体贴入微的照顾让白悠悠有些心慌意乱，抬起自己的脚看了看，食人鱼的苦胆效果很好，伤口现在已经结痂了，看来用不了几天应该就能好了。想到鲁修对自己的好，白悠悠在心里警告自己，不要被糖衣炮弹给迷惑了。这个兽人只是想要跟自己交配，想让自己给他生孩子，所以才会对他好的。可跟着这个兽人生出来的到底是个孩子还是颗蛋，还说不清楚呢。雄性兽人在3岁前可都是兽形啊！一想到自己身边围着一堆小蛇的那个画面，白悠悠就吓得打了一个寒颤，逃跑的信念也更加重了。鲁修可不知道自己的小雌性正一心想跑，打死一只黑熊后就往回走。快到山洞的时候，便发现前面有一只白色的小兽，看上去只有他巴掌那么大。快速地冲了过去，将已经吓傻了的小东西抓了起来，扛着比自己人形大1倍的黑熊，便快速往回赶。老远就看到了自己的小雌性还坐在自己离开时的地方，看上去很乖，就像是在等他回家。哎，小雌性，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这小东西看起来跟你还挺像的，软绵绵的，我抓过来给你解闷。眼睛就是一亮，这小东西跟他认识的兔子长得很像，却比兔子漂亮很多，眼里全是喜爱之色。怎么样，你喜欢吗？2只异色的瞳孔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白悠悠，像是在等待他的夸赞。哎，这个小兽叫什么名字？这个呀，它就叫小兽啊，肉不多不都这样称呼的吗？鲁修有些疑惑地看着白悠悠，为什么连这么基础的问题都不知道？白悠悠闻言嘴角抽了抽，他虽然知道这个世界的大概信息，却一点也不全，像这种信息系统给的资料里面都不会有，他只能用鉴定次数一个个去认识。总不能一直叫他小兽吧？我们要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你怎么想都行，给你了就是你的。白悠悠想了一下，还是用了1次鉴定机会。过了今天，要是还不用，那3次机会也会消失。鉴定：长毛鼠，可食用，以斗食为生，性情温和，可饲养。这是白悠悠第1次鉴定陆地上的动物，觉得它比起原来那个世界的长毛鼠来说，其实更加像兔子。这个小兽吃什么你知道吗？要是留下来养不活可怎么办？我知道啊，这小兽是一种黑色的小豆子，那边的山坡上每年都会长很多。那个豆子我们能吃吗？我幼年的时候饿极了吃过1次，那东西又硬又涩，还不管饱，不好吃。你不用担心食物问题，你是我的小雌性，我当然不会饿着你的。你以后不要叫我小雌性，我有名字的，我叫白悠悠。悠悠啊，悠悠，语气里带着一丝暧昧，就让他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我想弄些那个豆子回来，可不可以？行，明天我出去打猎的时候给你带回来一些。白悠悠其实是想自己去的，但是看了看自己的脚，还是放弃了那个念头，对着鲁修感激地笑了笑。鲁修被白悠悠这一个笑容弄得晃了一下神，只觉得自己的小雌性怎么看怎么好看，笑起来更好看，便开始收拾自己带回来的黑熊。鲁修剥完皮后，悠悠，这块皮子可以给你冬天做皮裙，保证暖和。喏，你摸摸看，看舒服不舒服？要是不喜欢，我明天再给你找别的。心里有一丝悸动，却很快被自己压了下去。他是要离开的，并且想快点离开，不然根本没有时间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和寻找能够躲避野兽过冬的地方。
入手光滑柔软，白悠悠有些爱不释手。现在还不能用，等我给你处理好了，就可以给你做皮裙了。抱着那只长毛鼠，轻轻点了点头。鲁修得到了白悠悠肯定的回答后，便去处理黑熊的肉了。他得把这些肉都给处理了，然后烤干。这个世界的冬日有3个月的样子，他虽然吃得多，但是他不动弹的情况下，一个冬日只吃6、7餐就行了。所以他以前过冬从来没有准备过太多的食物，而现在他得给白悠悠准备3个月的口粮。白悠悠还不能吃太多的生食，他还得去准备柴火，还得在山洞旁边开个烤肉的洞，要不然等到冬日的时候，山洞口一堵，就不能在里面烤肉了，否则能把白悠悠呛死。所以呀，鲁修虽然很想对自己的小雌性轻轻抱抱举高高，却没有时间。白悠悠看着忙碌的鲁修，被人在乎被人关心的感觉太久违了。可是一想到鲁修之所以对他这么好的原因，他又难以接受。他不想生蛇崽子，一点都不想。鲁修一来就对他这么好，让他没有办法不多想。他必须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已经对鲁修有了一些依赖，甚至都在开始想着跟鲁修的可行性。他开始害怕，他自己慢慢的就接受了自己雌性这样的身份，只会依附雄性的生育工具。他是想活着，却不想靠出卖身体、出卖灵魂活着。天慢慢黑了，白悠悠就见鲁修先把所有烤得半干的肉和皮毛之类的先弄回了山洞，然后就把烤肉时滴落在大树叶上的油脂全给收集了起来，装进了一个石头做的大罐子里面。这个能做什么啊？炒菜吗？炒菜是什么？这个是晚上给你们照明用的，你们雄性晚上看不见，不都是用这个吗？也有些好奇白悠悠说的炒菜又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生活的部落离这里特别远，所以生活的方式跟你们这里的兽人有些不一样。悠悠，我一直没问你，像你这样珍贵的小雌性，为什么会独自出现在这里？白悠悠这边还在想要怎么自圆其说时，就见鲁修看他的眼神越来越亮。悠悠，你是兽神带来的，对不对啊？应该是兽神送我来的，没错。他确实是醒来后就出现在了这个世界。虽然送他来的是系统，不是兽神，但就系统那神鬼莫测的能力，说是神也不为过。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收起来过。然后鲁修就一手抱着白悠悠，一手提着装油脂的石罐子，朝着山洞里走去。走进山洞后，鲁修先把白悠悠放到了石床上，手里的石碗已经点起了一个小火苗，照亮了漆黑的山洞。白悠悠以后毕竟还是要在这个世界生活，便想着能多学一些就多学一些。这里面烧着的是个什么东西啊？鲁修现在已经认定了白悠悠是兽神给他送来的小雌性，所以现在白悠悠问任何问题，他都不会再觉得奇怪了。这个呀，这个是活仙草，它可以吸油，还久烧不断，所以我们兽人世世代代都用这个给雌性照明。这个火仙草多吗？你能拿给我看看吗？这东西最长的有1米多长，软绵绵的，还很有韧劲。白悠悠用力拉了好几下都没有拉断，用手搓一搓，它便变成了很细的丝线状。他想试着用这个火线草，用织毛衣的方式给自己织一件内衣裤。虽然有皮裙遮挡，每次鲁修抱他的时候，他都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走光。而且这个火线草还可以揉搓得很细，以后夏天他大概也能有清凉的衣服穿了。白悠悠越想心里越美，对火线草爱不释手。这么开心啊？你很喜欢这个草？这个火线草长在什么地方啊？我想要很多。心脏忍不住一阵乱跳，只觉得这会儿的白悠悠特别美，比她母亲还美。没有也没关系，你不用为难。有很多，这个东西生命力非常旺盛，每年都会有很多。我明天再给你弄点来，要多少有多少。白悠悠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些过分，这才多久啊？他又是要豆子，又是要火线草的。鲁修白天还要因为他做很多事情，可他却没有办法给鲁修想要的。伸手把白悠悠往自己怀里一带。悠悠，你好软啊，又软又香的，我一天都在想抱你。狩猎的时候都不怎么专心了，差点就让那只黑熊给跑了。白悠悠羞得小脸通红。鲁修的视力即便是在晚上也是很好的，更何况现在还点了油灯，而鲁修的眼神已经下移到了白悠悠白嫩的脖颈处，喉结滚了滚，一个没忍住轻咬上了白悠悠白嫩的脖颈。
陆修，你做什么？你别！白悠悠此时小脸煞白，就怕激怒他似的。鲁修其实并没有打算现在就对白悠悠做什么，说不会在小雌性成年前跟他结合，那就绝对不会，想要与白悠悠亲近一点而已。如今的兽人几乎没有多少隐私的概念，好多部落如今都还是由族长给分配山洞，一个山洞甚至会住上几对伴侣，而山洞里最多就会弄一点草编织的围栏作为遮挡，完全不隔音。到了晚上，这个没有什么夜晚娱乐节目的兽人都会拉着自己的雌性做爱做的事，甚至会比时间长短来助兴，完全没有避讳。只是少数比较繁荣的部落会稍微好些，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鲁修根本不能理解白悠悠此时的反应，不明白白悠悠明明已经答应了当他的雌性，为什么还会怕他这种只是稍微亲昵了点的触碰。悠悠你别怕，我不碰你就是了。在他看来，小雌性都是娇贵的，会这么怕他跟他亲近，一定是跟他还不够熟悉。只要他对白悠悠足够好，白悠悠一定会越来越喜欢他的。他不能急，他刚刚是真的被吓坏了，以为鲁修想不管不顾地欺负他，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很想跟鲁修说实话，说自己不想做他的伴侣，不想给他生蛋，可又不敢。他怕自己说出口后，鲁修会没了耐心，直接不管不顾地欺负他。如果那样，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无法面对自己。即便如今这样，他也不想，不敢说实话。如果鲁修只跟他当个普通的邻居，他也不愿意这样欺骗他呀。他可以把自己在原来世界学会的所有知识与他共享，也可以跟他分享自己鉴定出的食物药材。可是鲁修却一心想要跟他生崽，他又能怎么办？那可是蛇崽子啊！白悠悠越想越委屈，也越来越心酸，暗暗决定等脚一好就尽快离开。而这段时间尽力不吃白食，把自己会的鉴定出来的食物都与鲁修共享，眼神闪了闪，想起了这人好像一直挂着大家伙到处乱跑。他脸红了红，犹豫了一下，决定给鲁修织几条短裤好了，就当是报答鲁修对他的照顾了。两人各怀心事，不多时白悠悠就睡着了。如今天气渐渐转凉，出于本能的便往热源处靠，浑身暖乎乎的。鲁修察觉到有东西在往自己身上靠，低头看了看自己怀里的人，嘴角翘起，偷摸摸的在白悠悠的头顶上蹭了蹭，然后便满足的闭上了眼。第二日，白悠悠迷迷糊糊一睁眼，而自己的胳膊正搂在人家腰上。最可耻的是，他竟然还把腿搭在人家的大腿上，整个人跟个八爪鱼似的趴着人家。想想自己昨天晚上推拒人家亲近的举动，再看看自己现在这又当又立的样子，白悠悠只想去死一死，脸色爆红。鲁修一定还没醒，只要自己闪得够快，就没人会知道他真丢脸的事儿。可当他小心翼翼抬头往上看的时候，便直接对上了鲁修似笑非笑的目光。鲁修，你别误会啊，我只是睡相不好，我没想占你便宜。鲁修早就醒了，在察觉到白悠悠快醒的时候，便立马收回了自己搂着人的手，做出一副是白悠悠先动手的模样。悠悠，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怎么就是占便宜了？我是你的雄将，我全身上下哪里都能碰得呀。白悠悠真的服了，这远古兽人说话的方式真的是句句都是骚话。问题是人家说的还那么理直气壮，还搞得他好像多矫情似的。扭头看着鲁修，刚想说点什么，余光无意中瞟到了一处，等反应过来自己看到的是个啥后，他惊愕的抬头看着一脸无辜的鲁修，下意识的往后缩了缩，脸上的表情很是难言。还有些在状况外的鲁修疑惑的低头看了看自己，便知道白悠悠为什么是这副表情了。这能怪他吗？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这些情况本就正常。搂了白悠悠半宿，他要是没点表示，还算是个正常的雄性兽人吗？心虚的摸了摸鼻子，这都是雄性兽人的正常反应啊。悠悠，你别害怕。哎呀，我是上过生理课的好吗？需要你来解释吗？讲道理啊，这是人类该有的身体结构吗？好吧，就算你是兽人，你好歹也带了个人字吧。你整这样科学吗？有想过你未来伴侣的感受吗？忍不住又瞟了一眼，抿了抿唇，他怕自己说多错多，还是少说些话的好。反正自己是要离开的，与其担心鲁修未来的伴侣呀，还不如多担心一下自己以后要怎么在这个远古兽世生存下去。等把白悠悠安置好了，
他才开始点火烤肉。白悠悠以为鲁修会用最原始的钻木取火法，却发现鲁修竟直接拿出2块黑色的石头，火苗就烧了起来。火石？他还一直在为生火烦恼呢，以为要钻木取火，已经做好了双手起泡的准备，却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有火石，那他以后生活可就简单的多了。没用多久，鲁修便把肉给烤好了，依旧跟昨天一样，先投喂了白悠悠，在确定他吃饱后，自己才将剩下的肉给吃了下去。做好一切后，就把长毛兽放到白悠悠的怀里，让他解闷。悠悠，我去打猎了，回来就给你带火仙草跟黑豆。你的脚还没有好，尽量不要下地走啊！有事儿等我回来再说，明白吗？等鲁修离开后，白悠悠从空间里把那日剩下的鱼肉拿了出来，想着应该不能吃了，得处理掉。结果鱼拿出来后，他就发现他把鱼放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拿出来还是什么样，根本就没有坏。他没想到这个空间竟然还能保鲜，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以后就不用担心食物会变质了。唯一遗憾的是，这个空间只有1立方，如果用来储存过冬的食物，根本就不够用。虽然系统面板上显示了可以升级，但是却没有告知他升级的条件，这就让人很恼火了。犹豫了一下，白悠悠最终还是把鱼又放回了系统空间，想看看再放个几日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做完这些，白悠悠就把目光放到了打火石上，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鲁修放打火石的地方，拿起打火石并开始尝试自己生火，最终成功地将干草给点燃了。白悠悠以前很喜欢看一些野外生存节目，有火就能取暖，能做熟食，甚至可以预防一些野兽。从鲁修带回来的一些野兽，白悠悠差不多已经知道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了，他甚至有了一些胆怯。一想到跟着鲁修就要生一窝蛇，他就觉得那下场应该不会比直接死亡好多少。时间过得很快，白悠悠可不知道，他就研究了一下空间，研究了一下起火，小半天就已经过去了。而鲁修也回来了，他一手扛着猎物，一手提着一大捆火线草，脖子上挂着个不知道用什么动物的皮做的袋子，一看就装了不少东西。鲁修，那里面是黑豆吗？鲁修闻言没有答话，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好后，才来到白悠悠身边。他蹲下身，拿起白悠悠的脚，解开脚上的小兽皮毛，仔细看了看，发现并没有变严重后，脸色才稍微好了一些。不是不让你下地吗？万一又弄伤了怎么办呀？白悠悠闻言一时有些语塞，鲁修对他太好了些，不管鲁修对他好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不能否认鲁修算是这个世界上至今为止对他最好的人，面面俱到，呵护备至。悠悠，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脚伤。那悠悠，你看，我已经把你要的东西都拿回来了，火仙草需要先晒一晒才能用，这黑豆直接喂给小兽。白悠悠听了这话，立马打开兽皮袋，想看看这黑豆长什么样，到底能不能吃。可最先入眼的却是几块像木板一样的东西，他有些疑惑地拿了出来。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做鞋底的树芯。你看，这个有一点点弹性，但却很结实。有这个以后，你就不怕磨脚了。自己也捏了捏，果然就跟鲁修说的一样，非常适合做鞋垫。直接在心里默念鉴定。青椒树树心，树心不可食用，树果果汁有去油去污的功效。青椒树的样子与用处便出现在了白悠悠的脑海。去油去污，那不就可以当洗衣液和洗洁精了吗？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误打误撞解决了以后的清洗问题。这个世界的兽人主食都是肉，肉的油污很难清洗，大部分兽人和雌性都是先用泥土搓一搓，然后直接用水清洗，而那些用兽皮做的衣物、被子之类的东西更是洗不干净，常年都有一股怪味。这些日子白悠悠对自己身上的味道嫌弃的不行，现在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了，他怎么可能不高兴？鲁修当然也感觉到了白悠悠情绪的变化，母亲当年跟他说的果然没错，雌性都是喜爱这些的，以后一定要给自己的小雌性做很多好看好用的东西才行。鲁修的母亲在鲁修年幼的时候可是教过很多鲁修这个世界的常识，但是一个雌性能教的毕竟有限，眼界也很有限，像雄性兽人捕猎方面的能力，鲁修的母亲是没法教的，全都靠鲁修自己琢磨尝试，好几次都差点殒灭。好在如今的鲁修已经长成了。悠悠，你先拿着黑豆喂小兽玩，我去把鞋给你做好，很快的。
抓起那个所谓的黑豆一看，才发现这跟自己想的很不一样。他本以为这黑豆应该是原来世界黄豆一样的东西，却没想到这黑豆竟然有大拇指那么大，也不是纯黑色，而是黑褐色，硬得跟石头似的，便想着先喂给长毛鼠吃点，看看里面是啥样。结果一扭头才发现长毛鼠已经不见了。鲁修见白悠悠的反应，笑了笑哄道：哈，跑了就跑了呗，你要是喜欢，我晚点出去再给你抓一只，可以吗？哦，不用了，他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哪有那个精力去养宠物啊？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就说想看看这个黑豆长什么模样，你不用管我，只在心里暗暗想着，在离开之前一定要做点什么，报答鲁修这几日的细心照顾。鲁修闻言点了点头，便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将视线放回到黑豆上，便直接在心里默念：坚定。黑豆无毒可食用，无副作用。跟青椒树一样，黑豆的藤条的样子也印在了白悠悠的脑海。系统的这个功能大大方便了白悠悠，只要有新的事物出现在他的手里，他不用去看它的全貌，就能对它的样子清清楚楚，以后在外面遇到了就能一眼给认出来。啊，这咬都咬不动，又怎么吃啊？这么大一个，也不能直接生吞下去啊！哎，悠悠，你这是想做什么呀？怎么不叫我过来？啊，我随便玩玩，鲁修，你不用管我。鲁修听了这话，却并没有离开，抓起一把黑豆放到一块比较平的大石头上，将石头放到黑豆上，用力往下一压，再前后左右磨了磨，入眼的却只剩下灰色的粉末了。看着自己费好大劲儿才砸开的一颗黑豆，再看看鲁修轻而易举地弄成粉末的黑豆，白悠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跟鲁修，或者说是这个世界雌性跟雄性的差别，这简直就是个人形石墨呀！怎么这副表情啊？这不是你刚刚想弄的样子吗？想了想，便用手捏起了一点，放到了自己的嘴里。怎么样啊？不好吃吧？啊，鲁修，你能不能再给我弄点黑豆粉末？我想试试拿着做饼吃。这黑豆粉尝起来有股生豆的生涩味，自然不好吃，但是白悠悠却想试试弄熟后的味道怎么样。这饼是什么东西啊？能吃吗？这是我家乡的一种食物，能吃的。白悠悠便打量自己能看到的石头，倒是看到了一个可以和面的 U 型石头，想找一块又薄又平的石头当平底锅用，并把自己需要的一块薄而平的石头的事情告诉了鲁修。等回来的时候，手上便多了一块平板石头，比白悠悠心里预期的还要薄，便直接把黑豆粉全都倒进了那个 U 型的石头，并往里面放了一些水，觉得差不多后，才用清水洗了洗手，开始和面。鲁修看着白悠悠的举动，怎么看怎么觉得白悠悠特别像那些玩泥巴的小兽人，眼里全是宠溺之色。不管白悠悠弄的东西有多难吃，他都得说好吃，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小雌性失望。看了几眼，就转身去看了看自己刚刚烤的肉，怕到时候白悠悠饿了没得吃。不多时，白悠悠就成功的揉好了一个面团。白悠悠叫来鲁修，让鲁修帮他搭建一个简易的灶台。按照白悠悠的说法，只用了几个大一点的石头，一个灶台便做好了。等石板热了以后，白悠悠就让鲁修给他弄点肥肉块放在上面，油脂也跟着冒了出来，在手上捏按成圆饼的形状，然后直接放到了石板上。几个来回下来，石板上便有了5个馍馍。不多时，一股香味就冒了出来。白悠悠一闻到这个味道，心里就是一喜，以后自己大概就有主食了。他根本不会狩猎，以后大概只能用陷阱抓点小动物，根本不能以肉食为生。现在有了黑豆，很多问题都能解决。等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还可以开出一点田地，以后自己种些黑豆啊、菜啊什么的，一定饿不死。悠悠啊，这个多久才能吃啊？哎呀，你别急啊，再有一会儿就可以吃了。能给我一点盐吗？白悠悠从系统给的资料里知道，这个世界的兽人都很宝贝盐，因为盐很难弄到，只有少部分大部落才有制作盐的方法，还大部分都是粗盐。其他部落的兽人想要吃到盐，必须用猎物或者别的东西去交换，而流浪兽人想要盐只会更难，可能需要双倍的食物才能换到与别人同等分量的盐。白悠悠已经吃过几次鲁修烤的肉了，自然知道它有盐。喏，都在这里了。入冬前还有一次集会，到时候我再多换一些回来。发现里面还有半斤盐的样子，颜色有些微微发黄，
一看就有不少杂质。但这个世界的兽人好像都吃这种盐，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均匀地撒在黑豆饼的表面，然后就把装盐的竹筒还给了鲁修，心里也开始盘算自己以后要怎么解决盐的问题。确定熟了以后，就先夹起了一个，送到了已经第 N 次吞咽口水的鲁修面前。鲁修就几口把一个黑豆饼给吃完了，然后就眼巴巴地看着白悠悠，那样子啊，显然是还想吃。好吃吗？好吃，那真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跟瘦肉和那些果子啥的一点都不一样。见鲁修这样，也知道自己是成功了，便把剩下的2个也给了鲁修。鲁修接过饼就开始啃，那表情别提多满足了。等饼稍微没有那么烫了，白悠悠才拿起来吃，一口咬下去，外酥里嫩，口齿留香，而原来的烤肉早就被鲁修给忘得一干二净了。鲁修，你这是做什么啊？我把剩下的全部磨成粉。悠悠啊，再给做几个好不好？我晚点去弄更多的黑豆回来，以后咱们就吃这个。多弄点好的，以后都可以吃，但也不能只吃这个，不然会营养不均衡。悠悠说的没问题，以后我们换着吃。白悠悠听着鲁修一口一个我们，心里有些发虚。那我再给你做些，你看着点，以后自己也可以做。白悠悠想着鲁修这么喜欢，等他离开了，鲁修也能自己做来吃。今天第一次看到鲁修敞开吃的模样，一时被鲁修的胃口给惊到了。不是，悠悠，我们蛇类兽人的饭量是大了些，但是一顿饱饭可以管几天不饿的，如果不动弹，就是10几天不吃东西也都没关系。所以啊，你可千万不要担心我吃太多养不活你。那你入冬后要冬眠进食吗？当然要进食了，兽人会保留一些原始的习惯，但跟未开智的野兽还是有很多区别的。我入冬后会比较慵懒，但也不会一直睡，每隔些天还是要吃些食物的。啊，这样啊。对这个世界的兽人又有了点新的认识。悠悠是不是怕我冬眠了没时间陪你啊？你放心，我保证你不睡我不睡，我要是困了你就亲亲我，我一定马上就能清醒。你莫要胡说，我才不是那个意思。鲁修看着白悠悠这副小模样，只觉得口干舌燥，很想咬上一口。悠悠，你让我亲一口好不好？我只亲亲，不做别的，可以吗？白悠悠闻言脸更红了，一路红到了耳尖，他身子微微颤了颤，本能的就想往后退，可鲁修的动作却比他快多了。他还没来得及动，鲁修就自己欺压了过来，将他牢牢地束缚在他的怀里。白悠悠惊得一抬头，小嘴微张，刚想说话，下一刻便被一个火热急切的吻给堵了回去。鲁修吻得急切又霸道，就像是想将白悠悠整个人吞吃入腹似的，侵略性极强。白悠悠活这么大，这可是他的初吻，竟然就这样没了，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而鲁修却顾不得那些，他只觉得白悠悠的小嘴又软又甜，一股酥麻感直窜他脑门，让他欲罢不能，只想要更多。吓得白悠悠整个人都僵了，一动也不敢动，就怕一个不小心惹怒了鲁修，让他兽性大发，直接办了他。说到底呀，他还是不怎么信任鲁修，相处的时间太短，即便鲁修对他的好无微不至，他也很难完全相信鲁修开始的承诺。鲁修感觉到白悠悠的僵硬，知道是自己吓到了人，稍稍松了些力气，恋恋不舍的又在白悠悠的唇上亲了亲，才慢慢放开了白悠悠。看向白悠悠的眼神有些躲闪，知道自己一时没忍住，可能让小雌性起了惧意。悠悠你别怕，我真的只想亲亲而已。我先做事情了，你有事儿再叫我啊。白悠悠只觉得自己嘴唇发麻，白悠悠没工夫去想自己怎么这么轻易的就接受了这个兽人的亲吻，虽然不是他愿意的，可光是这种不排斥就让他很难理解。听了鲁修的话，他不由松了一口气，但是想要离开的心却越来越强烈。他有种预感，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他现在不光是不信任鲁修，从刚刚的事情后，他已经开始不相信自己了。从来没有人像鲁修对他这样好过，他怕他自己一个没忍住就被鲁修给迷惑了，到时候说不定就真的给人当了小媳妇儿，生一窝蛇崽子。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能不能有机会生蛇崽子都是个严峻的问题。
光鲁修那尺寸，他光想想都能吓死。白悠悠意识到自己在想着什么的时候，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在心里暗骂了自己一句，便抬头若无其事地对鲁修说道：“好的，你去忙吧。”鲁修仔细打量了白悠悠几眼，发现他虽然有些不自在，却不像多生气的样子，就乐颠颠地忙自己的事去了。而白悠悠也没闲着，拿了几根粗细差不多的树条，试了一下坚硬程度后，便开始撕扯树条面上的树皮。要织毛衣，得有织毛衣的直针，现在没有铁丝之类的东西，他只能找东西代替了。没过多久，他就弄好了10来根，不过还不能直接拿来用，得放到水里泡一泡，要不然没有韧性，很容易就会断了。就在这个时候，鲁修拿着做好的鞋走了过来。那悠悠，要试一下吗？白悠悠此时面对鲁修还有一些不自在，而鲁修却跟个没事人一样，这让白悠悠不得不佩服兽人的脸皮厚度。那试一下吧。说着就想接过鞋子自己穿，可鲁修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直接蹲下身便往上套。鞋很合脚，鞋底也被修得很平整，有一张兽皮隔着，不会有任何硌脚的感觉。轻轻在地上踩了一下，竟然有以前穿的泡沫棉鞋的感觉。鲁修，这鞋穿着可真舒服。你喜欢就好，等天再凉些，我再给你做双更厚的。白悠悠听了这话却没有接，眼神微闪，看了看穿在脚上的鞋。鲁修，这座鞋底的树上有结果子吗？白悠悠可没忘了洗洁精，想着自己脚快好了，最近就把自己能教会鲁修的东西尽力都教给他，这样可以让鲁修以后的食物种类更多些，日子更加滋润一些，就算是还了一点这几日鲁修的照顾之情了。有啊，颜色黄黄的，还很香，可惜不能吃，味道还很差，吃了会口吐白沫，腹痛难忍。你吃过，怎么这么清楚啊？小时候饿极了就尝过一口，不过发现味道不好就没吃了。鲁修说的轻松，白悠悠却听得有些心酸，不用问都知道鲁修小时候的日子得有多难了。那个果子不能吃，但是可以清洗污垢，你要是有时间可以带些回来，我教你怎么用。悠悠，你可真神奇啊，懂得真多。白悠悠被夸得有些心虚，他懂得可一点都不多，好多知识都是在一些节目上学的，还没有应用过，对这个植物的认知更是全靠系统，否则呀，他可没有鲁修那个胆子敢去直接咬一口。这都是我家乡的人都知道的事情，没什么神奇了。你看我对你们这里的一些常识就不是很清楚。鲁修听了这话，觉得有些道理，只是在心里对白悠悠的家乡更加好奇了些。鲁修又陪白悠悠说了几句话后，就去处理今天带回来的野兽肉了，还有去皮毛。没多久就处理得井井有条，交代了白悠悠几句，就拿着几个没什么毛的兽皮袋子出了门。再次回来的时候，身上的兽皮袋子就都变得鼓鼓囊囊的了，里面全都是黑豆跟青椒果。鲁修放下兽皮袋后，没说两句话就又走了。白悠悠吞咽了一口唾沫，看着面前的黑豆跟青椒果，久久回不了神。早知道啊，他前面还在为自己过冬的口粮发愁呢，如今自己面前这几袋子黑豆，他就是吃2个月也吃不完啊。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点，这都不是他的，这都是鲁修的，他不能动这种心思。拿过一颗闻了闻，确实就像鲁修说的一样，有股香甜味。如果在饿极了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忍不住咬上一口的。果子捣碎后，除去果肉，就是有些黏腻汁水，颜色偏黄。想了想，便弄了一点在手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点点水，来回搓揉了几下，就开始出现泡沫。见到泡沫后，白悠悠才松了一口气。白悠悠试验完后，便没有再去弄青椒果，看了一眼被鲁修忘了一干二净的烤肉，想了想，便把它拿了过来，放在一块石板上，然后拿过鲁修用过的那把石刀，开始费力的切块。石刀自然没有他以前用的菜刀锋利，所以切起肉来很是费劲。等白悠悠把肉都切好了以后，天已经快要黑了，而鲁修却还没有回来。白悠悠不免有些担心，但一想到鲁修自己独自生活了那么多年，实力又那么强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从空间里面拿出了一点黑栗子，想着给鲁修做个黑栗子炖肉，多让鲁修尝尝别的食物。他现在就想多给鲁修点什么，这样他心里的亏欠就会少一些。把黑栗子的壳剥掉后，白悠悠便将那个揉面的石头洗干净，移到了火上。鲁修给他做的鞋真的很软和，根本不会伤到已经结痂了的脚。肉是烤过的，所以不用再煎一遍。
等水一开，白悠悠便直接把肉给倒了进去，想了想，又放了一点黑豆进去，想看看能不能煮烂。至于黑栗子就不急了，这东西啊很容易就能煮熟，他怕煮成烂泥就没法吃了。没过多久，里面就传出了一股浓浓的肉香，还有一点点别的味道，那应该是黑豆的味道。又等了会儿，白悠悠估摸着差不多了，才将黑栗子放进了石锅里。没多久，一股夹着栗子香味的炖肉香味便传了出来，口水差点没掉下来。转身拿过鲁修留下来的盐，只往里面放了一点点，因为鲁修烤肉的时候都会放一点盐，他也不想放多了浪费。眼看肉汤要好了，鲁修却迟迟不归。白悠悠此时是真的有些着急了，就算他现在去找，也分不清鲁修在哪个方向，根本无法寻找。白悠悠确信鲁修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了，否则以鲁修对他的在意，不可能让他独自等待这么久啊。白悠悠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鲁修很厉害，他不用过度紧张。就在白悠悠为难的时候，鲁修回来了。鲁修老远就闻到了一股从来没有闻到过的香味。哎，什么味道这么香？悠悠，你在做什么呀？白悠悠一听到鲁修的声音，整个人都精神了。可当目光落到鲁修的身上时，脸上那点喜悦瞬间就淡了。只见鲁修的左胳膊上有着一个血淋淋的半米长伤口，而鲁修就跟不知道疼一样，右手还提着2个大袋子，里面装的是鼓鼓囊囊的。你的脚还没有好呢，莫要乱动。白悠悠一听这话，鼻子就是一酸。他这点伤跟鲁修的比起来算什么？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伤这么严重？鲁修抬起右手擦了擦白悠悠的眼泪，原本还觉得有些疼的伤口，瞬间一点疼都感觉不到了。他母亲可是跟他说过，一个雌性如果在你受伤的时候流眼泪，那就说明他是在乎你的，那你就一定要对他加倍的好。悠悠，你是在关心我吗？白悠悠听了这话，直接就点了点头。他发誓，他要是知道自己这一点头啊，在鲁修的眼里就等同于表白的话，他绝对不会把头点得那么干脆。低头吻了吻白悠悠的脸颊。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母亲，你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你真好，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很好很好，我一定会给你抓最肥美的猎物，用最漂亮的皮毛给你做皮裙，别的雌性有的你都会有的，别的雌性没有的我也会努力给你弄来。你还没说你这是怎么弄的？怎么伤得这么重？遇到了其他部落的雄性兽人，他们在我身上闻到了你的味道，以为我抢了其他部落的雌性，便围攻我。我这些都是小伤，他们估计没个几十日很难再出来狩猎了。哼，就他们那个样子，怎么可能打得过我呀？要不是因为他们有6、7个人，我能瞬间打倒他们。感觉是自己害了鲁修受伤的，如果不是因为他，那些兽人也就不会攻击鲁修了。与此同时，他对鲁修的实力又有了新的认知，明日要让鲁修再带他去一下那个树洞旁的小河，去那里再弄些食人鱼的苦胆，给鲁修治伤的同时，还可以教鲁修取苦胆入药，还能做些鱼干，自己也可以弄些放到空间里面，给自己存些储备粮。悠悠，你在想什么呢？说着指了指还在不断往外冒着香气的零食石锅，问道：哎，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香啊？哈哈，本来想给你做些好吃的，可是做好了才想起没有汤勺，也没有碗。鲁修一听这是白悠悠专门为他做的，高兴的笑容藏都藏不住。汤勺跟碗是什么东西啊？长什么样？你跟我说，我马上想办法。白悠悠看了一眼鲁修的伤口，有些犹豫。哎，这些小伤不碍事儿，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我随便弄些草药，过不了多久就好了。我以前……怕吓到白悠悠，便直接闭嘴换了话题。你就说长什么样子，其他的你都不用操心。白悠悠本想问问鲁修以前怎么了，但一想到他小小年纪就得在这个吃人的地方独自生存，也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多问，想想也就知道了，便收回思绪，直接将自己需要的东西大概样子给鲁修说了一遍。鲁修听后想了想，便进了山洞，不多时手里便拿着一些东西走了出来。喏，这里有一些兽类的头盖骨，跟你说的碗挺像的，而且特别结实。可是你说的汤勺，我一时想不出来要怎么弄啊。白悠悠也不嫌弃，拿起那几个头盖骨看了看，选了一个最小的拿到手里，加一根木棒，完全可以先拿来当汤勺用。
让鲁修帮自己把头盖骨的边上弄2个小洞，然后找了一根差不多粗的木棒，再将木棒陷进去，一个简易的汤勺就做好了。你看，这就差不多了，你把它们洗干净就可以吃了。用这个洗，看看能不能洗干净。好奇地闻了闻，便闻出了这是青椒果的味道，直接拿着东西去干活了。不一会儿，鲁修就拿着被洗得干干净净的头盖骨回来了。哇，悠悠，你可太厉害了，这个清洗东西也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行了，别夸了，我给你盛一碗，你先尝尝看好不好吃。你小心点，特别烫。汤汁入口，鲁修的眼睛立刻就亮了，来不及说其他的，直接快速吃了起来。白悠悠看了鲁修几眼，眼里有了一些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宠溺笑意，给自己盛了一碗。他先夹起一块肉，不知道是因为野生瘦肉的原因，还是因为白悠悠的心理作用，明明没有用什么调料的肉，吃起来竟然特别的鲜美，爽滑可口，肥而不腻，一入口就停不下来。也怪不得鲁修吃的那么急，那么香了。再尝了一下黑豆跟黑栗子，黑栗子跟他想象中的味道差不多，黑豆混着肉一起煮烂后，虽然没有黑栗子好吃，却也有种独特的味道。要是让白悠悠选，他自然更愿意煎饼吃，可是他的体力没办法跟鲁修比，以后大概只能退而求其次了。白悠悠还没吃2口，鲁修一碗就已经见底了，想要再要，却想起了自己白天跟白悠悠说的他一顿吃饱可以管好几天的话，一时有些踌躇不前，怕白悠悠嫌弃他吃得多。白悠悠余光发现了鲁修的神色，还有这么多呢，我又吃不了多少，你多吃点啊。说着瞄了一眼鲁修胳膊的伤，继续说道，吃饱了就别干活了，早些休息，明日早点带我去那个树洞旁的小河那边，我给你弄些我用过的那个药，那样好得快。心里暖暖的，他很是迷恋被白悠悠关心在乎的感觉，只让他想把这个人永远留在身边，捧在手里，给他自己能给的一切。好，我听悠悠的。哎，悠悠，这里面的黑豆我认识，可另外一个是什么呀？你从哪里弄来的？鲁修可不知道他有空间，他也没想过要告诉鲁修，可现在要怎么说呢？鲁修见白悠悠似乎有些为难的样子。悠悠，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脚还没有好，不能随便乱走吗？就算现在有新鞋了，那也不行。白悠悠听了这话，嘴角抽了抽，只觉得自己真的白担心了。就鲁修这一根筋，每次你都不用找借口，他都能自己帮你找到理由。这是我以前找到的，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今天感觉脚不疼了，就想着去拿回来给你尝尝。鲁修自然不会怀疑什么，现在心里美得不行，只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才算是有了奔头，不像以前无人牵挂他，他亦无人可牵挂。两人将剩余的肉汤全给吃完了，便直接回了山洞休息。怕自己晚上睡相不好会碰到鲁修的胳膊，便坚持要在石床中间放2块大石头作为分界线。鲁修自然是不愿意的。白悠悠睡着后，鲁修很想把石头搬来，最终因怕明早白悠悠醒来后会生气，只得作罢。第二天一大早便去了白悠悠最开始住的那个树洞。悠悠，来这条河边能找到药吗？这里面的食人鱼可是好东西呢，它的苦胆呀就是治疗外伤的药啊。不光如此，它的肉也很好吃，可以煮肉汤，也可以烤着吃，晒干了还可以煎着吃。鲁修听白悠悠说了一堆的吃法，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至于上面说的药用，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了。这河里的鱼太多了，牙齿又特别厉害，我在水里不怎么好对付它们呀。我早有准备。说着便找了一根结实木棒，把肉绑紧。你一会儿别出声，我教你钓鱼啊。因兽人都不吃鱼的原因，食人鱼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所以有点泛滥成灾的意思。凡是有食人鱼的河里面，别的鱼类都少得可怜。白悠悠根本没等多久，就有食人鱼对着那块肉冲了过来。悠悠，你可真聪明啊，竟然能想到这样的办法。来，你歇着，我来弄。把木棒交给了鲁修后，自己就拿着石刀去处理食人鱼了。一条鱼还没处理好，鲁修就又弄上来了一条。就这样，一个处理，一个钓鱼，两人配合得很有默契。不多时，先等一下，我先给你上点药。你看你这伤口都有点发炎了。鲁修本来已经做好了疼痛的准备，
可预想的藤并没有出现，反而有一点点清凉感，把原先的藤都给覆盖下去了不少。鲁修以前用那些药草的时候，效果没多少不说，还疼得不行，弄得他受点小伤，根本就不想用药，直接用身体硬扛过去。怎么也没想到这东西能有这样的效果。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悠悠，你是不是巫师啊？在这个世界上，巫师是部落里很尊贵的存在，即便是族长见了巫师，也得以礼相待，而一些小的部落根本就没有条件拥有巫师。从系统给的基础资料里，白悠悠知道巫师在兽人的眼里是可以沟通兽神的存在，他们能认草药，可以治病，可以带着兽人认识更多的事物，可以带着兽人避开一些灾难。而且巫师大部分都是雌性兽人，他们可以同时拥有几个雄性伴侣，不过是由巫师自己挑选。晚上要进谁的山洞也是巫师说了算，生下来的孩子算谁的依旧是巫师说了算。跟其他雌性相比，巫师简直就是女皇一样的存在。白悠悠不明白鲁修为什么会觉得他是巫师，他也没有干什么神神叨叨的事情啊，不就给他弄了点新的吃食，上了一回药吗？我不是巫师，这些都是我以前在部落里常见的用品，所以我才会认识的。他倒不是因为不想欺骗鲁修才这样说，而是怕鲁修认定他是巫师后起点别的心思。鲁修现在虽然对他很好，可人心隔肚皮，鲁修对他到底是个什么想法，他根本无法求证，就开始继续处理剩下的食人鱼，依旧没有要鱼头的意思。在处理鱼的时候，白悠悠趁着鲁修不注意，偷偷往自己空间放了好几条，心想就算是自己的工钱了。白悠悠觉得也差不多了，鲁修便将鱼全都装进兽皮袋子里，就要带白悠悠离开。怎么了？我好些日子没有洗澡了，身上有些不舒服，头也有些脏了，想洗洗。从来到这个世界，他最多就是用水洗洗手脚跟脸，根本就没有好好洗漱过。昨日研究出了洗洁精，他就再也忍受不了自己身上的脏污了。悠悠，你身上真香啊，一点儿也不脏。就在他现在一身的鱼腥味，到底哪里香了？这雄性兽人的嗅觉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没过多久，鲁修就把他带到了河边的一棵大树边。这是我以前避暑的地方，洗澡也挺方便的。说着就拉着白悠悠走了过去。到了树洞里后，白悠悠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只觉得自己可能小看了这个兽人的智慧呀。只见树洞里面已经被挖空了一半，底下还被挖了一个1米来深的坑，靠近河水的树干直通河里，让树里的坑灌满了水。这简直就是现成的小浴池啊！你能不能先出去等我呀？我一会儿就好。鲁修根本就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可当视线对上白悠悠那不安的眼神后，他眼里闪过一丝落寞的情绪。行，那我出去等你，你不用着急啊。等鲁修走后，他才脱掉衣服进了池子。水有些凉，好在如今的天气温度挺高，并不会觉得冷。白悠悠拿着自己做的洗洁精，舒舒服服地洗漱了起来。而出了树洞的鲁修听着里面的水声，却显得有些焦躁。他喉结滚了滚，几次想回头，最后都捏着拳头忍了下来，最终慢慢靠着树坐在地上，苦笑一声，显得有些颓然。等白悠悠清清爽爽地从树洞里出来的时候，鲁修已经恢复成了乐呵呵的模样，拉过白悠悠的手，就往白悠悠那日误闯进的树洞那边走去。到了目的地后，白悠悠就让鲁修点起了火，然后就开始教鲁修烤鱼。其实就跟平时烤肉差不多，只可惜没有葱姜蒜这些调料，否则味道只会更好。好在这食人鱼的肉很有劲，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鱼刺，鲁修咬一口就爱上了。我以前也吃过鱼，只是因为不会处理，鱼吃起来就很苦，有一股子怪味儿。悠悠，你可真神奇啊，什么东西到了你手里，味道都变得不一样了。白悠悠好笑地看了鲁修一眼，他可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反而很佩服鲁修能从幼年开始一人独自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这个树洞是你以前的家吗？怎么不住了？这是小时候母亲给我找的地方，后来因为一次受潮，她就再也没来过了。
我等了很久很久，都等不到他，我就不想再继续在这里住了。白悠悠没有想到自己会问到鲁修的伤心事，就有些愧疚，连忙说道：“你别伤心啊，我相信你母亲是爱你的，她没有再来，应该是有别的原因。”我知道啊，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是跟着部落搬走了，我早就不伤心了，所以你不用安慰我。吃饱喝足后，鲁修便跟白悠悠打道回府了。回去的路上，白悠悠边走边看，就想看看还能不能发现点别的食物，要是有菜就更好了。所以当他看到了蘑菇后，整个人便显得有些兴奋，蹲下身来就想采蘑菇，却被鲁修制止了。悠悠，这种东西有毒，不能吃，会死的。你怎么知道？白悠悠自然知道有些蘑菇是有毒的，可他有系统，有毒没毒摸一摸不就知道了。不过他有些疑惑，鲁修是怎么知道的？他难道吃过？母亲以前跟我说过，长这样的东西都不能吃，会被毒死。大概猜到以前一定有兽人吃到了毒蘑菇，然后就有了蘑菇都不能吃的说法。你放心，我不会乱吃东西的。这种东西叫蘑菇，它的种类很多很多，有的有毒，有的却很好吃。鲁修听了这话，还是有些不放心。可一想到白悠悠知道的事情确实比他多，便没有再拒绝，只想着到时候自己先吃，就算有毒也毒不到白悠悠。见鲁修松口了，便迫不及待地采了一个有黑边的蘑菇放在手里，鉴定。黑边菇有毒不可食用。瘪瘪嘴将蘑菇扔回了地上。有毒的不能吃。嘿嘿，悠悠不用难过，我们的食物还很多，就算他不能吃，我也不会饿着你的。鲁修是不缺食物，可是他缺呀，而且让他一直吃同样的食物，他也做不到啊。可是这些他都不能跟鲁修说，只能自己憋着。又走了一会儿，白悠悠一路都走得挺慢的，就怕错过了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当目光落在了一片红伞伞上时，他根本就没觉得那东西能吃。可是当他走了几米远后，最终还是倒退了回来，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今天还有2次机会没用，不用也是浪费，干脆试试。而且这个蘑菇也不是白杆杆，人家淡黄色的杆杆，万一能吃呢？白悠悠采了一个蘑菇放在手里，这蘑菇挺大的，伞面竟然比白悠悠的手还大点，心中默念鉴定。红皮菇无毒可食用，无副作用。白悠悠来回看了几眼，最终确定自己确实没有看错，这玩意儿竟然真的可以吃。鲁修，这个可以吃的，这里有好多，我们快弄回去，晒干了也能吃。说着看了一眼鲁修身上的东西，心虚的摸了摸鼻子。鲁修，要不你先把东西送回去再来吧，反正这里离山洞不远，又不会有什么危险。鲁修闻言觉得有道理，便点了点头，一个闪身便消失在了白悠悠的面前。白悠悠只觉得面前一阵风吹过，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看不到鲁修的人影了。他艰难地咽了口口水，心想就这速度，他要是想跑，必须得有个万全的准备，否则自己还没走多远呢，人家不一会儿就给追上了。想想那个场面，白悠悠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现在也不是想那些的时候，白悠悠蹲下身就开始采蘑菇，边采还边往自己空间里放一部分做存粮。只可惜他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只放了一些鱼，一些黑栗子、黑豆，现在还没放多少红皮菇呢，就已经快满了。能不能告诉他一下这个空间到底要怎么升级？可惜直到鲁修都回来了，系统也没有搭理过白悠悠的祈祷。鲁修，快来装蘑菇，晚上给你做瘦肉炖蘑菇哦。拿起兽皮袋子就开始往里面装。等白悠悠跟鲁修回到石洞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白悠悠便直接开始准备晚饭，让鲁修切了一些肥瘦相间的瘦肉，自己则开始处理带回来的红皮菇。这东西不晾晒干的话，很容易就坏了。白悠悠便把它弄到了一块比较通风的地面上，然后就拿了一些晚上要用的，其他的在晾干之前就不用管了。白悠悠先把水弄到了石锅里烧开，然后将肉放到石板上稍微的煎了一下，才放进烧开的水里，往里面抓了2把黑豆，就让鲁修把锅盖上，让它慢慢炖煮，然后才开始跟鲁修一起处理鱼。鲁修的盐不怎么多，把水弄成了盐水，把鱼一层一层的堆在一起腌制一晚上，
明天就可以挂起来晾晒了。这样虽然不会有太多的咸味，但也有胜于无了。等一切处理好了后，锅里的肉也差不多了，白悠悠就直接把自己撕好的红皮菇给倒进了石锅里。不多时，一股蘑菇的清香就飘了出来。鲁修早就蹲在石锅边上等着了，原本就想着自己一定要吃第一口，确认无毒以后才能让白悠悠吃。可现在闻到这香味以后，他差不多已经确定这东西应该没毒了，哪有毒物可以这么香的？哎，悠悠，这个也好吃，你真的不是巫师吗？都跟你说了不是了，你怎么还问啊？不是自然最好，如果是的话……眼神里带着一些祈求，闷声说道：如果是的话，悠悠你可不可以不去别的部落，只当我一个人的雌性，我会对你好的，你相信我好不好？鲁修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想要留住小雌性，除了向小雌性承诺会对她好之外，竟然就没有其他的了。可是即便这样，他也不想放手让白悠悠去别的部落。即便他知道一个巫师去了一个部落后会受到怎样的追捧，即便他知道那样会比跟着他流浪要好，他也自私的不想放手，从未想过能有机会拥有。一旦触摸到了，即便是粉身碎骨也想留下。白悠悠有些不敢看鲁修的眼神，他艰难地对着鲁修笑了笑，却没有直面回答鲁修的问题。鲁修，我都跟你说了，我真的不是巫师。我要是巫师的话，兽神怎么可能把我一个人扔到这里来呢？不管怎样，你不走就行。说着便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3两下就把自己碗里的食物吃完了。等白悠悠吃饱后，鲁修便像以前一样，把白悠悠没有吃完的全给吃了，然后把收拾的事情大包大揽了起来。白悠悠回到山洞后，就直接奔着自己的目标火线草去了。现在火线草自己晒好了，他就想去研究一下做衣服的事情。哎，一盏灯你能看得见吗？你去休息吧，我帮你弄。这么早也睡不着，这个又不累人，就当娱乐活动了呀。鲁修经常听不懂白悠悠话里的意思，昨日只关心你的伤了，忘了问跟你打架的人不会再来找你麻烦吗？人家毕竟人多，你要不要走远点？鲁修眯了眯眼，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最后捏了捏拳才回道：他们没个几十天是无法再进入丛林的，到时候都入冬了，他们也不会再来了。嘿，更何况他们已经吃了那么大的亏，知道我的厉害后，他也不会再来了。一个小部落的青年本就不会太多，雌性跟幼崽都需要他们养活，要是都折在了我们这里，那不都亏了吗？所以悠悠你不必担心。鲁修还是你厉害呀！鲁修被夸得有些心虚了，傻笑了一声便收回了视线，手下的动作变得更快了些，一时没有接话。鲁修带回来的火线草挺多的，一半都还没弄到的时候，白悠悠就已经困得不行了，可是他就想全弄完再睡呀。鲁修说了也不听，最后是被鲁修强行抱到石床上，才老实听话乖乖睡觉的。鲁修看了看缩成一团睡着的人，眼里全是汹涌的占有欲，却被很小心地隐藏了起来。虽然不知道白悠悠要做什么，但看他那么在意的样子，他便想着帮他弄完，让他高兴。第二日，白悠悠睡醒后就发现火线草已经被处理好了，外面的壳已经被鲁修扔到外面去烧火了，只剩下里面的线被放在了石桌上。白悠悠摸了摸石桌上的火线草，心里有些不太舒服。他眼神微闪，决定把计划的事情做完就离开。他真的不能再跟鲁修待在一起了，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对劲了，竟然会开始在乎鲁修的情绪，在乎他的喜乐忧愁，会感动于鲁修对他的好。即便知道鲁修是为了跟自己生孩子才会这样，他还是无法做到无动于衷，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啊。说到底，他跟这些兽人是不一样的，他会付出感情，而这些兽人懂不懂什么是感情都很难说。他们选伴侣，雄性只看重雌性的生命能力，而雌性只看重雄性的捕猎能力，根本就没有谁会去考虑爱情，甚至都可能不知道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他注定无法融入他们，也很难说服自己融入他们。压下自己的一切情绪，白悠悠出了山洞，就看到鲁修正在晾晒鱼，用的是他昨晚随便提了一嘴的方法，拿着比较有韧性的藤条直接穿过鱼身，
每条藤条上都穿了4、5只鱼的样子，挂在外面看上去挺壮观的。悠悠，我给你做了饼，你吃下试试好不好吃。白悠悠闻言有些惊讶，没想到鲁修竟然就看了一次就学会了，便拿了一个饼尝了尝。鲁修，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饼，就多弄些回来，反正在外面久了也会坏掉。我也是这样想的，等我把鱼挂完就去。等鲁修收拾完出门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出来了。白悠悠去看了看自己晾晒的蘑菇，见没有变少，就没有再搭理了。回到山洞里，拿了一些火线草跟自己做的钩线，便开始做贴身的衣物。火线草并不是就长成线的模样，它的表面是那种有些粗糙的毛壳。等把最外面的那点毛壳退掉，里面的就全是毛线一样的东西了。这火线草不是特别长，所以接线是一门技术活儿。没用多久便接出了一个线团子，最终决定先给鲁修织一条短裤，说干就干。这个时候正知道尴尬的地方，一想到那日自己看到了，白悠悠的脸就有些发烫，同时还在估摸自己得给那处留多少空间才能装得下他。鲁修一回来就看到白悠悠小脸红红的模样，看上去娇俏可人，异常可口。放下手里的东西，来到白悠悠的面前，走近了才看清白悠悠手里的东西。鲁修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就有些好奇。悠悠，这又是在研究什么新东西啊？直到鲁修开口，白悠悠才发现鲁修回来了，尴尬的把已经织到一半的短裤放到身后，回道：你别忘啊，等我弄好了再告诉你。鲁修听了这话，虽然还有些好奇，却没有再坚持询问，反正白悠悠迟早会告诉他的，他不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又过去了2天。白悠悠已经穿上了自己织的贴身衣物，用火线草织出来的衣物虽然没有棉衣那样柔软，却也差不了多少，比兽皮贴身舒服多了。只可惜啊，他的时间不多，没有那么多时间织大件儿，只能弄些里面的穿。而给鲁修织的短裤早就好了，但他却一直不好意思送出去，总觉得给异性送这种东西有些怪怪的。可如今他的脚已经完全好了，而且他的时间也很紧，要是再不走，他担心自己无法找到可以平安度过冬日的避风港，也担心自己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虽然鲁修这里的食物很多，可他却不好意思装走，更何况他的空间已经满了，以他的体力也无法扛起重物走太远的路。看了看准备出门的鲁修，白悠悠眼里有了一丝坚决之色，最后拿出自己给鲁修织的那条短裤交给了鲁修。喏，这是给你做的裤子，用来穿的。双眼微亮的接过了白悠悠手里的短裤，可是研究了半天也搞不明白这要怎么穿。白悠悠见此忍着羞耻感给鲁修解释了一下，然后便转过身别开了视线。不多时，鲁修就把短裤穿好了，然后兴奋的在原地跳了跳。悠悠，你手可真巧啊，竟然能做出这么精致的东西来，这以后我奔跑的时候就不会被二哥打到大腿了。白悠悠闻言嘴角就是一僵，暗骂鲁修什么话都说，这让他怎么接啊？他现在只觉得羞耻感爆棚，脑海里面甚至有了一些二哥打腿的画面。白悠悠微微瞪了鲁修一眼，红着脸娇嗔道：你不要乱说话。鲁修刚刚有些兴奋过头了，忘了白悠悠脸皮薄的事儿。嘿嘿，好，我知道了，下次我注意。眼睛亮晶晶的，就跟快要吃到糖的孩子一样。悠悠，你是怎么想到要送我节旅信物的？你是快成年了吗？白悠悠被问得一愣一愣的。什么节旅信物啊？这跟他成不成年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做错了点什么？他现在有点懵。鲁修见白悠悠只是呆愣愣的看着他，却不回话，以为白悠悠是害羞了，也就没有强求他回答自己，只是那脸上的笑容异常灿烂。悠悠，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最漂亮最珍贵的皮毛送给你，当我们节旅的信物，你等我啊。说着就转身快速拿着兽皮袋子跑了。白悠悠傻愣愣地看着消失在眼前的鲁修，只觉得自己大概做了一个大死，暗骂自己怎么没想到贴身衣物不能乱送人这一点啊！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他怎么就没想到这兽氏会不会也有这种讲究呢？这下好了，撩完就跑，妥妥的渣女行为啊！一想到鲁修回来后发现自己跑了会有多失望，他就有些心疼跟愧疚。可是他却没有细想自己这些情绪是怎么来的，愧疚就算了，为什么还会心疼？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天的地方，他虽然有些不舍，
但是一想到鲁修的兽行，还有留下来以后就要生蛇崽子的事儿，他就是一个哆嗦。最后不敢再多想，直接头也不回地朝着一个地方走了。白悠悠没有走自己来的方向，他怕会遇到其他部落的人，特别是铁狼部落，这是他最怕遇到的了。可是他却不知道，他那2日独自行走在丛林，之所以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不是因为他的运气好，而是因为他从野狼部落的地盘直接进入了鲁修的地盘。这块地方几乎没有野兽敢过来，而他现在所行走的方向已经渐渐进入了丛林深处，里面的各种野兽数不胜数，根本不是他这样的弱女子可以踏足的地方。白悠悠走到一个小溪边，眼神闪了闪，想到鲁修可能会跟着气味找到自己，便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黄金果，将果汁往自己的脚上跟身上弄那些，饿了就吃一点黑栗子，脚步却一直没有停过。不知走了多久，太阳已经到了头顶，白悠悠觉得有些渴，就想弄点水喝。好在他一直顺着河走了，不用再找水了，因为有被食人鱼袭击过。白悠悠取水的时候很是小心，从空间里拿出从树洞里拿走的那个竹筒，快速装满水后便开始喝。可还没喝几口，白悠悠就听到了一点别的声响，就看到一只小牛犊子那么大的灰狼正对着他龇牙流口水。左右看了看，发现并没有其他狼后，他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是即便只有1匹狼，他也对付不了啊。白悠悠眼神闪了闪，便从空间里拿出一条鱼朝着灰狼扔了过去。可下一刻，灰狼像是闻到了什么味道，没几口就给吃完了，然后便继续抬起头，直勾勾地看着白悠悠。白悠悠见此稍微松了一口气，虽然很不舍得，但是啥都没自己命重要啊。他又从空间里取出几条鱼扔给了灰狼，一连扔了好多条食人鱼，那条灰狼才吃饱。等灰狼走后，看了看自己的空间，发现已经空了一大半了，眼里便露出一丝委屈的神色。可这条路是他选的，他只能继续咬牙走下去。白悠悠原本以为打发走灰狼后，自己的厄运就应该结束了，却没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还没走多远，白悠悠的视线范围就出现了2头长着獠牙的野兽。那2头野兽远远看上去跟狮子差不多大，却长得很难看，一双含着冷光的眼睛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白悠悠，显然是已经发现了白悠悠。他现在即便想躲都来不及。白悠悠呆愣愣地看着这2头他从未见过听过的野兽，却不敢眨眼。他就怕他一眨眼，这2头野兽就会扑过来，然后将他吞吃入腹。白悠悠也没有再扔鱼给这2只野兽，就他剩下的那点鱼都不够给这2只野兽塞牙缝的。左右看了看，发现除了树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遮挡物可以让他躲藏。白悠悠近乎有些绝望，见那2只野兽已经开始慢慢靠近他，显然是自己把它当成了下一顿美餐。白悠悠没有办法，只能拼一把，不敢多犹豫。白悠悠直接选了离自己最近的一棵大树，快速往上爬。好在他现在的这副身体状况比他原来的强很多，也灵活很多。刚坐到一根粗壮的树枝上，那2只野兽便也跑到了树下。白悠悠往树下看了看，发现自己根本就估摸错了这2只野兽的大小。这2只野兽可比狮子大太多了，眼里爆发出嗜血的光芒，一前一后便开始重击白悠悠所爬的这棵大树。白悠悠原本以为这2只野兽等一会儿就会自行离开，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有这种操作呀！赶紧抱紧了大树的枝干。可那2只野兽啊，就跟不知疲倦似的，一直来回的撞击，显然是不打算放过白悠悠了。白悠悠此时是真的绝望了，他不想死，更不想被2只野兽分食。光是想想那个画面，他就脊背发凉，身上冒出了一层层冷汗。白悠悠开始有些后悔了，后悔自己太小看了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暗恨自己太年轻太冲动。原本以为自己有系统帮助，在入冬前找到足够的食物躲起来，至少能苟活下去。如今看来是自己太异想天开，这个世界早就不是当初那个世界了，处处都是危险，一不留神就会送掉性命。原本以为自己是不怕的，可真的到了这一步，他才知道自己的弱小与胆怯。如果现在让他选，他情愿给鲁修当小媳妇儿，也不要被野兽吃掉。不管鲁修对他是什么心思，至少现在对他很好，并没有做出伤害他的事儿。跟着鲁修，就算真的要生蛇崽子，蛇崽子应该不至于真的伤害他这个母亲吧。
只要压下心底的恐惧，怎么都不至于落到现在这副下场。而且他难道就真的可以做到一辈子一个人吗？人都是群居动物，他就真的不会寂寞，不会崩溃吗？要是真的要选一个人一起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他还能遇到比鲁修更合适、对他更好的人吗？白悠悠越想越觉得自己当时就是被猪油蒙了心，不然为什么一心就想着要逃跑，一心就想着只要不给鲁修生蛋就行，却把这个世界的所有危险全都抛到了脑后，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突然的，在那2只野兽新一轮的撞击后，白悠悠听到了咔的一声，接着树就往一边倾倒了一些。白悠悠吓得尖叫一声，死死地抱着那节树干，就跟抱着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样。他闭着眼睛，不敢再往下看。他知道这棵树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而他已经没了任何反抗的办法，只能等着树木断裂，丧生兽口。时间一点点流逝，眼泪从白悠悠的眼角断断续续地滑落。树下的野兽还在不断的冲击，随着最后咔嚓一声响，这棵树终于坚持不住，朝着对面倒下去。白悠悠紧闭着眼睛，暗暗祈求各路神仙能让自己一定要直接摔死。他虽然想活，可一点都不想半死不活，更不愿意摔下去后活活被野兽咬死，更不愿意亲眼看着自己一点点被野兽分食。与其那样，真的不如直接死了干脆。可是预想中的情况却没有出现，腰间突然被什么东西紧紧缠住，紧接着白悠悠就听到了那2只野兽愤怒的吼声，跟另一种动物的嘶吼声跟嘶嘶声，很像蛇咬杏子的声音。白悠悠猛地睁开眼睛，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腰间，只见自己正被一条粗壮的蛇尾缠着，半举在半空。白悠悠瞳孔一缩，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眼里尽是惊恐之色。对蛇类的恐惧让他本能的颤抖，艰难的抬头看向前方，就见一条大蛇正在跟那2只野兽对峙。看到这个场面，白悠悠立刻就有了趁机逃跑的想法。他屏住呼吸，压下心里的恐惧，试探性的伸手想要挣脱蛇尾的钳制，却没能挣脱半分，反而是让大蛇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就那一眼，白悠悠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一双熟悉的异色瞳孔，虽看不清情绪，却完全表明了他的身份，那是鲁修。看惯了鲁修人形的白悠悠，这才想起鲁修的兽形是条巨蛇。白悠悠心虚地看了鲁修一眼，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面对鲁修。而兽形的鲁修只是看了一眼白悠悠，随后就用蛇尾小心翼翼地把白悠悠放到了另外一棵树上，接着就头也不回地对着那2只野兽愤怒地冲了出去。白悠悠这会儿也没心思想自己等会儿要怎么迎接鲁修的质问跟怒火了。他现在很担心鲁修会不会受伤。鲁修虽然很厉害，可那2只野兽看起来也很强的样子。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白悠悠目瞪口呆，突然觉得自己的担心真的很多余。只见鲁修先用蛇尾用力地对着一只野兽抽打了过去，只一个回合，那只野兽就被抽飞在地上吐鲜血，试探了几次都没能再爬起来。而另外一只野兽直接被鲁修快速缠绕咬了脖子，依旧没能坚持过第一回合。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2只凶残的野兽就这么被鲁修轻轻松松地解决了。白悠悠一直都知道鲁修很厉害，却没想到鲁修竟然这么厉害。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心里有些发怵，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承受鲁修的怒火。要是他现在跟鲁修认错，表示自己以后再也不逃跑了，来不来得及？更担心鲁修会不会因为生气就直接把他卖了，或者把他囚禁起来。白悠悠吓得脸都白了，看向鲁修的眼神里便多了一丝畏惧与躲闪。鲁修一回头就看到了白悠悠这个眼神，他缩了缩自己的大脑袋，将白悠悠从树上弄了下来，下一秒就变回了原形的模样。白悠悠全身僵硬的任由鲁修摆弄，却不敢抬头去看鲁修的表情，而鲁修却将白悠悠从头到尾的打量了一个遍，越看眉头皱的就越深，眼里闪过挫败的情绪，看上去很是难过。他闭了闭眼，眼下一切挫败的情绪，抬手摸了摸白悠悠挂着泪痕的脸颊，手都有些微微发抖。
天知道他刚刚看到白悠悠跟树一起往地上落的时候，他有多害怕。到现在他都还很后怕，要是自己再来晚一点点，他的小雌性可能就没有了。光是想想那个可能，他就有些想要发狂。看了看白悠悠还在冒血珠子的胳膊，鲁修声音微颤，闷声说道：对不起啊，悠悠，是我不好，现在才找到你，害你受了这么多苦。孩子等着鲁修的质问，想着要怎么承受鲁修怒火的白悠悠，一听到这话，整个人都懵了，惊愕地抬头看向鲁修，发现并没有他以为的气愤表情。鲁修的脸上眼里只有心疼和自责。白悠悠是真的有些懵啊，不明白鲁修为什么会是这个态度。他难道对他逃跑这件事一点都不在意，一点都不生气的吗？就算鲁修脾气好，真的不生气，那这自责是从何而来？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你都不生气的吗？鲁修听了这话，僵了僵，却很快掩饰了过去，摇了摇头，做出一副不解的模样，说道：我为什么要生气啊？是我没有跟悠悠说清楚这里不能来，害得悠悠迷了路，也是我没能及时找到悠悠，害得悠悠受了这么多苦和惊吓。我有什么资格生气？悠悠，你别生我的气，我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保证以后我会保护好你，你别不要我好不好啊？只要白悠悠不离开，他可以什么都不计较。他怎么也没想到鲁修竟然是这样想的，竟然丝毫没有怀疑过他是要逃跑，只以为他是不小心迷了路，甚至是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了他自己的身上。白悠悠以为自己应该高兴了，至少这样自己就不用承受鲁修的怒火了，可是并没有。听了鲁修这番话的白悠悠并没有感觉到半分的轻松，反而觉得心里闷闷的，异常难受。鲁修把他看得太重要，却把他自己的位置放得太卑微，这让他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鲁修的那一份纯粹的感情。更可笑的是，他竟然会觉得鲁修不懂得爱情，寻找伴侣只是为了生仔。像这种不管任何时候都把对方放在第一位的感情，即便不是爱情，也已经可贵到了超过了一切。即便是他曾经见过的最恩爱的情侣，也没谁能做到像鲁修这样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有捧给对方，只怕给对方少了一分，委屈了一分。白悠悠抿了抿唇，越想越觉得自己有些过分，眼泪珠子便也流了下来。在鲁修紧张的想要安慰的时候，白悠悠却直接扑进了鲁修的怀里。对不起，鲁修，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第一次被投怀送抱的鲁修惊喜地将人往怀里带了带，可当目光落到白悠悠身上的擦伤后，又小心翼翼地松开了一些。不管白悠悠现在说的话是不是为了哄他，他都当他说的是真的，以后不会乱跑了。没事的，悠悠，以后你去哪里我都陪你去，悠悠不用怕。说着将目光落到了那两只兽尸上，眼睛眯了眯，一把将白悠悠单手抱起，让白悠悠搂着自己的脖子，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拉着两只野兽的兽尾，直接拖着往回走。白悠悠一声不吭，搂着鲁修的脖子，将头靠在鲁修的肩膀上，任由鲁修抱着自己往回走。死里逃生的他只觉得安心。鲁修的速度很快，即便带着两兽一人，也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把白悠悠走来大半天的路程给走完了。一回到山洞，直接拿出放在山洞里的食人鱼胆，开始给白悠悠处理伤口。白悠悠此时都快疼麻了，虽然都只是擦伤，可是那疼痛感可一点儿也不轻。胆汁一碰到伤口，一股清凉感就压下了那种刺痛感。等鲁修擦完了他的胳膊，要来擦他的大腿的时候，白悠悠本能的有些退缩，可最终也没有阻止鲁修的动作，任由鲁修从小腿一路向上给他擦到了大腿内侧。当大腿被触碰到的时候，脸也变得滚烫，一路红到了脖颈处。虽然不知道系统给的这具身体到底有多少岁，但是白悠悠本人可是一个刚满18还未谈过恋爱的小厨，哪里能忍受得了这样的亲近？鲁修其实也不是很好过，面前坐着的是自己的小雌性，一副乖的不行，任由他欺负的模样，谁看了都得有点邪念。可他还只能忍着，先不说自己的小雌性还没有成年，就说这一身的伤在那里，只能忍着，努力做到目不斜视，咬牙让自己保持清醒。等给白悠悠的伤口全都上好药的时候，鲁修的后背已经出了一层细汗，两人同时松了一口气。最终这种古怪的气氛被咕噜噜一声响给打破了，
早些时候啊，他虽然有吃一些黑栗子，却因食物不多，没敢往饱了吃。这会儿明显是已经饿了，没见肚子都已经开始唱空城计了吗？鲁修被白悠悠肚子这声响给唤回了神。悠悠，你坐会儿，我去给你弄些吃的。白悠悠坐在已经睡了几晚的石床上，明明才离开了半天，可他却觉得恍如隔世。现在再看这里啊，只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哪里还有当初半点小逃离的感觉。白悠悠没有坐多久，就走出了山洞，看着坐在火边忙碌的鲁修，白悠悠的眼里不由得有了一丝温情。他觉得其实就这样跟着鲁修也不错，鲁修对他这么好，又没有强迫他马上给他生孩子，他其实完全可以试着接受鲁修，试着接受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总归不会比一个人艰难求生更差的。这是火狐狸的皮毛，这东西太难找了，我本想找它来送给你当结旅的信物，结果花的时间太长了些，害得你都走丢了。白悠悠顺着鲁修的视线看去，眼睛立马就亮了，只见一整块柔软的皮毛被平铺在地面上，在阳光下闪动着华丽的光泽。白悠悠只一眼就爱上了，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这样一块毛皮，特别是在这种很难看到艳丽颜色的世界。用手摸了摸，入手绵软光滑，要是做成衣服穿在身上，一定又美又舒服。鲁修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在这个世界，雄性跟雌性在确定结旅之前是要互送结旅信物的，等双方都满足后，就可以找到巫师为他们主持结旅，而没有巫师的部落兽人就需要自己对着兽神祷告，然后结成伴侣。等确定白悠悠对自己送的信物满意后，悠悠，我们既然已经交换了结旅信物，那什么时候结成伴侣啊？白悠悠正兴高采烈地摸着皮毛，想着要怎么应用这块皮毛做漂亮的衣服呢，冷不丁就被鲁修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先是愣了愣，等回过神后，刚刚还在庆幸鲁修没着急跟他生崽呢，这会儿报应就来了。白悠悠虽然已经认命了，可是让他马上就跟鲁修结成伴侣，他还是有些怕的。倒不是怕鲁修这个人，而是因为自己那天看到了鲁修的那个是吧？怕自己的这小身板受不住鲁修的折腾啊。看了看手里的漂亮皮毛，白悠悠眼神闪了闪。我也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年呢。这个世界的兽人寿命都挺长的，大部分都能活到130多岁，所以他们都是到了20岁才算成年。而雌性的成年是按照发情期来算的，什么时候发情期到了，那什么时候就算成年了。有的雌性在16、17岁就成年了，而有的雌性需要等到23、24岁才会成年，所以白悠悠还真的不能确定自己什么时候成年。鲁修听了这话却一点也不气馁，他现在只想把这个人定下，至于别的他可以等。我们可以先对着兽神祈祷许诺，完成结旅仪式。说着保证道。悠悠你放心啊，我可以对兽神起誓，在你成年之前我绝对不会跟你交配的，你先跟我结成伴侣好不好啊？白悠悠看着鲁修比自己还可怜巴巴的表情，只觉得有些没眼看啊，在心里暗骂鲁修不要脸，2米多的大汉竟然学人家撒娇卖萌，还装可怜。最后看了看手里的皮毛，白悠悠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虽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知道这一点头以后啊就没了后悔的机会，但是白悠悠这一刻确实是自己自愿的。鲁修一见白悠悠点头，整个人都精神了，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收起来过，对白悠悠也更加宝贝了，就怕自己一个没做好，白悠悠就会反悔。到了晚上，点起了一个比较大的火堆，然后在火堆面前放了一只处理过的野兽，一些野果，一些清水，最后才把白悠悠带到火堆面前，让白悠悠跟他一起跪在火堆前，一起跟兽神祷告，许下永不背叛的誓言，祈求兽神的赐福。白悠悠傻愣愣地跟着鲁修一起祷告祈福。等所谓的结旅仪式结束后，他都还有些没有回过神。我这算是下了？兽人结婚都这么仓促的吗？怎么感觉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最起码的拜天地都不需要的吗？鲁修可不知道白悠悠的吐槽，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惊讶，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很信奉兽神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一切都是兽神给的，凡是需要对兽神祷告许诺的事，都是严肃庄严不可亵渎的。而白悠悠以为的很仓促简单的仪式，其实在这个世界已经算很不错了，即便是那些大部落的兽人也做不到在结旅的时候拿出这么大一个野兽献给兽神。要知道啊，食物都是很珍贵的，
而在这个世界献给兽神的东西，那就是兽神的了，是不可以再取回来吃掉的。那些部落里的劫掠仪式能拿出这么大手笔的，大概也只有族长劫掠的时候了。鲁修带着白悠悠回到山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石床上的那2块大石头给扔了。他现在可是有伴侣的人了，虽然不能真的做点什么，但是亲亲抱抱应该还可以的。鲁修越想越美，忍不住就笑出了声，却没有注意到白悠悠看他那一眼难尽的表情。自从劫掠后，一到了晚上，白悠悠都是被鲁修搂着睡觉的。鲁修时不时的还会对着他占些小便宜。刚开始白悠悠还会有些紧张和羞耻，慢慢的在发现鲁修并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后，便放下了心来，默默在心里给自己催眠，把鲁修当成一只对着他撒欢的大狗子，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鲁修每次占完便宜就会难受好一会儿，白悠悠都不明白鲁修这到底是图啥呀，但是人家就是乐此不疲。如今白悠悠已经决定要跟鲁修在这个世界搭伙过日子了，那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就开始实施了。鲁修狩猎这几天他可没有闲着，自从学会织衣服后，再忍不了一身的兽皮装呢，闲下来给鲁修和自己织了好几件漂亮的衣服。家里的锅碗瓢盆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粗糙，因为鲁修晚上一闲着就老是缠他，白悠悠便给他找了一点事做，比如把石锅弄得薄一点，比如用比大腿还粗的竹子做几个竹碗，比如用树干挖几个大木盆之类的呀。然后白悠悠又用剩下的竹子做了几个简易的竹筐，用来分类一些杂物。然而光是这样白悠悠是不会满足的，他毕竟是个现代人，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尝试过舒适优越的生活，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自然不会甘心一辈子就这样住在山洞里，也很难忍受一辈子风餐露宿食物单一。可是一些计划现在还不是实施的时候，毕竟那是要入冬了，他跟鲁修2个人不可能马上就从无到有，但是一些口腹之欲还是可以先满足一下的。等鲁修准备的食物已经足够2人过冬以后，他便开始让鲁修带着他一起去外面，想要找更多的食材，改善2个人的生活质量。白悠悠首先想到的还是黑栗子，便跟着自己的记忆让鲁修陪他一起去多弄一些回来。来到黑栗子树下，鲁修，这就是肉汤里的黑栗子了，我们多带一些回去。应了一声就直接窜上了黑栗子树。白悠悠看了看鲁修爬树的速度，只觉得人与人之间真的没有可比性。等鲁修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地上已经落了很多的黑栗子，2人便快速往兽皮袋子里面装，不多时就装了满满一大袋子。悠悠，要不要再弄一些？再弄一袋吧，煮熟了晒干应该可以当零食吃。鲁修不知道零食是个什么东西，等装满2大袋子黑栗子的时候，鲁修跟白悠悠便开始往回走，只不过稍微偏了一些路线。白悠悠还是想再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别的吃食。鲁修，你有没有见过手指头那么长的红色果子，或者是其他的看起来像是能吃的东西？白悠悠觉得与其自己瞎碰，还不如在鲁修这里找找线索，毕竟鲁修可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就算不知道那些东西的用处，至少也见过吧。红色的果子倒是有一些，只是没有见过你说的那种。白悠悠闻言也不是特别的失望，毕竟都不是一个世界了，很多动植物自然也就不会是原来的模样了。那这附近有你说的那种果子吗？要是没有的话，以后外出遇到看上去可能可以吃的东西，能不能带回来给我看看？好的，以后我会注意。这附近你说的那种红色的果子好像没有，不过倒是有一种青色的。白悠悠一听这话，眼睛都亮了。辣椒不是红就是青，难道真让自己遇到了？一想到这个可能，快带我去，我要看看。鲁修低头看了看一脸急切的白悠悠，眼里全是无奈的笑意，一副拿你没办法的样子，将白悠悠抱在自己脖颈处骑好，下一刻就变成了蛇的模样，便快速的往目的地跑去。没过多久，鲁修就带着白悠悠来到了他说的那个果子所在地。白悠悠看着眼前鲁修所说的青色果子，咽了咽口水。这东西啊，跟白悠悠原本想的辣椒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他没看错的话，这东西更像是秋葵。秋葵是白悠悠比较喜欢吃的一种菜，那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好运。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摘了一个放在手里鉴定了一下。千尖角无毒可食用，无副作用。鲁修，这是秋葵，是一种特别好吃的蔬菜，我要全带回去，吃不完就晒干的入冬吃。只是这里的秋葵因为一直又没有人来采摘，
便有很大一片。就鲁修跟白悠悠2个人根本就要不了那么多，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便先只弄了1袋子，想着明天再来弄1袋子就差不多了。可就在鲁修跟白悠悠准备离开的时候，鲁修突然将白悠悠搂进怀里，扭头冷冷地看着一个方向，先发出了一声警告的嘶吼声，然后才冷冷地说道：谁在那里？出来！白悠悠见鲁修的反应也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往鲁修的怀里靠了靠。就在白悠悠以为人跑了，或者是鲁修感觉错了的时候，年轻兽人带着一个小兽人走了出来，看着鲁修的眼里满是戒备，可当视线落在白幽的身上时，却满是惊愕。他倒不是因为鲁修一个流浪兽人拥有雌性而惊愕，而是因为那雌性对鲁修的态度而惊愕。当感觉到因为自己看白悠悠的时间过长，那个强大的流浪兽人已经有了想要攻击自己的意图时，他连忙移开了视线。我是木一，这是我的弟弟木二，我们都是流浪兽人，并没有恶意的。你应该能感觉得到，这里是我的地盘，你们来此是要挑衅我吗？哦不，我不是有意带着弟弟闯入你地盘的，只是因为我弟弟还年幼，实力有限，狩猎的时候根本不能带上他。我们刚来到此地，感觉到你很强大，所以就想着在你的地盘边缘找个地方落脚，以求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鲁修闻言看了那个小兽人一眼，那个小兽人被鲁修的眼神吓得退后了一步，显然是有些怕生人。白悠悠注意到那小兽人的耳朵竟然还是兽类的模样，看上去就像是还没有变形完全，这也就是这个世界不祥兽人的象征。白悠悠虽然有些同情那个小兽人，但是自己都还需要鲁修保护，根本就没有立场去同情帮助别人，只是眼神里有了一丝不忍的神色。他的这一点点变化自然逃不过一直关注着他的鲁修，轻叹了一口气，对着那个年轻兽人说道：不许再靠近这里，否则我不会客气的。说完就变成兽形，带着白悠悠跟几个装满的兽皮袋子离开了。回到山洞后，开始处理自己带回来的黑栗子跟秋葵。白悠悠先把一些黑栗子弄到大石锅里煮熟，想着先熟了再晒干不会太硬，剩下的就直接跟秋葵一起平铺到火堆旁边，先试试能不能直接烤干。等一切做好了以后，白悠悠就煮了一点秋葵，想看看这个世界的秋葵味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同。而鲁修也没闲着，他已经开始挖另外一个山洞当厨房了，就挨着原来的山洞挖，到时候把两边的山洞打通，等入冬的时候就把原来的山洞给封了，做饭什么的直接就从通道过去。而新的山洞要做一个窗户，白悠悠教鲁修做了一个以前在乡下时爷爷家的那种灶台，用来做烟筒，这样油烟会少很多。双眼亮晶晶的朝着鲁修一顿猛夸，脸上全是崇拜惊叹之情，最后惹得鲁修没忍住抱着他一顿狂啃。白悠悠现在想想还觉得自己嘴唇有些发麻呢。就这样，两人分工明确，开始一起为过冬做准备。等秋葵煮好了以后，白悠悠先尝了尝，发现味道跟原来世界的一样后，便放心了。可等拿了一点给鲁修尝时，鲁修却直皱眉，表示他吃不了这个，感觉味道很怪。白悠悠也没强求，毕竟秋葵这个菜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等到了第二日，白悠悠又跟鲁修去了有秋葵的地方，准备再弄一袋就不弄了，毕竟就他一个人吃。这一次他们没有再遇到那两个流浪兽人了，但是白悠悠发现秋葵少了一些，想来是那两个人看到了他们的举动，猜到了这东西能吃，所以弄了一些走。不过白悠悠却不在意，他跟鲁修也弄不完这么大一片。等秋葵弄得差不多了，白悠悠就让鲁修带他去看别的可能能吃的果子或者是菜。一连走了2个地方，遇到的东西都是不能吃的。白悠悠稍微有些丧气，而今日的鉴定次数也只剩下1次了。就在白悠悠以为今天不会再有幸运之神眷顾他的时候，他的余光被一片绿色吸引了。就见地面上长着一些绿色的细长叶子，不过吸引白悠悠的并不是这些叶子，而是叶子下面露出来的那一小节红色的圆锥形动线。白悠悠眼睛微亮，吞咽了一下口水，蹲下身就用力往外拔了一根出来。鲁修，我们有可以储存的新鲜蔬菜了，这是胡萝卜，很甜，很好吃的。白悠悠真的很开心，在这个世界他还没有找到有甜味的东西，而他本人却很爱吃甜食。鲁修以前倒是给过他2个甜的果子，
可后来他问鲁修，鲁修说那个果子已经过了季节，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胡萝卜不但味道好，还含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还有很多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更何况还可以保存，他怎能不开心呢？哎，快，鲁修，我们把这些全都弄回去。鲁修的速度很快，没用多久就已经拔了一大片了。鲁修，行了，我们拿不了那么多，等把这些先装回去，其他的明儿再来吧。一回到山洞，白悠悠就迫不及待地将鲁修赶进了山洞，指着山洞最深处对鲁修说道：鲁修，在这里挖一个山洞吧。哦，你要做什么？做地窖啊。有了地窖，我们就可以储存一些新鲜可储存的新鲜蔬菜、水果之类的。以后我会发现更多的吃食，把你喂得饱饱的。行，我等悠悠喂饱我。白悠悠听了这话，开始还不觉得什么，可当抬头对上鲁修暗沉的视线时，脸唰一下就红了，狠狠瞪了鲁修一眼，只觉得鲁修真的是越来越坏了，一找到机会就调戏他。鲁修嘴上占了一点便宜，心里美得不行，只觉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他在有些事情上虽然有些愚钝，但是也明显感觉到白悠悠现在对他的态度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搞不清楚是为什么，便只能归结于是因为两人已经结成伴侣的原因。他便不得不多想，要是等白悠悠成年了，两人完成交配后，白悠悠对他是不是就会更加亲近了？越想他就越是心痒，可是奈何根本不知道白悠悠何时才能成年，他也只能忍着心痒等着。看了看面前的石壁，并开始挖白悠悠说的那个地窖。虽然不明白储存食物跟地窖有什么关系，但既然白悠悠都说了，他照着做就行了，反正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白悠悠出了山洞后，依旧觉得脸有些烫，深吸了几口气，让自己不要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了想，便决定做一道红烧肉给鲁修尝尝。有胡萝卜的甜味，就算没有糖，做出来的红烧肉应该也不会太差才对。想到就做。用来做厨房的那个山洞已经挖好了，灶台也用一些粘土跟石头做好了，只是现在时间还短，白悠悠还不敢用它做饭，所以他现在还是用的以前那个临时用石头堆积起来的灶台。白悠悠先拿了10几根胡萝卜到装水的石缸那里清洗干净，洗着洗着，白悠悠最终还是没忍住用了鉴定。毕竟不是一个世界了，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要是这东西只是长得像胡萝卜，其实是有毒的，那自己不就完了吗？反正这个鉴定机会不用也会没有，完全没有必要要省着。在心里默念了鉴定，红萝菜无毒可食用，无副作用。他决定以后要是再遇到什么其他的菜，只要是他认识的，他都会依旧用自己熟悉的名字。每次切肉，白悠悠都觉得自己好难啊，真的很想拥有一把菜刀，要是能有铁矿就好了。如果能找到铁矿，他就有机会炼出铁来做一把菜刀。白悠悠先把肉放到石锅里煮了煮，把里面的血水跟一些腥味给煮出来。没有姜蒜这些调味料，他只能先这样凑合。好在这种瘦肉比较有劲道，也比他前世吃的那些肉味美，勉强能够抵掉调味不足这一点。现在的石锅虽然薄了很多，可是做饭的时候依旧不是特别方便，因为没有把手，石锅又比较大比较重，他根本不能端起来。只是他用习惯了以前的炒锅，就会觉得有些不方便。石锅并没有铁锅那么结实耐用，烧得太烫再放东西很容易会裂开，所以每次做饭的时候他都不敢将石锅烧得太热。等油都化开了，他就把胡萝卜全都给倒了进去，然后放了一点盐。做完一切后的白悠悠把目光落到了装盐的竹筒上，因为最近有好多肉都需要腌制，虽然没用多少盐，可盐还是已经见底了。他倒是知道海里有盐，也知道有食盐，可是现在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只能跟鲁修一起出去换一些回来了。可是一想到鲁修的情况，他便有些担心外面的兽人会因为鲁修是流浪兽人就欺负鲁修的，更担心因为自己的存在连累了鲁修。即便鲁修很强，可是一拳难敌4手啊，上次只有几个人鲁修就受伤了，那下次要是来10几个20几个可怎么办？白悠悠越想心里就越沉重。可当视线落到平铺在地面的火仙草时，他的眼睛就是一亮，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办法，随便选了一些看上去已经晒得差不多的火仙草，就拿着回到了石锅旁。他接下来要做的东西并不需要太多的火仙草，所以他处理起来没花多少时间。
等火线草处理完了，锅里的红烧肉也焖煮的差不多了，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拿出勺子翻搅了一下，就准备叫鲁修出来吃饭。结果他一回头，悠悠，你在做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香啊？我在里面都闻到香味了。红烧肉啊，我做了很多，你今天可以多吃点。鲁修这几天都没有怎么吃东西，想给他做他也说不用。白悠悠虽然知道这是蛇类的习性，但是在问过鲁修，知道那些部落的蛇类兽人除了外出有事的时候，平时也是跟自己的雌性一起用餐的，因此他现在就很想让鲁修做一个正常的人，慢慢的改变鲁修的饮食习惯。等鲁修吃过后，便问道：怎么样，这个胡萝卜好吃吗？好吃啊，不过还是这个肉更好吃，被这样一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鲁修真的很惊喜，原本对这个胡萝卜并没有抱有什么希望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跟肉一起煮过后，肉都变得更好吃了。以后我会做更多的食物，每天都不重样的。只可惜你不是每天都进食的，有些食物你可能吃不到。悠悠吃完我可以帮悠悠吃掉。我以后做饭不会再多做了，毕竟食物这么珍贵，浪费了不好。那我以后跟悠悠一起吃饭行吗？每顿不用吃太多，一顿有3、4个碗就行。白悠悠见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忍着笑意点了点头。吃完饭，白悠悠就跟鲁修一起收拾了晾晒在外面的东西，然后将灶台上点火，把灶台烧一烧的同时，还可以熏一熏肉。等鲁修挖完好石窖来找白悠悠去看的时候，就看到白悠悠正拿着一个小东西在那里比划。悠悠，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过来坐下。白悠悠便拿起手里的东西，将鲁修那只红色眼睛给挡住了，然后在后面打了一个结。鲁修，这是我给你做的眼罩，以后你出去的时候可以戴上。鲁修，你怎么啦？怎么感觉你有些不开心？悠悠，你是不是嫌弃我呀？嫌弃我是一个不祥兽人？白悠悠听了这话有些懵。在这个世界，即便是身带残疾的兽人都比不祥兽人有地位，所以他想让鲁修化妆成独眼的样子，这样至少换颜的时候不会被针对。鲁修从小因为异瞳的原因受了太多的白眼跟薄带，自然会比较敏感。想到这里，白悠悠看向鲁修的眼神里有了一丝心疼，忍着羞涩便抬头轻轻亲了一下他那只拥有红色瞳孔的眼睛。悠悠，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不会啊，很漂亮，跟红宝石一样。他是真的觉得鲁修的异瞳很漂亮，有一种妖异的美感。那悠悠为什么还要给我做这个呀？我们快没有盐了，你不是说下一次的交换日快到了吗？到时候你带上这个，咱们一定能换更多的盐回来。我也想去看看，到时候你带上我好不好？鲁修很想拒绝，他怕让那些部落的兽人发现自己是不祥兽人后会抢走白悠悠。可当目光落到白悠悠那期盼的脸上时，他还是心软的点了点头。白悠悠见鲁修答应了下来，立刻高兴的抱着鲁修亲了一口，可等想要离开的时候，却被人反搂进了怀里。悠悠，你好像胖了一点点，可是你到底什么时候成年啊？对着鲁修翻了一个小白眼，心想，你不如直接问我什么时候发钱来的直接。脸上却露出了一个无辜的表情。不知道啊，可能还要1、2年。悠悠，等你成年了以后，你得补偿我。白悠悠真的很想堵住鲁修的嘴，就不能换个话题吗？他现在只求自己能晚一点成年，光看鲁修这饥渴的样子，他就已经有些怂了。再想想自己那日无意中看到的，他就更怂了。低下头，熟练的往鲁修怀里一缩，就当自己什么也没听见。低头看了看自己怀里的人，眼里全是满足的笑意。直到第2日才想起石窖来，发现比他要求的还要大一些，便让鲁修把带回来的胡萝卜全都给放了进去，又让鲁修把一些黑栗子也放了进去。至于秋葵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菜除了晒干没有别的储存办法，最后让鲁修制作出了一个木板门，而自己则是找了一些干草，编织了一个比洞口大一些的厚草席，这样有草席跟木板的双重保护，密封的效果应该不会太差。等做完这些后，白悠悠就算是闲了下来，因为鲁修要弄更多的柴火给他过冬，这几日就没法带他出去了。白悠悠闲着也是闲着，便开始给自己跟鲁修准备过冬的棉被跟衣服。没有棉花这些东西，但是好在鲁修给他弄了不少飞禽的羽毛，用来做被子足够了。用了整整1天才将一床被子缝好，接下来就要开始给自己做衣服了。白悠悠早就眼馋那块红色的狐狸皮了，现在终于空下来了，他自然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世界的狐狸比白悠悠以前知道的狐狸大太多。好在白悠悠的手工不错，布料只有1块，他也不敢乱来，直到觉得差不多了，才叫来鲁修，让他跟着他在兽皮反面画的线用石刀帮他切割开。他的力量太小，切兽皮真的挺费劲的。哎，悠悠，弄成小块不就坏了吗？还怎么做皮裙啊？等我做好你就知道了。哎呀，你先别问哦。老老实实的开始干活，等这件衣服做好的时候，已经是3天后了。怎么样，好不好看？鲁修看着一身火红的白悠悠，眼睛都直了，心脏位置又开始疯狂的跳动。在阳光下，女孩有着一头浓密的海草发，微微卷曲，薄薄的双唇如玫瑰花瓣，娇嫩欲滴，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清澈明亮的瞳孔此时正带着欢喜之意。鲁修从来没有见过比白悠悠更漂亮白净的小雌性。刚遇到白悠悠的时候，她浑身狼狈，脸色也不好，加上又特别瘦，看上去就跟个15、16岁的小雌性似的。可如今被她养了一段时间，看上去就跟快熟了的水蜜桃似的，让人等不及想摘下来尝尝。他以前在交换日的时候见过不少雌性，那些雌性跟雄性比起来，虽然也娇娇弱弱的，但是都没有白悠悠这么白，这么娇嫩。鲁修捏了捏自己的拳头，努力压下自己那蠢蠢欲动的欲望。很漂亮，悠悠最好看，穿什么都好看。他第一次见这种衣服，感觉比最繁荣的部落里的兽皮裙还要好看，特别是穿在白悠悠的身上就更好看了。她的小雌性果然是最漂亮，手最巧，脑袋最聪明的。你就会说好听的哄我，哼！说完便又风风火火地跑回山洞里面去了。看上去像是在赌气，可那轻快的步伐呀，却出卖了他的小开心。鲁修恋恋不舍地看着那红色的人影慢慢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嘴角微微勾起，低下头继续处理带回来的木柴。白悠悠回到山洞后，脸都还有些红。鲁修看他的视线太直白了些，他都觉得有些烫人。只顾着吐槽鲁修的白悠悠，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心脏处那不同往日的跳动速度，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像极了情窦初开的懵懂少女。他将视线落在了一块黑色的长毛兽皮上，觉得自己现在做衣服已经有些经验了，便想给鲁修也做一件大衣。转眼又过去了2天，鲁修就通知他入冬前最后一次交换日要到了，他们该出发了。鲁修，我们就这样走了，没人看家，不会被偷吗？鲁修闻言笑了笑，将一块足有几百斤的顽石推到了山洞口。以前被别的流浪兽人偷过，后来我跟着气味找去，把他们打了一顿，打到他们再也不敢为止。从那以后，我这片地就再也没有其他流浪兽人敢过来。那别的部落的人也不会来吗？不会。小心翼翼地看着白悠悠一眼。那些部落的兽人都觉得我们是不祥的，所以是不愿意与我们多接触了，更不会来我们的地盘。啊，那就好，这样我就不用担心食物被偷走了。说着看了看两手空空的鲁修，又问道：你不带东西吗？我们拿什么去交换盐啊？交换地不远处就有个地方可以狩猎，只是那里有种犀牛蟒的蛇很难缠，很喜欢攻击外来人员，所以很多兽人都不愿意去那个区域。白悠悠现在虽然不怎么怕鲁修的兽行了，但是对其他蛇类还是本能的畏惧。哎，悠悠别怕，我已经连续去了好几年了。我本来是蛇类兽人，那犀牛蟒不会主动攻击我的。
我只需要找到一只落单的，很快就能把它解决带走。而且我在那儿有个神秘山洞，那地方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所有没开枝的蛇类都不敢过去，即便是我在那里也会有一些不舒服。到时候你躲在那里不会有事的。原本听到有蟒蛇时，白悠悠还有些退缩，可听到了后面这话后，他立马来了兴趣。能被蛇类畏惧的东西，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硫磺了。硫磺可是个好东西啊，可以驱虫，外用还能止痒，对一些皮肤病也有用处，好像还有壮阳的功效。想到这里，白悠悠偷偷瞄了一眼站在自己旁边的鲁修，这功效绝对不能让鲁修知道，绝对不能。对了，蛇的交配时间是多久来着？白悠悠莫名其妙突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表情瞬间便凝固了下来。悠悠，你要是实在害怕的话，那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他有些尴尬地眨了眨眼。不用，我挺想去看下你说的那个山洞的。白悠悠看着眼前高大的男人，觉得自己的思想很有问题。鲁修虽然是蛇类兽人，但也是人呢。那里虽然惊人了些，但也只是一个呀，怎么可能跟真正的蛇类一样？再说了，他现在想这些是不是太早了？难道这就是那些女孩所说的青春期的躁动？哎呀，都怪鲁修把我带坏了，一定是他天天交配的，在我耳边念叨，这才让我变得那么爱胡思乱想。对，一定是这样。暗暗瞪了鲁修一眼，便直接扭头走了。留在原地的鲁修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自己这是又做了什么，惹到了白悠悠，快步追了上去，就一把将人抱了起来。啊！哎呀，你干嘛呀？我自己会走。悠悠，你确定吗？以悠悠的速度，等我们走到交换地的时候，交换日可能早就过了。还是我的兽形快一些。鲁修刚说完，然后就直接变成了兽形，就被蛇尾送到了蛇颈处坐好。紧接着，白悠悠便感觉自己在坐动车，周围的树木瞬间从眼前划过。没过多久，白悠悠就开始昏昏欲睡。一直有关注白悠悠的鲁修便稍稍放慢了一些速度，让白悠悠能睡得平稳一些。等白悠悠一觉醒来，才发现自己正被鲁修抱着，面前则是火堆，上面正烤着一只像羊一样的动物。白悠悠觉得有些尴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拖油瓶，不是吃啊就是睡，啥忙也帮不上，还得让鲁修照顾。鲁修可不知道白悠悠现在的想法，见白悠悠醒了，立马笑了起来。悠悠，你睡得可真香啊，我刚刚那么大的动静都没把你弄醒。啊，这个是嘟嘟兽，你别看它那么小，但味道特别好，这可是不多见的美味啊。我今天运气好遇到了它，刚好它还有一条腿受伤了，否则我还不一定能抓到它呢。不会吧，你速度那么快都抓不住它，那它得有多快啊？非常快，它的速度是我见过最快的，一般只能听到它的叫声，却看不到它的身影。我知道它好吃，还是因为一次狩猎时遇到它自己把自己夹在了山缝中，我才捡了个大便宜。它不会是速度太快没刹住车吧？可能是吧，反正我没听说过谁凭着自己的能力能抓到它。有幸吃过它都跟我差不多，不是遇到它陷入泥沼，就是把自己夹在山缝中，要么就是跟这只一样，不知道怎么弄伤了自己的腿。那它可不怎么聪明。就这么一会儿，嘟嘟兽的肉香味已经开始往外飘了。它为什么叫嘟嘟兽啊？速度这么快，怎么不叫个疾风兽之类的？可能是因为它老嘟嘟嘟嘟的叫吧。哦，这样啊。好香啊，什么时候才能吃啊？快了。鲁修刚回答了2个字，表情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搂着白悠悠的胳膊也紧了紧。怎么了？有其他兽人过来了。鲁修直直地望着一个方向，像是在等着什么，可是表情却很难看。见鲁修一副备战的样子，便有些担心，想了想便拿出了那个给鲁修做的眼罩，直接上手给鲁修戴好。下一刻，白悠悠的眼前就出现了5个兽人。他们几人出现后，最先看到的不是鲁修跟白悠悠，而是被架在火上烤的嘟嘟兽。最年轻的那个兽人咽了咽口水，明显是馋得不行，
等确定了是嘟嘟兽后，才抬眼朝着鲁修跟白悠悠看过来。当目光落到白悠悠的身上时，眼睛明显亮了一下，吞咽口水的动作也更加明显了一些，扭过头便直接把自己藏进了鲁修的怀里。你们有事儿？我是利益，这是我们熊氏部落的少族长叶师。我们少族长看上你们的嘟嘟兽，你最好是识相点，乖乖送上。我们少族长要是高兴了，说不定还能给你点好处呢。语气傲慢，态度随意，显然是没有把鲁修这样一个独眼的残疾兽人放在眼里。鲁修差点被气笑了，很想直接冲上去将这几个人打一顿，可当视线转到怀里的白悠悠后，眼神里便有了挣扎之意。而鲁修这个态度在那几个人的眼里就是怕了，对鲁修就更看不上眼了。这是我们的食物，凭什么给你们？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强盗？我看中的可不光是这只嘟嘟兽。叶师说着舔了舔唇，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白悠悠，满是贪婪之色。嘿嘿，除了这只嘟嘟兽，你这个小雌性我也要了。就他这种瞎了一只眼的残疾兽人，可不配拥有你这么漂亮的小雌性。叶师话音刚落，原本一直没什么动静的鲁修突然就变成了兽形，而原来被遮住的异色瞳孔也给露了出来。那几个人见到这一幕，先是一惊，随后便是一脸的嫌弃加憎恶。他竟然是个不祥兽人，这小雌性一定是他抢来的。你们给我一起上，杀了这个不祥的东西，把那个小雌性给我抢过来。而兽形的鲁修随后就用蛇尾小心翼翼地把白悠悠放到了一棵树上。鲁修，我们快跑吧，那个嘟嘟兽我们不要了，只要你跑，他们追不上你的。可鲁修却没有回答，便头也不回地向那几个兽人冲了过去。鲁修，你干什么？你回来！白悠悠一见鲁修那样，就知道鲁修这是动怒了。他不明白，刚刚明明还好好的，鲁修怎么突然就发这么大的火？那边可有5个年轻力壮的兽人，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部落的少族长。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能陪同在这种人身边的兽人绝对不是弱者。他现在就怕鲁修会因一时冲动吃亏，而鲁修此刻完全听不进去白悠悠的劝说。一双异色的树丛里冰冷一片，没有半分温度，只剩下杀意，冲着那几个兽人毫不留情地攻击了过去。那几个兽人没想到鲁修竟然说动手就动手，稍微惊讶了一下，便纷纷变成了兽形，将那个叫叶师的少族长给挡在了身后。几个人的兽形全是狮子，却比白悠悠见过的狮子大得多。看着被几人围攻的鲁修，白悠悠紧张的小心脏直跳，却紧闭着嘴，不敢再发出一点声音，就怕会影响到鲁修专心对敌。那几个兽人一看就是经常一起对敌，他们配合得很默契，鲁修一时无法突出重围。就在白悠悠紧张的都快忘记呼吸的时候，鲁修抓住一个机会，用蛇尾卷起一个没来得及防备的兽人，直接用力往他们少族长的位置扔去。那少族长根本就没有变成兽形，也丝毫没有把鲁修放在眼里，这会儿根本来不及躲闪。鲁修的力气极大，这要是被打实了，那少族长估计得在床上躺个把月才行。利益一见这个情况，完全顾不得与其他人的配合了，连忙去替叶师抵挡。虽然及时抵挡了，可伤害却都由他给承担了下来。一口鲜血喷出，再低头看看自己接住的伙伴，早已经人事不省了。而此时的鲁修却没有丝毫停留，认准这个机会，直接快速收割了剩下那2个兽人的性命。利益没想到鲁修竟然会直接杀人，惊骇地将叶师挡在自己的身后，愤怒道：你竟然敢杀我们雄狮部落的勇士，你就不怕我们雄狮部落追杀你？你们本就是想要杀我，凭什么觉得我会放了你们？不光是他们，你们也得死。利益听了这话，脸色就是一变，知道这回怕是惹麻烦了。没想到这个流浪兽人竟然会这么强，他死了倒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如果叶师今天死在这里，他留在部落里的亲人将不会有好日子过。而此时的叶师早就吓破了胆，他从小在这片地方横行霸道惯了，从来没有碰到过敢反抗他的，今天不但遇到了，还遇到了一个一言不合就要杀人的杀神。
你可要想清楚，我可是雄狮部落的少族长，你要是杀了我，我父亲会举全族之力灭杀你。你如果现在收手，我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哼，你以为我能活到这么大是靠运气吗？今日若是放了你们，我麻烦才会源源不断。叶师没想到，一闻到嘟嘟兽的香味，想来尝点吃时，却会遇到鲁修这样的煞星。他的视线突然转移到了坐在树上的白悠悠，下一刻他便直接化成兽形，对丽姨使了一个眼色。他这会儿才想起鲁修突然发狂的原因，好像就是他说要抢他的小雌性，只要把这个小雌性抓在手里当人质，到时候这个流浪兽人一定会投鼠忌器，然后便快速朝着白悠悠冲去。在叶师动作的时候，鲁修就发现了他的心思，眼里的杀意更加浓了，直接快速朝着叶师冲了过去。丽姨想要阻拦，这会儿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就拦不住。只听见砰的一声，叶师和丽姨两只大狮子就那样奄奄地趴在地上。你不能杀我，我是雄狮部落的少族长，如果我死了，我们整个雄狮部落都不会放过你的。他知道他大概是活不成了，却还想再做一下最后的挣扎。鲁修根本没有再与他多说废话的意思，只听砰砰几声响，来找事儿的5个人已经没了活口，而等他们咽气后，他们的身体都恢复成了人形的模样，习惯性的上前把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搜刮了一番，除了一点盐以外，就没有什么鲁修能看得上眼的东西了。做完一切，鲁修扭头看向坐在树上已经有些吓傻了的白悠悠。白悠悠对上鲁修此时的视线，心脏都漏跳了一拍，不是吓的，是被他身上那种气势所摄。即便鲁修很快就收回了那种杀伐之气，可白悠悠却把那一刻的鲁修刻印在了心里。鲁修看了看地上的尸体，再看了看脸色变幻不定的白悠悠，有些紧张，也有些害怕。他怕白悠悠看到他狠绝的一面后会怕他，会躲避他，更怕他会不要他。抿了抿唇，有些紧张地伸出双臂。悠悠，我会接住你的，你跳下来好不好？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祈求意味。他浑身紧绷，就等着白悠悠做选择。如果白悠悠因为这件事变得推拒他，甚至是再次想要远离他，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能确定，非常确定，他绝对不会放人离开，除非他死。月多情缘惊鸿一眼，才不语飞仙。一瞥间，荼蘼金鳞初见，心难自偏。风缠绕一枚碎云卷，梦蓝线，只眷恋，错把心思为情关难全。悠悠，我会接住你的，你跳下来好不好？鲁修话刚说完，他就直接从上面跳了下来，下一刻就落入了一个完全温暖的怀抱。鲁修将人搂进怀里，没有松手的意思。他本来已经做好了被惧怕、被厌恶的准备，却没想到怀里的这个人好像对他的凶恶一面毫不在意。他低下头蹭了蹭白悠悠毛茸茸的头顶。悠悠，你不怕我吗？不怕呀。他以为白悠悠其实是怕的，所以不敢跟他表现出来。悠悠，你别怕我，我不是喜欢杀人，我只是为了能活下去，我也只是不想失去你。白悠悠被鲁修的话从沉思中给拉了回来，知道鲁修大概是误会了什么。他其实早就应该知道，像鲁修这样的流浪兽人不可能会是一个无害的小白花，这个世界的生活环境以及他的流浪兽人身份都不会允许他纯良无害。而自己之所以到现在才看到鲁修这凶狠的一面，
完全是因为鲁修在自己面前收起了他所有的锋芒。我真的不怕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应该害怕才对啊，可是我就是不怕你，可能是因为你对我太好的原因吧。鲁修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回答，看着白悠悠那副认真的小模样，就有些手痒，捏了捏拳头，忍下心里的那一点痒意，眼神微闪，觉得现在是个坦白的好机会，便低着头，露出一副做错了事的心虚模样。悠悠，其实有件事情我骗了你。啊？什么事儿？我上次跟你说，我只是打伤了那几个攻击我的人，其实我是骗你的。鲁修说着，偷偷地打量了一下白悠悠的神色，见他没有要生气的样子，便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其实那次跟这次一样，我没有留活口，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我害怕会有人跟我抢你，更害怕你会嫌弃我是流浪兽人的身份，更愿意跟别的兽人去部落里生活，我怕我留不住你。鲁修不是为了哄白悠悠才这么说，他是真的怕。从第一次见到白悠悠开始，他就认定了白悠悠，可是他的身份让他自卑，让他沮丧，也让他惧怕。而白悠悠已经有了一次逃跑的行为，虽然他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但是他知道那次的白悠悠不是走丢，而是选择了逃跑，选择了从他的身边逃离。他很痛苦，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明明已经想尽了办法去对他好，他为什么依旧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明明在他出门的时候，白悠悠还送了他节旅信物，没有人知道那时的他多高兴，也没有人知道当他回来时，看到空空如也的山洞时有多难过。他有安慰自己白悠悠只是走丢了，可当找到一条河边，当看到地上的一些黄金果的残留物，当再也闻不到白悠悠的气息时，他知道他不能再自欺欺人了。白悠悠就是不愿意与他这个流浪兽人在一起生活。原本有想过找到白悠悠后，想直接强占了他，把他关起来，让他不能再有别的心思。可当找到人后，这些想法通通没有了。他下不了手，又放不了手，只能装傻，只能装成一副不知道他想离开的样子，希望能让他不害怕，让他降低警惕，让他可以继续留在他身边。可是他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他要把两人永远捆绑在一起，让白悠悠不会再动离开的想法。除了将人关起来，他只能想到劫旅。这个世界的人都信兽神，他相信白悠悠也是。只要是对兽神许下的承诺，没有谁会轻易背弃。好在白悠悠没有拒绝他，好在从那以后，白悠悠也没有再有要离开他的意思。白悠悠没有想到会听到这样的话，他抬起头，有些呆愣愣地看着眼前抱着自己的高大男人。他没有想到鲁修竟然一直这么没有安全感，听着鲁修类似于表白的话，他却没有半点害羞的感觉，反而心里还有些酸酸的，像是心疼，又像是别的，反正心里闷闷的，很不是滋味。白悠悠往鲁修的怀里靠了靠，想了想，最后说道：鲁修，你别乱想，我已经决定以后都跟着你了。我们不是已经对兽神许诺过誓言吗？要永远在一起的吗？鲁修等的就是这句话，如今终于等到了白悠悠对他的亲口承诺，他只觉得无比的踏实跟满足。下一刻，一个火热的吻就应了下来。我还有事要处理，这里不便久留，我们下次再亲亲。白悠悠只觉得鲁修好不要脸，怎么说的就是他多馋似的。鲁修可不知道白悠悠的吐槽，将视线转到地上的几具尸体上，只觉得这几人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们，他跟自己的小磁性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进展。可是即便如此，他们的尸体也不能留。给，优先吃点，这肉真的很好吃。等我把这几个人处理了，我们就离开这里。白悠悠看了看手里的腿肉，又看了看鲁修，眼睛闪过一丝坚定。
看向鲁修说道：“鲁修，其实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告诉你。”他有些好奇地看向白悠悠，正想问是什么事儿，就看到白悠悠原本手里的那条兽腿竟然突然就消失了。他不可置信地眨了眨眼，在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后，他看向白悠悠的眼神变得很震惊，他完全不能理解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悠悠，你这是有神力？白悠悠仔细观察了一下鲁修的表情，见他只是有些震惊和茫然，并没有恐惧，也没有把他当成异类，更没有贪婪的神色，心里便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应该是赌对了。不是神力，我刚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拥有了一个随身空间，可以储存东西，随意取用。说着将刚刚的大腿肉给取了出来。这个空间拥有保鲜功能，放进去的食物是什么样，取出来依旧是什么样，只是太小了些，最多只能塞进去2只嘟嘟兽的样子。悠悠，你一定是被兽神赐福过的人，兽神赐予了你独特的能力，你是比巫师还要了不起的存在。他真的很服气鲁修的脑补能力，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能有这个空间完全是系统给他的，跟那个什么兽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经历了穿越这么奇幻的事情，但是他却没有完全相信有兽神的存在，就跟他以前不信有佛主神仙一样。只是这就不能明说了，兽神毕竟是这个世界受人信奉的神明。白悠悠想了想，觉得自己好像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跟鲁修说系统他也听不明白，便心虚的点了点头。大概是吧，我没有见过兽神，所以不能肯定。从空间里面拿出几个黄金果交给了鲁修。喏，先把这里的气味都给掩盖掉，等处理完后我们就离开这里。哎呀，别磨蹭了，快点办事。鲁修听到这话傻笑2声，将手里剩下的嘟嘟兽肉全交给了白悠悠，看着他收进空间后，才转身便屁颠儿屁颠儿地干活去了，然后拿出黄金果几穗，将这里的气味全都隐藏了起来。等确定在这里找不到半点打斗痕迹，也闻不到任何气味后，悠悠，刚刚过来的时候我看到那边有条大河，我要把它们扔进去，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啊？得到白悠悠的同意，快速离开了。没多久，白悠悠的视线里便出现了一条大河，水流很急，是个毁尸灭迹的好地方。可是白悠悠却没有欣赏河流的心情，他的视线被离河边不远处的另一样东西完全吸引了，便直接朝着那边跑去。鲁修被白悠悠的动作弄得有些懵，将那几具尸体用力地扔进了奔腾的河流中央，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追着白悠悠去了。白悠悠来到自己的目的地，双眼亮晶晶地看着眼前的植物，心脏砰砰直跳。什么叫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是啊，如果他没有看错，这东西一定是他日思夜想的调料姜，上面散发出一丝丝生姜的清香味。他忍着紧张用力拔出了一颗，等下面的根茎被拔出后，刚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鲁修就走了过来，看着白悠悠手上的东西，眼皮就是一跳。哎，悠悠，你这是做什么？这脏兮的东西怎么能乱吃呢？我没有要现在吃啊，我只是闻闻。这可是好东西，你快来帮我多弄些。悠悠，这东西有什么用啊？这个呀，这个可是好东西。这个东西叫生姜，是做菜的必备调料，可以去腥提鲜。最重要的是，冬日的时候还可以用它煮姜汤驱寒，预防感冒发烧。找到生姜的白悠悠真的很开心。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药物，有了生姜，它除了能够满足口腹之欲之外，也有了一份其他的保障。悠悠，你以前的部落是什么样的呀？部落里的人都懂这么多吗？说着抿了抿唇，最终问出了那个他最不想也最害怕问的问题。你会想你的家人吗？白悠悠听到了这个问题，眼里闪过一丝难过的情绪。鲁修，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是我唯一的家人了。他现在只有鲁修了。悠悠，我们是家人，是唯一的家人吗？鲁修还是担心白悠悠有一天还是会背弃对兽神许下的诺言，因为这一切并不是白悠悠心甘情愿的，是他趁人之危诱哄了他。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们不是已经结成伴侣了吗？怎么，你想不认账？你要是不认呢，我……嘴唇就被鲁修凶猛地堵上了。鲁修吻的凶狠，侵略性很强，像是想要把白悠悠吞吃入腹。白悠悠有些招架不住，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直跳，像是要蹦出来一般，让白悠悠整个人都有些晕乎乎的，直到感觉到一只粗糙有力大手移到了不该放的地方，白悠悠才猛然惊醒，抬手用力抓住作乱的大手。他虽然已经接受了鲁修作为他未来的伴侣，可是他还没有做好那方面的心理准备。他本能的有些害怕，他刚刚只是一时动情，忘了自己的小雌性还没有成年的事儿，在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禁不住半点撩拨，亲了亲白悠悠有些红肿的嘴唇，表面上却露出一个讨好的笑。悠悠，你别生气，我真的没想做什么，我刚刚只是想摸摸你，真的没有别的意思。鲁修不解释还好些，这一解释，白悠悠的脸彻底红透了，不光是羞的，还有气的。谁他妈的只是想摸摸？这他妈难道不是21世纪的渣男语录吗？白悠悠不想再跟鲁修继续这个话题了，他脸皮薄，无法跟鲁修这种糙汉子相比，只瞪了鲁修一眼。便宜占够了，还不快干活？好，我是有干活。悠悠，你先歇着，这点事情我一会儿就干完了。白悠悠只觉得现在的鲁修狗腿的有些没眼看，想了想还是用系统鉴定了一下，毕竟这已经不是以前的世界了，万一遇到个以前的世界能吃的，这个世界却有毒，那就完了。鉴定：土姜无毒，可去风寒，发汗解表，温中止呕，温肺止咳。得到肯定的答案后，白悠悠松了一口气，上手的动作便更加快了些。活干完了，白悠悠也终于觉得饿了，就将空间里的所有嘟嘟瘦肉都拿了出来。鲁修，我吃不了这么多，有一条腿就够了，剩下的你都吃了吧。鲁修闻言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肉，发现竟然还是热的，可他却舍不得吃这肉，这嘟嘟瘦肉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他还是想留给白悠悠。悠悠，我这2日可以不进食，你把肉放在空间里，饿了就拿出来吃，很方便的，也不用担心放坏。指了指地上的姜，我的空间放不了那么多东西，这肉好占地方呀，你快点吃吧。说着便不再管鲁修，低下头一口咬在了瘦腿上。他没想到这肉竟然这么好吃，怪不得那几人会来抢，怪不得鲁修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给他留下来。他在原来的世界吃过不知道多少的美食，却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瘦肉，口感细腻柔滑，没有半分烤肉的老根柴，即便没有放什么调料，也没有半点腥味跟膻味。没多久，白悠悠就把一条腿给啃光了，也吃撑了。等抬头看向鲁修时，却发现他的手上还留着3条瘦腿。是不是很好吃啊？我也吃不了那么多，这3条腿放到你的空间里也占不了多少地方，你饿了还可以拿出来吃。白悠悠没有再说拒绝的话，被人在乎的感觉真的很好，让人着迷，让人贪恋。我吃撑了，不想走路，要抱。鲁修哪里见过白悠悠这副粘人撒娇的样子，鲁修二话没说，乐颠颠的直接将人抱起，然后快速朝着有犀牛蟒的方向走去。2个刚刚生出懵懂情愫的小夫妻，恩恩爱爱过着蜜里调油的日子，却不知道有一个部落的人因为丢了少族长，这会儿已经乱套了。给我找，我就不信了，那么几个大活人能说没就没了。我儿子要是找不回来，你们也就别回来了。他们又不是故意不给他找儿子，可是部落里的兽人却附近都找遍了，一点影子都没有。他们甚至怀疑叶师跟利伊几人是不是为了逞英雄去抓犀牛蟒了。食盐部落里的巫师想要犀牛蟒的蛇胆，便放出风声说入冬前一只犀牛蟒可以换5斤的盐。这个条件虽然很诱人，可是又有几个人敢去？那地方去了就是九死一生。如果叶师他们就凭那几个人就敢胆大包天的去抓犀牛蟒，那死了也是活该。叶雄也想到了这个可能，发完火后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好看多少。他在心里暗骂叶师是个蠢货，要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真的很想一脚把那个不成器的蠢货踹死。可兽人怀孕生子全靠运气，遇到契合的雌性3年抱俩，
遇到不契合的，3年都不一定能怀一胎。他有一个伴侣，还换回了几个雌性，后面更是仗着族长可以有多个择偶权，又在族中花手段抢了一个很会生的雌性做第2个伴侣。可到现在为止，除了第1个伴侣给他生了这个夜师之外，还没有别的子嗣，所以就惯着了些，却没想到把人给惯废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没救了，压根儿不像是能继承族长之位的样子。他便动了养孙子的主意，可这狗东西到现在为止也没能给他留下一个后人，人就这么不见了，他怎么能不急？叶雄很想不管叶师，可自己这么多年也没能再留下后代，只怕后面也难。如果再没有能站起来的后人，他这个族长之位只能便宜外人了，这是他不能忍的。你们准备一下，立刻去莽山看看。族长，你虽然是族长，但也不能为了一己私欲让部落的勇士去冒险。不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什么意思？顾杰冷笑一声，丝毫没有被叶雄的态度给吓到。他可是部落的第1勇士，下一任族长的首位人选，在族中人的眼里，那个所谓的少族长就是个笑话，可又因为叶氏的存在不得不忍。可虽然忍下来了，心里对叶雄却早就有了怨言。如果不是因为叶雄的基根太过稳固，他早就想反了。顾吉扭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其他人，见他们都是一副气愤的样子，心里便有了底，直接说道：族长既然问了，那我就直说了。族人当初之所以选你当族长，是信任你，觉得你能带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可如今你的做法却让我们有些失望。现在眼看就快要入冬了，我们族里的食物却并没有完全充足，而你却全然不顾，只急着找你那无所事事的儿子。如今甚至想让我们的勇士去莽山用命冒险，这让我们非常失望。叶雄早就知道族里的一些刚起来的小崽子对他已经开始不满，最主要的原因他也知道，可人都是自私的，他就叶氏一个儿子，自然会偏袒一些。哼，我有说让你们去找叶师吗？我们部落现在的盐可还不够，而现在一条犀牛蟒就可以换2罐盐，这可是以前都没有的好事儿啊！不急，你可是我们雄狮部落里新一代的第1勇士，你现在这样，难道是不想为部落分忧吗？一顶大帽子扣下来，直接把满身怒气的顾吉给弄懵了。他没想到叶雄会这么不要脸，仅仅为了他自己的一己私欲，就可以说出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他却不能反驳，在部落里，族长发布了对部落有利的任务，部落里的勇士是不可以拒绝的。如果拒绝，族长是可以将他们驱逐出去的，这是所有部落的铁律。想要反抗，除非能把族长拉下马，可是以他现在的根基，根本不可能。顾吉跟身边几个年轻兽人对视了几眼，最后只得咬牙低头。族长多虑了，我只是一时想差了。凡是对部落有利的事，我们作为部落的勇士，自然会尽力而为。哼，最好如此。说着对自己身边的一个中年兽人说道：阿丽，到时候由你带队跟他们一起去，该注意些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族长放心，阿丽明白。说完对着布吉他们说道：都回去收拾一下，一会儿部落出口集合。布吉脸色很难看，可此时的他还没成长起来，而上一辈的勇士都还在壮年，他如今根本就不能也无法跟他们对着干，最后只得咬牙点头，带着自己的兄弟离开了。不急，这族长明显是不拿兄弟们的性命当回事，我们叛出部落算了。布吉带着几人走了没多远，其中就有一个兽人说出了想要脱离部落的话。布吉闻言皱了皱眉，看向那人的眼神变得严厉。我们几个都是部落供其所生，是全部落养大的，除非部落抛弃了我们，否则即使是为了部落去死，也不可以做那忘恩负义的人。可是如今的族长，行了，如今的族长虽然有些昏庸，但却没有做太过分的事儿，这事儿不要再提了。说着便头也不回地先离开了，只留下几个满脸不服的年轻兽人。这几个小崽子翅膀硬了，心也野了，这样下去迟早都是祸患。那族长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能找到叶师，我便给他们一条活路；若是找不到，那他们也就不用回来了。叶雄可不愿意留下这种新起之秀，
特别还是在自己无后人可立起来的情况下。阿丽闻言，眼里闪过一丝错愕，他没想到现在的族长会这么狠。那些孩子毕竟是族里最优秀的一批后人，若都除掉了，那对族里来说可是一种重创。难道族长现在就一点不在乎部落的未来吗？阿丽，你可是与我一同长大的，你不会也想背叛我吧？族长放心，阿里知道该怎么做了。而此时的白悠悠跟鲁修已经到了蟒山。悠悠，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山洞，虽然小了点儿，但很隐秘，里面也没有任何虫子之类的，很安全。一到这里，白悠悠就闻到了很大一股硫磺的味道。鲁修，你快把石头弄开，我要进去看看。这个石洞外面看上去就很小一个口子，里面却挺宽敞的。一进到石洞里面，那浓烈刺鼻的硫磺味道便扑面而来，而白悠悠也不需要多找，入眼就是一片金黄色的固体硫磺。鲁修，快弄些下来装起来。鲁修对硫磺这个东西明显很嫌弃，而现在白悠悠竟然还想让他挖这个东西，他那样子明显是想要带走。因着以前白悠悠露出这种表情都是找到了吃的。悠悠，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不吃啊？他怎么就忘了鲁修可是蛇类兽人，虽然不会怕这硫磺，可应该也会本能的不喜，可他怎么就会想到自己是想吃的呢？你放心了，这不是吃的，我有别的用处。鲁修听了这话，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只要不吃就行，将能轻易掰动的固体硫磺给掰了下来。还没弄多少呢，白悠悠就说够了，这东西用来驱虫的，根本用不了多少。它的空间要是足够大的话，它可能还会多存一些。那悠悠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饿了就吃点毒兽肉，我会快些回来。那你小心点，别忘了我还在这里等你。放心，天黑之前我一定会回来的。在用石头堵山洞的时候，鲁修犹豫了一下，最终留下了一个能让白悠悠爬出去的小洞，只是用一块白悠悠也能推开的石头遮挡了一下。等鲁修走后，白悠悠看着鲁修给他留的生路。鲁修表面看上去大大咧咧，糙得不行，可是在面对他的时候却几乎做到了面面俱到。白悠悠觉得就算鲁修不懂爱情也没关系，他至少在鲁修的身上感受到了那种被全心全意爱护的感觉。鲁修此时只想快点找到犀牛蟒，免得让白悠悠等久了害怕。进入深处后，鲁修的脚步便顿了顿，他发现了其他兽人来过的痕迹，明显比以前多得多。人越多，白悠悠就越有可能被发现，即便那个地方对兽人的嗅觉有很大的限制，可万一遇到猎狗族的兽人，说不定就会发现白悠悠。鲁修越想越焦急，转身就想回到白悠悠身边，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巨大的犀牛蟒突然出现在了鲁修的视线中。想到所剩不多的盐，便忍住了离开的念头，只想着速战速决。下一刻，鲁修就变成了兽形，直接就朝着那条犀牛蟒冲击了过去。等鲁修扛着硕大一条巨蟒出现在山洞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半天了。想去山洞口推开石头，就感觉到了有人靠近。他眸光一冷，就看到7、8个强壮的年轻兽人被一个中年兽人带着往这边走。那边几个人也看到了鲁修，有几个年轻兽人的眼里已经有了贪婪的神色。那是个流浪兽人，能毅然击杀犀牛蟒，绝不是善茬，不要多事。布吉说的没错，贝子，你要多跟布吉学学，做事之前多动动脑子。我们虽然人多，却没有把握能全身而退。要是这流浪兽人拼命抵抗，到时候带上你们几个同归于尽，可就不划算了。这几个人正是雄狮部落里那几个人。布吉看了鲁修几眼，前面那位，你的犀牛蟒换不换？鲁修听了这话，眯了眯眼，他一眼就看出这几人跟夜狮那几人属于同族。你想拿什么换？我们雄狮部落愿意用3只巨齿虎换你这只犀牛蟒，你看如何？按照以前的行情，一只巨齿虎可以换将近半罐的盐，而一只犀牛蟒也只能换大半罐的样子。可这人竟然愿意用3只来换。鲁修可不是那种只长肌肉不长脑子的兽人，他只需要想一想蟒山的异常情况，跟布吉异常大方的举动，大概就能猜到外面应该有人在高价收犀牛蟒。哼，
你莫不是拿我当傻子？如今的犀牛蟒可不值这个数。不及听了这话，只以为鲁修知道了外面的事，也不气馁。哎，你莫要生气嘛，我也没让你吃什么亏啊。你一个流浪兽人也用不了那么多盐，狩猎不就是为了能储存粮食过冬吗？你们流浪兽人在外面与人兑换，可都是被对半砍的，我这还算是有诚意的了。不换。你一个流浪兽人竟然如此不识好歹，我们雄狮部落没有强抢，就算是心善了，竟然这么不识趣，惹怒了我们，你信不信我们直接用抢的？你们可以试试。试试就试试，老子怕你不成？黑子，你安分点。你别误会，我这兄弟性子急了点，既然你不愿意换，那就算了，我们这就离开。阿丽见这几人完全没有把自己当领队的样子，也不生气。他知道这几人因叶雄的缘故，对他也没了以前的尊重，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想了想，便对鲁修说道：小兄弟，你在这莽山可有遇到过我们的同族啊？鲁修闻言眼神暗了暗，虽然不知道这几人为什么找人会找到这里来，但是他明白，他只要露出一点蛛丝马迹，他的麻烦就来了。他最讨厌的就是麻烦。刚来，没见过其他人。阿丽有仔细看鲁修的反应，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妥，就点了点头，转身跟上了布吉等人。布吉，那流浪兽人就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要是抢了他的犀牛蟒，我们就不用再冒险进蟒山深处了。布吉见黑子还在耿耿于怀，抬眼扫视了一下其他人，见他们也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便叹气说道：你们就感觉不到他身上那股血气吗？这是长期厮杀磨练出来的。就人家能单独一个人击杀犀牛蟒这一点，我就问你们见没见过？你们觉得去猎杀犀牛蟒是冒险了，那为什么就认为自己能对付可以单独击杀犀牛蟒的兽人呢？一个个闭上了嘴巴，不再搭话，却没有注意到阿丽这一路都没怎么搭话，说是领队却没有对他们下达任何命令，反而是一副纠结犹豫的表情。而细心的布吉早就发现了，却没有多问，只是用余光时不时地打量一下阿丽。等确定这些人都走远了以后，鲁修才转身往山洞口走。洞口刚打开，白悠悠就扑进了鲁修的怀里。鲁修，刚刚那些人是不是来找那个什么少族长的呀？我刚刚都快要吓死了。被投怀送抱的感觉非常好，鲁修将人往怀里搂紧了些。悠悠，你怕什么？有我在呢。哼，你虽然厉害，但是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刚刚那些人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你要是对上了，也很难全身而退啊，到时候受伤了，有你疼的。鲁修听了这话，知道白悠悠是在担心他，让他觉得心里甜甜的。那几个人一看就是好手，特别是那个想跟他换犀牛蟒的兽人，身上的气势非常强，这种气势只有经常战斗才能养出来。可即便如此，他也不会胆怯，他有信心能让对方在自己面前倒下，但是他却不敢这么跟白悠悠讲，怕吓着他。嘿嘿，放心啊，这不是没事吗？走吧，我们的运气不错，看刚刚那些人的意思，这犀牛蟒应该是可以换不少盐。白悠悠也听到了刚刚那些话，自然也猜到了一些，不过还是先让鲁修把眼罩给戴上了，又给自己的小脸涂抹了一些灰，免得徒增麻烦。忍着笑意，带着白悠悠来到了犀牛蟒的尸体前。白悠悠瞪了一眼还在憋笑的鲁修，便转头打量了一下眼前这条犀牛蟒，就发现它跟鲁修的兽形差不多大。白悠悠虽然怕蛇，但对死了的蛇却没有多少畏惧。鲁修，能拔几片蛇鳞吗？要最坚硬的位置。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伸手用力拔下了几片蛇鳞，然后交给了白悠悠。悠悠要这个东西做什么呀？石刀一点都不好用，把这个磨一磨，切肉应该比石刀利索些。这犀牛蟒之所以难对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鳞片太过坚硬，不好打破它的防御。特别是它7寸这个致命的位置，那鳞片真的是坚硬如铁，完全刺不破。悠悠果真聪明，什么东西到了你的手里都能有更好的作用。把几片蛇鳞全都收进了空间，
好啦，别拍马屁了，赶紧办完事好回家了。好在鲁修的速度够快，终于在天黑前到达了交换地。鲁修跟白悠悠刚出现在交换地，就引起了很多兽人的注意。很少有兽人会带自己的雌性出来，而鲁修这个独眼的残疾兽人带着雌性出来就算了，手里竟然还拖着一条巨大的犀牛蟒。试问这怎么看怎么怪异。白悠悠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所谓的交换地，发现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任何正经的摊位，有要交换的东西就直接往地上一扔，等着看上的人来换。白悠悠看到这个景象有些失望，在感觉到有很多人在打量他们之后就有些紧张。鲁修，这些人老看我们做什么？鲁修自然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哎，不用怕，没事的。交换地每年都有不同的部落维持秩序，不会有人敢明抢的。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兽人走到了白悠悠跟鲁修的面前。我们是食盐部落的人，你带来了犀牛蟒，那这2罐盐就是你的了。丝毫没有犹豫，食盐部落的人拿过犀牛蟒便直接拖着走了。白悠悠傻乎乎地看着他们就这样完成了交易。应该是食盐部落的人在高价收犀牛蟒，所以才会有人往蟒山跑。毕竟这可是2罐盐啊。白悠悠还是不能理解，不就是2罐盐吗？看上去只有5斤的样子，至于连性命都赌上吗？白悠悠哪里知道这个世界的盐有多难得。平时一户部落的族人一个冬日最多能分到半斤的盐，那还是得比较好的年景。要是遇到了灾年，那整个部落说不定都没有几斤盐。想要补充盐分，只有等族长组织部落的人把盐兑水后，一人喝上几口，直接接过盐，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鲁修将白悠悠带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让白悠悠把盐装进了空间里，问道：悠悠，你想不想去逛一逛？你要是想看什么喜欢的东西，我可以狩猎给你换。白悠悠自然是想逛逛的，可又不想让鲁修再去蟒山，怕再遇到雄狮部落的人。想了想，便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些胡萝卜，对鲁修说道：喏，我这个胡萝卜在这里也算是新鲜玩意了，说不定还能换点不一样的东西呢。便接过装胡萝卜的袋子，拉着白悠悠再次走进了交易地。白悠悠一边走一边看，发现这些人用来交换的东西非常单一，大部分都是一些兽类的皮毛和一些整个的野兽，偶尔能看到一些用树木或者用石头做的物品，东西都很粗糙，白悠悠根本就看不上。又走了一会儿，白悠悠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直直地望着一个方向。这个地方是用来售卖雌性与奴隶的，有的时候一些部落会因为利益开战，输掉的部落兽人活下来就是这个下场。白悠悠不用鲁修解释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毕竟他曾经差一点就成了里面的一员，像个货物一般随意让人挑选的那些雌性。白悠悠的眼里闪过了一些后怕，只差一点点，他就成了他们其中的一员了。虽然有些同情他们的遭遇，可他的能力太有限，无法帮到他们。我们换个方向去另外一边看看吧。等又走了一会儿，白悠悠竟然看到一个地方在卖花环类的饰品，远远看上去整个摊位花花绿绿的，跟别的摊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哎，鲁修，那是做什么的？那是一些雌性兽人做的小东西，用来换一些吃食。会有人换？白悠悠觉得有些奇怪，就那些随处可见的野花，他自己就能做各种花环，难道还会有人愿意来换？有啊，有一些雄性兽人为了讨好雌性，就会换一些这类的小东西拿回去。不管在什么年代什么世界，这雄性生物求偶的方式总是这么千篇一律。两人说着就已经来到了那个摊位前。这位小雌性是想换点什么？我随便看看。便开始打量这里各种花花绿绿的东西，看了一圈觉得没啥稀奇的，刚想拉着鲁秀离开，视线就被一串红色的东西吸引了。能把那个东西拿来给我看看吗？自然可以。喏，小雌性眼光不错呀，这可是我们才发现的东西，红红的很好看，以前可是没有的。白悠悠接过那串红色的东西，越看眼睛就越亮，
拿到鼻尖闻了闻，便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这东西啊，好看是挺好看的，只可惜没有鲜花的香味，反而有些刺鼻呛人。他要是没看错，这可是他心心念念的辣椒啊！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在心里默念：鉴定，弯月胶无毒可食用，注：多食易上火，易腹痛。这个东西你还有多少？还有几串。喏，小磁性，这些你要是都要的话，用2斤瘦肉来换就行。白悠悠听了这话有些尴尬，2斤肉确实不多，可他现在只有嘟嘟瘦的肉，还是烤熟了的，而且他也舍不得。我们的肉已经换完了，不过我有其他可以吃的东西，味道很好，保证你没有吃过。生吃、煮熟吃都可以，你先尝尝。那中年雌性闻言有些好奇，就先咬了一点点，感觉到了一丝丝甜味后，眼睛就亮了亮，全都放进了嘴里，咬得嘎嘣嘎嘣脆。怎么样？换吗？换，7个这个果子，这些红串串就都给你。在要离开的时候，那个中年雌性问他胡萝卜在哪里找到的，他自然不会说实话，不是为了藏私，而是因为那里离他跟鲁修的家太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就将人打发了，高高兴兴的拿着辣椒串跟着鲁修离开了。悠悠，这是什么东西啊？看把你高兴的。我当然高兴了。白悠悠见四下无人，便将辣椒全都给收了起来。这是辣椒，一种蔬菜，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不过这里就这么点，我只能让你尝尝味道其他的得留着做种子。鲁修听得云里雾里的，但有一点还是听懂了，那就是他只能尝一点点味道。白悠悠又跟着鲁修随意的逛了逛，又用胡萝卜跟其他雌性换了一些果子跟野菜，就没有再看到什么可以食用的东西了。而且他带的胡萝卜已经用完了，就算有想换的，也没有东西跟人换。他也不想让鲁修再去莽山了。不过白悠悠已经很满足了，他这回换了2种果子，一种是青色的，有点像梨枝，被这里的人称为青果，还有一种紫色，被这里的人称为紫果。剩下的一些野菜就通通被称为野菜，并且没有分类，全都放在一起，看上去应该有3、4种。白悠悠今日还有2次鉴定机会，就随意鉴定了2种，想着自己以后在外面可能会遇到，至于其他的等过了今日再鉴定。鉴定：波波菜无毒可食用，一叶青无毒可食用，根茎可入药，有退热的作用。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好运，换个菜还能找到退烧的药材，这可是救命的宝贝。悠悠，还要再逛一逛吗？不了，我们回去吧。鲁修刚想变成兽形带白悠悠回家，就感觉到有人在不怀好意的窥视他们，伸手将白悠悠带到了自己的怀里，视线冷冷的看着一个方向。小子，耳朵挺灵啊，不想死就给我滚！嘿嘿，一个独眼还好大放厥词。嘿嘿，你个残疾兽人竟然也敢带着小雌性单独出来，这不就是在给我们兄弟几人送伴侣吗？我们要是不笑纳了，怎么对得起一片心意？哈哈，兄弟几个，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大哥说的没错，你这不就是给我们兄弟几个送伴侣吗？对对对，正好就要入冬了，我们兄弟几个正缺一个暖床的。留下小雌性，你自己离开，我们给你一条活路。白悠悠听了这些污言秽语，气得小脸涨红，别过头往鲁修的怀里躲了躲。鲁修低头看了白悠悠一眼，等再抬眼看向对面的人时，眼里刚刚那点温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便直接化为兽形，用蛇尾把白悠悠送到一个大石后面。哼，既然你们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他竟然是不祥兽人，真无耻，竟然掩盖身份跑去诱骗小雌性。这些不祥兽人才不会相信会有雌性自愿跟着不祥兽人，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只能是鲁修欺骗了那个小雌性。鲁修才不会跟这些想抢他小雌性的兽人多说废话，上去就是一个蛇尾猛攻。那几个不祥兽人见此立刻也化成了兽形，一起对着鲁修围攻了上去。刚开始那几个人还能伤到一点鲁修，可越到后面他们就越心惊，鲁修的耐力太强，竟然越战越勇，他们渐渐开始有些不敌。
知道自己这回大概是贴到铁板了。可是，一想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落单在外的雌性，还是不怎么愿意放手。兄弟，我们都是不想受人，何必自相残杀？你加入我们，那个小雌性，我们共享如何？鲁修听了这话都被气笑了，都死到临头了，竟然还在打他伴侣的主意，可真是勇气可嘉。攻击越来越狠，只想快速解决这几个人，好早些带白悠悠回家。很快的，一个狼类兽人被鲁修击中了脑袋，没了声息。剩下的几个不祥兽人看到这一幕，被吓破了胆。兄弟，算我们有眼无珠，你就此收手，我们兄弟几人立刻离开，以后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看如何？收手？哼，给过你们机会了，奈何你们非要找死，我怎么能不成全你们呢？打到后面，几人连连求饶，可鲁修却没有丝毫要留手放过他们的意思。直到几人通通倒地没了声息，鲁修才变回人形，转身往白悠悠躲藏的地方走去。鲁修，你疼不疼啊？抬眼扫去，鲁修身上全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抓痕，甚至还有2个咬痕。鲁修本来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就跟感觉不到痛似的。他也确实不觉得这点伤有什么，他们兽人的恢复能力都很强，只要不伤筋动骨，这点皮肉伤很快就能好。可当意识到白悠悠在心疼他时，他眼神闪了闪，立刻皱起眉头，露出一副难受的表情。挺疼的，悠悠给我吹一吹好不好？白悠悠一直拿鲁修当那种没有心机的糙汉子，哪里会想到鲁修会跟他耍心眼儿。一听鲁修这话，连忙从空间里拿出了几个食人鱼的苦胆，就想给鲁修上药。鲁修只是想让白悠悠主动跟他亲近一些，见白悠悠越哭越伤心，就有些慌了。哎，悠悠别哭了，我一点都不疼，康康只是逗一逗你。这里不能久留，我们得先行离开这里。等白悠悠觉得离开的已经够远了后，就不愿意再走了，非要鲁修把他放下来，让鲁修先上了药才行。鲁修虽然觉得没有必要，但是被人关心在乎的感觉真的很好。刚一擦到伤口上，鲁修就感觉到了一股清凉的感觉，把原先的刺痛感给掩盖了下去。可这还没完，直接嘟起小嘴把上过药的地方吹一吹，想着这样鲁修可能会好受些。鲁修哪里会想到白悠悠会有这个动作，只觉得被白悠悠吹过的地方虽然不疼了，却开始痒了起来。他别开视线，让自己不要多看，不要多想，结果一个不注意，白悠悠直接在他的肩头吹了一口气，那口气轻飘飘扫过鲁修的脖颈跟耳廓，留下一片涟漪，弄得鲁修不受控制打了一个颤。我弄疼你了吗？我后面小心点儿。说着一抬头就对上了鲁修暗沉的眼眸。白悠悠本能的觉得有些危险，可刚后退就被鲁修一把拉进了怀里，下一刻一个火热的吻就落了下来。等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时，他整个人都凌乱了，不明白鲁修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发情了？难道是这药有什么副作用？可不应该呀，要是有副作用，系统不可能不显示啊。鲁修明显已经有些失控，手已经开始不老实了。自己的力气在鲁修那里根本不够看的，而且因为鲁修身上有伤，他也不怎么敢乱动，就怕碰到了鲁修的伤口。可要是继续这样下去，他担心自己会在这里被鲁修给吃了。第一次就野战，白悠悠光想想就觉得难堪。她是个保守的女孩，前18年连男人的手都没有牵过，真的顶受不住这种刺激啊。好在这个时候，一只飞禽从头顶的树间飞过，弄出了一点声响，把已经有些失控的鲁修惊醒了。他松开白悠悠已经被吻得有些红肿的唇，眼神里带着一丝狼狈。悠悠，你莫要撩拨我，你还没有到发情期，我们还不能。白悠悠本来还想控诉鲁修的轻薄行为，却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口，反而被鲁修来了一个倒打一耙，他都被惊呆了。我什么时候撩拨你了？你莫要倒打一耙！悠悠，刚刚为什么要对着我的敏感处吹气啊？难道不是在求欢吗？要是承认了是自己没忍住受孕，以后的石床上可能就会多几块大石头，装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幽怨地看了一眼白悠悠，那眼神就像是在看负心汉。我什么时候？白悠悠很想说自己没有，可当视线落到鲁修的肩膀上时，就想起了鲁修刚刚的变化，跟自己那时候的举动，他的脸瞬间变红。我不是，我没有啊！
我刚刚只是我只是想给你吹吹伤口，我没想那样的。鲁修被白悠悠这急着想解释的样子逗得想笑，在心里暗骂自己不要脸，欺负单纯的小雌性，可却没有半点要悔过的意思，反而做出一副大方的样子。啊，悠悠不必解释，你就是想也没有关系，我们是伴侣，你想什么都可以，只是你现在交配会伤身体，还是等以后再说吧。啊！白悠悠都被弄懵了，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自己被占了便宜，可现在怎么像是他很饥渴似的，本能的觉得有哪里不对，可抬头一看，鲁修那憨厚的样子，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咬了咬牙，低着头羞耻的说道：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却没看到鲁修脸上那一闪而逝的笑容。等鲁修带着白悠悠回到石洞，已经是3天后的事情了。这几日两人除了赶路以外，也有了别的收获。回到家的白悠悠显得很开心，她把自己带回来的新鲜东西全都拿了出来。她空间很小，里面只放了一些兑换的野菜水果，跟她找到的生姜，而鲁修手里可提着2大兽皮袋子的东西，而里面装的全是回来时白悠悠无意中发现的红薯。那里的红薯很多，只可惜啊，鲁修带着白悠悠根本拿不了太多。白悠悠跟鲁修入冬的吃食已经足够，便也没有强求，只是让鲁修记住那个地方，等明年说不定还能去那里挖些。他虽然已经决定了要自己开荒种地，但是有现成的自然不会放过。这几日的鉴定次数差不多都用在了兑换的那一堆野菜上，只可惜除了那个一夜青之外，他再也没有遇到过有药用价值的野菜。不过他也很满足了，这一次出去不但换到了盐，还找到了姜跟辣椒，还认识了很多种野菜，最主要的是还找到了产量极高的红薯。白悠悠似乎已经看到了一大片红薯地在冲着他招手了，这可是能当主食的存在，烤红薯还那么香甜，他怎么可能不开心啊？鲁修见白悠悠从回来开始就在那里捣鼓带回来的东西，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多余的分给他，就有些不乐意了。哎，悠悠，你不休息一下吗？这段时间风餐露宿的，你也都没怎么休息好。白悠悠听了这话有些尴尬，他这几日可真没觉得自己有多吃苦，天天都跟长在鲁修身上似的，路都没走几步，瞌睡来了倒头就睡，哪里就没休息好了？反而是鲁修一直要赶路，要休息也应该是鲁修去休息才对。你帮我把这些红薯跟姜都放进石窖里面去储存吧，我们吃了晚饭再休息。悠悠，你多做一点啊，我都馋了。我知道啦。白悠悠好笑的摇摇头，便开始准备食材，拿了3个红薯出来，想着一会儿做完饭把红薯放火堆里烤着，当饭后的甜点。他说过要让鲁修尝尝辣椒的味道，自然不会食言，只是辣椒不多，他还要留种，只取下几个用来添味儿。现在的厨房已经可以用了，那里有专门处理食材的位置。他从石壁上取下了2块瘦肉，然后从空间里拿出稀溜莽的蛇鳞，正切着肉呢。这个我来就行。直接让出了位置，让鲁修切肉。鲁修就走过来接过了白悠悠手上的活儿，自己则是跑去清洗那些青菜去了。白悠悠决定，除非遇到他认识并且能种植的菜，否则以后凡是野菜通通被称为青菜。这些青菜呀，他不打算炒了吃，因为没有多少，就算全炒了也不够鲁修一个人吃的，还不如烧汤喝，这样还能多喝几碗，而且青菜汤也挺好喝的。等白悠悠把菜洗干净，鲁修的肉也切好了，一共有2个灶门跟石锅，可以一边炒菜一边煮汤。白悠悠让鲁修帮忙烧火，他则开始做菜。等油化开，白悠悠把切好的姜片跟辣椒倒入锅里炒味儿的时候，从没闻过这个味儿的鲁修被呛得直咳嗽。悠悠，这个东西好厉害呀，你是不是认错了？这哪里像是吃的呀，怕不是有毒？那一会儿你别吃，这东西就是这个味道。哎呀，你别拉着我，一会儿焦了我跟你没完。暗自决定，一会儿那东西就算再难吃，他也得捏着鼻子说好吃，绝对不会让白悠悠感到扫兴。白悠悠已经把肉给倒进去翻炒了，随着白悠悠的翻炒，一股霸道的香味扑面而来，让鲁修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悠悠，这怎么突然就变味儿了呀？刚刚还刺鼻呛人的不行，现在虽然也还有些呛人，可那股味道却很上头啊！是不是很香，很想吃啊？很香。鲁修老实的点头，他确实没有闻到过这么霸道的香味。白悠悠看着鲁修那个样子，竟然觉得这5大3粗的糙汉子有些可爱。他笑着抿了抿唇，说道：“那还不去烧火？”哦。这个时候，另一边的汤水已经煮开了。白悠悠把准备好的菜倒了进去，
又往里面放了一点盐。哦，可以了，不用加柴了。两个人一人掌勺，一人烧火，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新婚小夫妻。饭很快就做好的，鲁修就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悠悠，哇，这什么味道呀？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过，也没有听过。哇，嘴里好像有火烧，却很过瘾哎。这是辣味啊，怎么样？是不是特别过瘾？这个特别过瘾，这个要是入冬以后吃，那一定更爽。辣椒太少了，剩下的我要留种，明年种起来，以后才能一直有辣椒吃。鲁修听了这话，有些不理解，疑惑问道：悠悠说种起来是什么意思呀？这个世界的兽人都还没有耕种的意识，完全靠狩猎跟找一些野菜为生。白悠悠也正想跟鲁修商量这件事儿。白悠悠有仔细看过山洞附近的地，几乎全是树木丛林，根本无法开垦，所以以后要种地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能住了。可这毕竟是鲁修的家，他不知道鲁修会不会介意，便把自己的想法跟种地的理念全部都跟鲁修说了一遍，并且表示自己以后想盖个房子，不想再一直住在这种不通风还阴暗的山洞里，并且对白悠悠说的种地也有些感兴趣。一想到白悠悠说的种下去一点点就能长出很多，他就有些期待。至于白悠悠担心的搬家问题，则是鲁修最不放在心上的。他一个流浪兽人有什么家？如今小雌性就是他的家，只要小雌性还跟着他，他去哪里都行。得到鲁修肯定的答复后，白悠悠很是开心，心里松了一口气。吃了辣椒，喝点青菜汤去火。这汤里没有半点野菜的苦味，反而有些清香和一种特殊的味道。没一会儿就把一碗汤给喝完了。这一顿饭鲁修吃得很饱满，很满足。本来以为今天就这样了，没想到又递给他2个大的烤红薯，就跟哄小孩似的。鲁修在路上的时候有吃过生的红薯，当时只觉得脆甜可口，像水果。可等掰开烤红薯，咬一口金黄色的红薯肉，只觉得甜甜糯糯，软绵绵的，只让人恨不得把石头也给咽下去。鲁修，味道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甜？等以后我们有地了，这个想吃多少就有多少。很好吃。以后我一定要给悠悠开垦更多的地，悠悠要多少就有多少。时间过得很快，白悠悠就迎来了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场雪。站在山洞门口，看着外面白茫茫一片，只觉得有些懵。昨日还是艳阳高照的，怎么就睡了一觉，天都变了？鲁修穿着白悠悠给他做的大衣，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哪儿都舒服。悠悠别看了，我去风洞口，以后外面只会越来越冷。这外面确实太冷了些，即便穿得很厚，可他的脸已经快冻僵了。一入冬，两人就闲了下来，每日除了吃就是睡，特别是鲁修，整天都懒洋洋的，能够躺着绝对不坐着，甚至都不怎么想吃东西了。白悠悠虽然知道这是蛇类入冬后的常态，可还是有些担心跟不习惯。白悠悠开始还会去跟鲁修说说话，逗逗他，想让他精神些。目的确实达到了，不但鲁修精神了，连他的兄弟也跟着一起精神了，经常会动手动脚的占他的便宜，搞得白悠悠很是无语，不想再去招惹他。想着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多做几件薄衣服，等着开春后跟夏日穿。要想做薄的衣服，就得把火仙草的线分成丝，那是细活，靠鲁修是不行了，只能他自己来。一旦有事做了，时间就会过得很快。转眼2个月过去了，白悠悠已经给自己跟鲁修一人织了2套衣服，还有一些里面穿的小裤衩跟袜子之类的，看上去就像情侣款。看了一眼所剩无几的火线草，白悠悠终于停了下来，看了一眼正美滋滋拿着自己刚织好的大裤衩子比划的男人，白悠悠只觉得有些尴尬跟没眼看。白悠悠刚想开口说话，耳边就传来了似有若无的哭声。光看鲁修的表情，白悠悠就猜到自己刚刚那不是幻听，确实是有人在外面哭。鲁修，外面好像有人，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啊？这个时间能在外面的只有流浪兽人跟没了食物的部落兽人，不管是哪一种都很麻烦。白悠悠听了这话有些紧张。那他们不会闯进来吧？不会，外面的雪已经很厚了，完全遮盖了我们的痕迹。即使是厨房那里，每日做饭都得把竹子抖一抖，不然根本没法抽烟。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外面的人根本就找不到洞口。白悠悠听了鲁修这话，稍微安心了些，可外面的哭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接着，白悠悠就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喊声：“求求你了，我知道你在这里，求求你了，救救我哥哥吧！只要你能救我哥哥，我以后给你当奴隶都行。”入冬前，白悠悠跟鲁修采摘秋葵的时候，有遇到过一对流浪兽人兄弟。如今能找到这里来的孩子，大概只有那个小兽人木二了。白悠悠听着外面的哭声，心里有些不忍，却也知道人心难测，怕因自己一时的心软给鲁修招来什么麻烦。鲁修抬眼看了一眼白悠悠，从他的表情里读懂了一些，叹了口气：“鲁修，你要做什么？”“嘘，先别出声，你在这里等着，我出去看看啊。”白悠悠闻言眼睛一亮，立刻点了点头。他是真的有些同情那个小孩，这么小的年龄本应该在父母的怀里撒娇耍赖，可他却成了流浪者，还是在这种处处是危险的世界。白悠悠就站在洞口观察着外面的情况。木二原本已经有些绝望了，当听到动静后，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向鲁修。他来这里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想到这个强大的流浪兽人身边有个雌性，而雌性都是心软的，就想来碰碰运气。“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哥哥！只要你能救我哥哥，我愿意对兽人发誓，以后认你为主。”鲁修对收奴隶没有兴趣，要不是看白悠悠有些心软，要不是怕被白悠悠当成铁石心肠的兽人，他根本就不会出来。抬眼扫了一眼那个昏迷的独臂兽人木一，发现他已经虚弱的不行，看上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鲁修稍稍动了动鼻子，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就发现他的腹部被一块兽皮包着，还在往外流着血。木尔知道自己的哥哥已经快要不行了，眼前的人是他最后的希望。鲁修扫了一眼木尔，二话没说，提着木一就往洞口走。木尔此时眼睛一亮，知道鲁修这是要管他哥哥的意思了，所以不敢对鲁修的任何举动有所不满。等木二也进了山洞后，将木一直接放到柴火边上，扭头对还在打量木二的白悠悠说道：“他快死了。”语气淡淡的，完全没有要救人的意思。“姐姐，你帮帮我哥哥吧，我求求你了，我愿意一辈子给你做奴隶，报答你的恩情。”白悠悠哪里经历过这个，连忙想把木二拉起来。鲁修皱眉看了看白悠悠的手，心里有些吃味。“起来，不然把你们扔出去。”木二是真的有些怕鲁修，听了这话连忙站了起来，只是可怜巴巴地看着白悠悠。他算是看明白了，眼前这个雌性在这个兽人心里地位很重，他只要能让这个雌性松口，那这个兽人应该不会不管自己哥哥的。伤太重了，我只能试试，能不能救活我不能保证。莫尔听了这话有些迷惑，不明白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雌性要怎么救自己的哥哥。他只是想博取白悠悠的同情，让他帮自己跟鲁修求情而已，只得点头表示同意。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选择相信白悠悠。鲁修，你能帮我烧一些开水吧？鲁修闻言有些意外，他原本以为白悠悠会给木一弄些食人鱼胆就行。白悠悠则是回到了里面的山洞，然后找了一块鲁修嫌弃过的兽皮铺在上面，把你哥哥弄上去会暖和些。见木二把木一放好了，他便再次回到了里面的山洞。等白悠悠再次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根锋利的骨针和用火线草搓的针线。木二看到白悠悠手里的东西，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最后却忍着什么也没说，怕自己的质疑会引起白悠悠的不喜，然后不再管他哥哥，那样的话他哥哥就死定了。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让白悠悠试试，万一活了呢？白悠悠并不知道木二的想法，他要是知道了也不会生气，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底。他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儿，只是在以前的世界，在网上视频里看到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现在看到木一的伤口，他第一个想法就是给他缝起来，并且在心里暗暗祈祷兽人的恢复能力跟食人鱼的鱼胆能够帮到木一。他是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要不是看木一快死了，又没有别的办法，他绝对不会冒这个险。悠悠，水开了。鲁修一直有关注白悠悠的举动，自然也看到了他拿的东西。悠悠，你这是想给他缝起来吗？可行吗？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么大的伤口想让他自己长起来是不可能的，只能这样试试了。鲁修点了点头，没有质疑什么。现在的木一在鲁修的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反正是个不相干的人，
他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种伤口还能活着的兽人，即便是那些大部落的巫师也救不活。把一块干净的小兽皮毛烫了烫消毒，用那块小兽皮给木衣清洗伤口上的脏东西跟血污。等清洗的差不多了，就把骨针跟针线扔进了锅里煮一煮消毒。如果木衣不死，这线以后大概会留在木衣的身上了，自然要处理好了，免得以后发炎什么的。白悠悠背着木耳从空间里拿了好几个食人鱼胆出来，把木衣的伤口里里外外都抹上胆汁。缝伤口的时候，白悠悠的手都在颤抖，毕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他还是有些胆怯的。白悠悠虽然不专业，但也知道一些常识。因为伤口比较深，白悠悠先把里面缝了一层，然后才将表皮上的一层给缝了起来。因为他的手工不错，缝合的伤口看上去还是比较平整的。不知道是因为鱼胆的止疼作用，还是因为木衣早已经进入深度昏迷，反正整个过程木衣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白悠悠已经尽力了，对一直安静待在一边的木二说道：一会儿我熬点姜汤，你给你哥哥喂点儿，你自己也喝点儿，驱寒。至于你哥哥能不能行，就看他自己了。我能做的已经做了，虽然不知道姜汤是个什么，却还是感激的。谢谢姐姐，只要我哥哥能行，我一定遵守诺言，认你为主。白悠悠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里。等姜汤煮好后，白悠悠还没反应过来呢，鲁修就率先盛了一碗端到木二的面前，那表情有些幸灾乐祸。喝吧。白悠悠尴尬地转开眼，只觉得有些没眼看，也想起了第一次让鲁修喝姜汤时鲁修那痛苦的表情。木二被鲁修突然的热情弄得有些懵，再闻一闻这古怪的刺鼻味道，木二都怀疑这东西是不是有毒。他还是咬牙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嘬了一口。这是什么东西？嘿嘿，当然是好东西，这可是悠悠亲手熬的，赶紧喝，喝完了别忘了给你哥哥喂一碗。鲁修笑得挺开心，丝毫没有隐藏自己幸灾乐祸的嘴脸。他瞪了鲁修一眼，对已经被呛出眼泪的木二说道：这是驱寒的，喝了预防伤寒。你跟你哥哥在外面冻了那么久，最好还是喝些。木二听了这话放心了些。喝完后，木二就发现这东西味道虽然很差，但是喝完以后，他原本已经被冻得有些麻木的身体开始渐渐回暖。他眼里闪过一丝惊奇，看向白悠悠的眼神里有了感激和一丝奇异，接过鲁修递过来的另外一碗，小心翼翼地给木一喂了下去。木一虽然已经昏迷，但是好在还会本能地做吞咽动作。等木二把一碗姜汤全都喂给木一后，木二，你跟你哥哥是亲兄弟吗？怎么都是流浪兽人？木二听了这话，眼里闪过一丝难过跟自责。我跟我哥哥是亲兄弟，哥哥本来不用当流浪兽人的，都是我的错。说着就把自己跟木一的经历跟白悠悠和鲁修说了一遍。原来兄弟二人原本是猎豹部落的兽人，木一3岁时候化成人形后，却发现左胳膊依旧是兽形，这就是不祥兽人的标志。好在木一化形的时候，只有他们的父母在场，他们的父亲当时就想把木一赶出部落，却被他们母亲苦苦哀求，最后父亲在母亲的哀求下同意了。可就在木一10几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又怀孕了，本来应该是好事儿，可惜木二一出生，他们的母亲就因为难产而去世了。他们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觉得母亲会死一定是被木一这个不祥兽人克的，就直接把木一赶到了外面，不让他回家。木一刚刚没了母亲，又被父亲迁怒抛弃，只得自己随意挖了一个山洞生活，平时就跟着雌性去挖点野菜为生，运气好的时候也能抓一点小兽改善生活。虽然过得不好，好歹也有部落可以依附，不用担心被野兽叼走，但这种日子也没有维持多久。到了木二化形的时候，就被他们父亲发现竟然又是个不祥兽人。他们父亲彻底爆发了，觉得就是他们兄弟二人克死了自己的伴侣，直接把木二扔出了部落。要不是怕被部落追责，他们父亲可能会把木一是不祥兽人的事儿一起抖落出来，将木一一起赶出去。木一看着自己恐惧哭泣的小弟，实在是不忍心让小弟独自在外求生，选择了跟自己的小弟一起在外流浪，但是靠着野菜跟一些小兽也勉强把年幼的弟弟养活了。白悠悠听完两兄弟的经历后，对木一有了一些敬佩之情，毕竟那时候的木一还是个10几岁的少年，既然能为了年幼的弟弟选择离开庇护所，真的很有魄力，也很感人。那他这伤是怎么回事？都怪我！木二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他毕竟还是个幼崽，唯一的亲人，唯一能依靠的人，如今不知还能不能醒，他怎能不怕呢？
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会被几个抢食物的流浪兽人打伤的。原来是因为木耳贪玩，跑出去玩雪，却被其他流浪兽人发现了踪迹，然后惹来了抢食的人。还有一个年幼弟弟需要保护，对方人又比他们多，自然不是对手。要不是最后拼命带着木耳跑出来，估计兄弟二人都要交代在那里。白悠悠也有些后怕跟担忧，扭头看了一眼鲁修，就发现他表情淡淡的，并没有什么同情的神色。对鲁修来说，木耳他们的经历只是流浪兽人的平常，而鲁修本就是个流浪兽人，又是孤身一人，成长的经历只会比这两兄弟还难。想到这里，白悠悠看向鲁修的眼神里就多了一丝心疼，却不知道要怎么安慰。而现在的鲁修已经成长得很强大了，强大到无所畏惧，大概也不需要这份迟来的安慰了。最后却只是笑着说道：鲁修，晚上给你做胡萝卜炖肉跟黑豆饼好不好？鲁修原本以为白悠悠会去安慰木二这个小兽人，却没想到白悠悠会突然问他这个问题，有些疑惑地转头看向白悠悠。当视线对上白悠悠的眼神时，鲁修的心脏突然漏跳了一拍，那是怎样的眼神？白悠悠大概自己都没发现，他此时看鲁修的眼里有光，就像是在看什么特别喜爱的东西。鲁修以前接受到最多的就是厌恶、恐惧的眼神，他从来没有被人用这样的眼神看过，即便是他的母亲，当初看他的眼神里也只有怜悯不忍，却从来没有过喜爱的情绪。第一次接收到这种眼神的鲁修根本无法分辨出这眼神的含义，他只知道被白悠悠这样看着，他浑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你不回答我，就当你是不想吃了啊！哎，想吃，我都好些天没吃过黑豆饼了，想得很。自从吃过一次肉汤泡黑豆饼后，鲁修就爱死了这一口。那你还不去切肉？好，我这就去。木二看着白悠悠跟鲁修的相处模式有些惊奇，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雌性会心甘情愿地跟着流浪兽人，这样打情骂俏的事更是不可能的。一会儿你也吃些，再给你哥哥喂点肉汤，他应该会没事的。木二从记事起就没有被雌性这么温柔地对待过，眼睛立马就红了，只觉得白悠悠就像是传说中的神女。谢谢姐姐，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木二在白悠悠的眼里只是一个孩子，看着他这副小大人的模样，只觉得有些好笑跟心酸，点了点头，便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和面准备做饼去了。木二看着这个厨房里的一切，只觉得新鲜又稀奇，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在看到白悠悠揉面的时候，更是觉得新奇。等白悠悠做菜做饼的时候，木二闻着空气中的香味，口水就没有停下来过。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味道。光是闻到这些香味，他都能猜到白悠悠做的饭菜有多美味。再看看白悠悠用的灶台跟餐具，木二只觉得自己好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纪的大门，眼前的一切都让他向往。闻闻空气中散发的香味，再想想白悠悠对哥哥的治疗方法，木二越来越觉得白悠悠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神女。木二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期待，他觉得他哥哥有神女的救治，一定死不了。白悠悠可不知道，就这么一小会儿，自己就莫名其妙变成小兽人心中的神女了。做好饭后，先给鲁修盛了一大碗，然后才在得到鲁修同意后，拿了2个饼1碗炖肉给木二，尝尝吧，记得给你哥哥喝点肉汤。这是第一次有除哥哥以外的人给他食物，并且对他流浪兽人的身份丝毫不嫌弃。最终没忍住，转过身，眼泪吧的一下掉进了碗里，却不敢哭出声，怕影响了白悠悠的心情。小口喝了一小口肉汤，一股浓烈的香味瞬间霸道地冲击着他的味蕾。仔细品一下，除了肉香，还能尝到一股清甜。木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第一反应就是要让哥哥也尝尝这种美食。眼睛一亮，便蹲下身，开始一点一点地给木一喂肉汤。即便自己已经馋得不停吞咽口水了，也没有停下动作。转眼看了一下被自己放在一边的黑饼子，木二本来对这个饼没有抱有太大的期待，可等一口咬下之后，他就停不下来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也只吃了1个饼跟一点肉，其余的全都放在了哥哥的旁边，显然是想给木一留着。白悠悠边跟鲁修一边吃饭，边观察木二的所有反应。看到木二的一系列动作后，跟鲁修对视了一眼。鲁修只一眼就知道白悠悠在想什么，不想让白悠悠不开心，淡淡点了点头，只是垂下的眼帘里泛着淡淡冷意，不是因为舍不得一口吃的，
而是因为他不喜欢白悠悠太过关注别人，特别不喜欢。今日做的饼多了些，你再吃一个吧。说着又给他添了一些炖肉汤。不用了，姐姐，我已经吃饱了。这么珍贵的食物，我哪里能多吃？白悠悠听了这话，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心酸。他跟鲁修真的不缺黑豆饼，半个山头的黑豆都快被鲁修弄回来了，他们两人根本吃不完。而木儿却觉得这是难得的美味，甚至都不敢多吃。木儿表现得太过懂事了些，让白悠悠对这个小兽人多了一丝怜悯之心。吃吧，没事的。你要是不吃饱，哪有力气照顾你的哥哥？木儿听了这话，再也忍不住情绪，直接哭出了声。下一刻便直接跪在了白悠悠的面前。姐姐，你一定是兽神派来的神女，我木儿向兽神发誓，以后我这条命就是姐姐你的了。白悠悠被木儿突然的举动弄得有些懵，等听明白木儿的意思后，只觉得有些好笑。他不过只是给了木儿一碗饭吃，怎么就值得木儿以性命回报了？再说了，他要木儿的性命干什么呢？可当他刚想扶起木儿的时候，耳边却响起了久违的系统音。叮！恭喜宿主得到木儿的信仰值10点，成功激活系统空间升级面板。因宿主首次获得信仰值，奖励空间自动升级一次。恭喜宿主，空间已升级，升级空间为5平方，获得空间灵泉，每日20克。升级了，空间灵泉，既震惊又欢喜。他没想到，他只是一时心软，帮助了一下木儿，就会让木儿对自己产生了信仰。更没想到会误打误撞激活空间的升级条件。他虽然还不知道这灵泉的用处，但是看过一些小说的他还是有些猜测的。鲁修第一时间发现了白悠悠的不对劲，完全没有去管还跪在白悠悠面前的木儿。哎，悠悠，你怎么了？在想什么？白悠悠被鲁修一喊，瞬间回过了神，脸上全是欣喜的神色，先拉起了木儿。你们先吃饭，我还有点事要确定，晚点再告诉你。直接转身回了里面的山洞。鲁修目送白悠悠离开后，稍微皱了皱眉，但一想到一会儿白悠悠会告诉他，便也不急在一时，回过头就对上了木儿那躲闪的眼神，留下鲁修跟木儿面面相觑。特别是木儿，白悠悠一走，他看着鲁修就有一些害怕，不用想就能猜到这小家伙在想什么，面无表情的看了木儿一眼。悠悠让你吃你就吃啊，吃完了把碗筷收拾了。直接就追着白悠悠去了。对于自己用童工这事儿一点也不心虚，这世界哪有不干活就能吃白食的事情。白悠悠走到石床边，刚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系统空间升级面板，面板依旧很简洁。空间升级面板，当前等级2级，可升级。空间升级条件10%，空间容量5立方，空间灵泉每日20克。看到系统空间的面板后，白悠悠还是比较满意的，至少不像以前连怎么升级都不知道。闭上眼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空间，就看到空间确实大了很多，而在一个角落多了一个龙形的小玉雕，玉雕的四周像是有个无形的屏障，把其他的物品全都隔绝在外。而此时的龙形玉雕的小嘴正在往下滴着清澈的水珠，龙嘴下面漂浮着一个小小的玉碗，正将水珠接入其中。白悠悠咽了咽口水，正想弄一点灵泉水出来鉴定一下，就听到了脚步声。白悠悠从空间升级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要将此事告诉鲁修。鲁修已经是他认定的家人，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能够信任的人，所以他愿意跟鲁修分享系统空间的存在。他现在唯一还有些犹豫的就是要不要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自己的来历告诉鲁修。鲁修并不知道白悠悠的想法，就猜到白悠悠大概是有事情要跟他说。悠悠，怎么了？什么事让你连饭都不吃了？他神神秘秘地看了通往厨房的门帘一眼，然后凑到鲁修的耳边轻声说道：鲁修，刚刚我的空间升级了，变得比以前大1倍还多。鲁修本因白悠悠的靠近跟耳边的温热而有些心猿意马。啊，什么？你这空间还会升级的？怎么就升级了？嘘，你小声点，外面还有人呢。就刚刚木儿跪下说要把命给我的那会儿，系统突然就升级，有一道声音告诉我，说是因为木儿对我产生了信仰，我从中得到了信仰值，所以就升级了。鲁修听了白悠悠的解释，更加震惊了，嘴唇颤动了一下，却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白悠悠见鲁修的表情有些不对，看上去怎么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哎，鲁修，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空间升级了不是好事吗？你……白悠悠话还没说完，就被鲁修直接给扯进了怀里。啊，鲁修你怎么啦？白悠悠这会儿明显的感觉到了鲁修的不安，他是真的有些不懂了。鲁修把白悠悠搂进怀里，轻轻蹭了蹭白悠悠的头顶。悠悠，我有些害怕。白悠悠听了这话，有些疑惑的抬起头去看鲁修，就见鲁修此时正低垂着眼眸看着他，那眼神里有惶恐和眷恋，紧抿的唇暴露了他的紧张。白悠悠被鲁修这样看着，心里有些酸又有些疼。你在怕什么啊？我怕兽神会把你带走，我怕会失去你。鲁修说着，将白悠悠搂得更紧了些，近乎乞求地说道：悠悠，一直陪我好不好？永远都陪着我，好不好？听完白悠悠刚刚那些话，鲁修现在只觉得白悠悠大概是兽神的使者，是来完成某个任务，做完事就会被兽神带走。除了这个，他真的想不出别的理由。他无法想象，如果白悠悠有一天离开了他，他会怎样？他又能怎样？你这大脑袋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呢？我们已经在兽神的见证下结旅了，还向兽神许下过誓言，要生死相随的，我怎么可能会被兽神带走啊？可是我们还没有交配，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伴侣。白悠悠听了这话，眼皮就是一跳，本能的觉得有些危险。下一刻就听到鲁修继续可怜巴巴的说道：悠悠，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发情期啊？我好想要你，我可不可以先……不可以！白悠悠根本没有给鲁修把话说完的机会，羞红着脸说道：你想都不要想啊，什么都不行，在我那啥之前绝对不行。鲁修被拒绝了也不生气，就是有些失望跟沮丧。他就是想早点将白悠悠占为己有，给他打上标记，让他身上沾染上他的味道，让别的兽人一靠近就能知道这是他的小雌性。白悠悠不敢去看鲁修此时的表情，他发现他现在对鲁修是越来越没有抵抗力了，很容易就会心软。他怕自己一个心软就答应了什么可怕的事儿，虽然那是早晚的事情，可是他还小，他害怕，他想再当2年鸵鸟，至少也得拖到这副身体长成才行。看着鲁修的体型，再想想他的体能跟那啥，再想想自己，他是真的担心这副身子不顶用啊。转了转眼中，就决定先拿别的事情转移鲁修的注意力。我刚刚的事情还没说完呢，你松开，我还有东西给你看。鲁修抱着香香软软的白悠悠，一点也不想松手，可又不敢惹白悠悠生气，最后只得恋恋不舍地将白悠悠放开。不要眨眼哦。下一刻，就有清澈的水从白幽的指尖流入竹筒内，每日只有20克，而这会儿空间里的玉碗里也只接到了10克的样子。鲁修惊奇地看着白悠悠的举动，只觉得很神奇，却没把这灵泉放在心上。白悠悠把灵泉取出后，第一时间在心里念了禁地：空间灵泉可饮用，雄性服用可强身健体，雌性强身美颜，动植物可快速生长。注：每人每日服用不可超过15克，否则后果自负。看着灵泉的鉴定结果，白悠悠差点没笑出声，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呀！有了灵泉，他开荒种地就不缺肥料了呀！而且这个还可以强身健体，这不就是他正需要的吗？这是好东西，我一会儿跟你解释，你先喝点看看什么感觉。看了看竹筒里的清水，心想这不就是普通的水吗？还能有什么感觉？喝懂水入口吞咽下去后，一股清凉感瞬间袭遍了鲁修的全身，让原本整个冬日都没有什么精神的他突然就精神抖擞，脑袋一片清明。鲁修看了看手里的竹筒，一脸的惊奇，刚刚那点因求欢被拒的失落全都被抛到了脑后。悠悠，这是什么水啊？喝完以后我感觉神清气爽，感觉不到丝毫疲惫。真的吗？这是空间升级后出现的灵泉水，可以强身健体，只是每日的量不多，但是暂时勉强够我们2个人用了，等下次升级还会更多呢。不用细想也知道这空间以后的用处有多大，而这灵泉水又有多珍贵。鲁修想到这里，眉头紧锁，看向白悠悠的目光里有了一丝担忧，想了想才严肃地看着白悠悠说道：悠悠，空间跟灵泉水的事情一定不能让其他兽人知道，谁也不行啊！白悠悠又不傻，自然懂得怀璧其罪的道理。我知道的，这是我的秘密，
我的秘密只跟你说，不会告诉别人的。鲁修闻言心里微甜。悠悠，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不管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会帮你。只要你能留在我的身边，你要怎样都行。在鲁修看来，白悠悠一定是带着兽神的任务来到这个世界，否则无法解释他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神奇的地方。鲁修从最开始只认为他是巫师，可现在已经开始觉得他是兽神的使者了。即便他已经跟鲁修解释过很多次了，却没有什么效果。白悠悠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自己都不知道这系统是要做什么，竟然需要信仰值才能升级，这难道是要让他去当神棍吗？可是他也不会呀。我能有什么目的呀？你不要整日乱想，要说有什么目的，那也是希望我们以后能越过越好。你以后不许再跟我说什么离不离开你的话，你怎么可以这么不信任我？你下次再这样，我可要生气了。听了白悠悠这次承诺的话，只觉得原本有些不踏实的地方被慢慢填满，认真点了点头，脸上有了一丝轻松的笑意，回道：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悠悠，你不喝吗？感觉真的很好，那你试试。白悠悠对鲁修翻了一个小白眼，是他不想喝吗？要不是为了哄鲁修，他早就喝了。不再多言，直接拿起竹筒，把剩下的那点灵泉水全部都给喝了。就像鲁修说的，这灵泉水确实很神奇，刚喝下去就觉得有精神很多，耳聪目明的。细细品，感觉还有一丝丝甜味，虽然很淡，却口留余香。刚想说点什么，就听到厨房里有了一些动静，便一前一后的走了出去。刚进厨房，就看到木耳蹲在木一的旁边，正满脸焦急的叫着哥哥。神女姐姐，你救救我哥哥吧，你一定有办法的，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我求求你了。刚刚不还好好的吗？不知道，哥哥突然就发热了，好多兽人都是发热后死的，我哥哥烧死了吗？发热了？白悠悠也是一惊，这个世界的兽人因为没有什么药物，一般发热都是靠身体的抵抗力扛过去，可如今的木音本就是伤患，哪里还有什么抵抗力呀？鲁修走近看了看，对着白悠悠摇了摇头，意思很明显，他觉得木音没救了。白悠悠抿了抿唇，看了一眼正双目含泪期盼看着他的木二，实在是不忍心就这样让这小兽人变成无依无靠的孤儿。木二，我只能试试，如果救不活，你也别怪我。木二听了白悠悠的话，没有丝毫低落的情绪，反而双目泛着信任的光。他觉得只要白悠悠愿意救他哥哥，那他哥哥一定死不了。手里已经拿了一些自己风干的草根，不过这只是看起来像草根，它实际上是叶青的根茎，是他在这个世界找到的第一样草药，并且刚好可以退热。白悠悠并没有解释什么，拿着草药去煮了。在端给木二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往药碗里滴了一滴灵泉水，希望这样可以帮到木音。一直关注着白悠悠举动的鲁修自然把白悠悠这个小动作看在了眼里，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只是转头看向那兄弟俩的目光里带上了一丝冷意。只要木一跟木二察觉到任何异样，他会在第一时间灭了他们，绝对不会手软，他不会允许一点点会伤害到白悠悠的可能存在。木二觉得背后有些发凉，就看到白悠悠端着碗走了过来，他瞬间忘了刚刚的异样，没有丝毫的怀疑跟犹豫，开始边吹边给木一喂。没用多久，一碗汤药就见底了。等汤药喂完以后，木二惊奇地发现身上虽然还有些烫，却降低了一些温度。木二虽然对白悠悠有信心，却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快这么好，最终却没有再说道谢的话，只是在心里暗暗对兽神发誓，这一生将为白悠悠所用，就算白悠悠赶他离开，他也要守护在白悠悠不远的地方。他虽然还小，速度力气却一点也不差，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帮到白悠悠。白悠悠正在观察木一的情况，发现木一有些好转后也有些惊奇，不知道是灵泉的作用还是叶青根茎的作用，也有可能是二者合一的效果。白悠悠正想着，耳边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恭喜宿主获得木二的信仰值10点，当前信仰值20，每人最多可为宿主贡献信仰值100点。信仰值点满后，宿主将得到一位忠心的信徒，请宿主继续努力。什么？怎么又增加信仰值了？信徒？我要这东西做什么啊？白悠悠扭头看向木二，那目光别提多复杂了。他没什么抱负，只想跟鲁修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不想要什么忠心的信徒。不过有信仰值也是好事，毕竟他还想再给空间升级。如今的空间大小勉强够用了，可是灵泉太少了些，他还想等冬季过后开始开荒种地呢，这点灵泉完全不够用的。鲁修，我们先收留他们几日好不好？鲁修本就无法拒绝白悠悠的请求，这会儿被这样软声软语的撒娇，再对上他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他只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酥了，哪里还能说出半句拒绝的话。侯姐滚了滚，点头哑声回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得到鲁修肯定的回答后，松了一口气。时间不早了，一会儿我给你找一块兽皮，你跟你哥哥先在这里住2日，等你哥哥好些了，你们再离开吧。白悠悠对男女之事本就还有些懵懂，自然没有发现鲁修的异样，直接转身离开去找兽皮了，走得干脆，丝毫没有多管被撩得口干舌燥的鲁修，像极了一个达到目的就跑路的渣女。鲁修幽怨地看了白悠悠的背影一眼，很想跟上去做点什么，转头看了一眼木二，淡淡说道：等你哥好点了以后，你们就赶快离开，别想仗着悠悠心善就赖着不走。木二听了这话浑身一抖，他是怕鲁修的。这个兽人在白悠悠面前显得温和无害，可是雄性的本能让他知道鲁修并不是什么善类，而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可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想点头答应，他已经向兽神发过誓要追随白悠悠，定然不会被这点恐吓吓退。木耳捏了捏自己的小拳头，鼓起勇气抬头看向鲁修，坚定地回答：我已经对兽神发过誓，这辈子都要追随姐姐，所以我不能答应你。鲁修听了这话，眼神一冷，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杀意。哼，你想赖着悠悠，你是想死吗？鲁修哪里能允许别的兽人跟着白悠悠，即便是个小兽人也不行，更何况这小兽人还带着一个大的，这买一送一的事情绝对不能干。被鲁修这样看着，木耳只觉得浑身冰凉，后背都开始冒冷汗了。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要退缩的意思，咬牙回道：死也要跟着姐姐。下一刻就见白悠悠拿着一块兽皮走了出来，就感觉气氛好像有些不对。咦，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怪怪的？木耳刚想说话，却被鲁修抢先了。嘿嘿嘿，没什么没什么，他在担心他哥哥呢。时间不早了，我们早点休息吧。他已经看出白悠悠比较心软，转眼看了一眼还在昏迷的哥哥，木耳捏了捏拳，觉得不管怎样一定要留下来。而想留下来的原因，不光是因为他想报答白悠悠的恩情，更因为他认为跟着白悠悠这个神女，他跟哥哥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即便这个想法有些自私，他想试一试可不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只要能带着哥哥留下来，即便是让他给白悠悠做牛做马都行。鲁修可不知道自己剧内这个属性已经暴露了，更不知道外面那个小崽子已经下定决心要赖着白悠悠了。悠悠啊，你为什么对那对兄弟那么好啊？不许装可怜，有话好好说。鲁修见这招不管用，立刻就收了那副可怜模样，一把将白悠悠拉到自己腿上坐好，用低沉磁性的声音轻声说道：行，我好好说。鲁修，你干嘛嘛？你好好说话呀，不许使坏啊！我怎么就没好好说话了？嘿嘿，我哪有使坏呀？我到现在为止可什么都没做呀，悠悠怎么能冤枉我呀？说着没有给白悠悠丝毫反应的时间，直接低下头，快速堵上了那诱人的红唇。嘿，这才叫使坏，明白了吗？你欺负人！他不明白鲁修怎么突然就跟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突然就变得这么会撩了。这还是他以为的憨厚兽人吗？这怕不是成精了吧？鲁修可不管白悠悠的震惊，他本就不是什么纯良之辈，因为怕吓到白悠悠，这些日子已经够隐忍了。可再这么忍下去，他怕自己早晚得憋出内伤来。而且他也很想让白悠悠慢慢认识真正的他，接受真正的他，而不是一个虚假的被他隐藏了本性的兽人。这就是欺负了。等悠悠到了发情期，我会让悠悠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欺负。怎么回事？鲁修不是被魂穿了？拜托来个人帮我堵住他这张骚话连篇的嘴。他只觉得自己的小心脏有些受不了了，不知道是羞的、紧张的还是别的原因。你不许再说了，你再耍流氓我就不理你了。鲁修自然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
我刚刚问的问题，悠悠还没回答我呢。什么问题？白悠悠有些懵，被鲁修刚刚那样一梗，他哪里还记得最开始都说了些什么？悠悠为什么要对那2个兄弟那么好？他们都是流浪兽人，跟我一样都是不祥的。悠悠你就一点也不介意，不怕吗？鲁修竟然还在为不祥兽人这个身份而自卑苦恼。他想了想，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认真的看着鲁修，无比郑重的说道：鲁修，这个问题我只回答你一次，你要记好了。我不觉得你有什么残缺，更不认为你是什么不祥的，反而觉得你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鲁修，我有没有夸过你的双瞳很漂亮？我没有骗你，也没有哄你，我是真的觉得她很漂亮。鲁修定定地看着白悠悠，只觉得怀里这个娇娇软软的小雌性此刻正在发光，正点点地照亮他内心深处最黑暗的角落。他闭了闭眼，却不太敢相信这是白悠悠的心里话。可是我们不祥兽人是不被这个世界认同的，是要被淘汰的兽人，我甚至都不能给你一个安全无忧的生活环境。鲁修越说眸色越暗，最后自嘲地笑了笑。可是悠悠，即便是如此，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放你离开。我已经在深渊了，却妄图拉你一起，这样不堪的我，你也不怕吗？鲁修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才会一步步逼近，才会将自己阴暗的想法全都抛开，放在白悠悠面前。他只知道自己因为白悠悠刚刚的话，急需一个肯定的答复，一个能让他一颗心落到实处的答复。白悠悠并不知道鲁修心里此刻有多急切，又有多煎熬。我都已经跟你结成伴侣了，以后自然是要一直跟着你的，你能放我去哪儿？白悠悠说着撅了撅嘴，有些不服气的继续说道：再说了，你一点也不比那些部落里的兽人差呀，你们生来就是被那些愚昧无知的兽人排斥，却依旧可以在这个危险的世界生活下去，已经证明了你们的优秀，你们比所有部落里的兽人都要优秀。鲁修从小到大面对的一直是嫌恶与恐惧，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他有些震惊，耳边还在回想白悠悠说她异色瞳孔很漂亮，说她是独一无二的，说她很优秀。鲁修只觉得心里暖暖胀胀的，这么多年空缺的一块似乎瞬间被填满了，整个人突然就变得充实了，变得无所畏惧。鲁修，你是不是生气了呀？就我留下木耳跟木一？没有，我怎么可能会生悠悠的气啊？我只是不想让悠悠你太关注其他的兽人。白悠悠听了鲁修的解释，嘴角抽了抽，觉得有些无语。他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未想到鲁修竟然会吃醋。张嘴！嘴一张开，白悠悠就把一根细白的手指放进去了一点，下一刻就有一些清凉的灵泉被送到了鲁修的嘴里。等玉碗里的灵泉水都给了鲁修后，甜吗？喝了舒服吗？甜，舒服。鲁修本能的点了点头，不太明白白悠悠的用意，假装生气的问道：要不是木耳，我们怎么可能有这宝贝灵泉水？刚刚我就给他哥哥弄了些药汤，他就又给了我10点信仰值。再说了，我要是不留下他，以后上哪儿去找这么单纯的幼崽刷信仰值啊？我可还想再给空间升一级呢。白悠悠心里是真的有些感激木耳的，自己虽然帮了一点小忙救了木一，算下来他得到好处才是真的大。如果不是木耳，他到现在都不会知道空间到底要怎么升级，也更不可能得到这么珍贵的灵泉水。知道是他占有欲作祟，想得太片面了些，自知理亏，抿了抿唇，低头回道：悠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太在意其他人，我下次会注意的。白悠悠没有经历过男女之情，所以根本不知道鲁修的表现是因占有欲太强，只以为鲁修是有些小孩子心性，希望得到他的所有注意力。我们阿修最好了，你这么好，任何人在我心里都越不过你的。你以后都这样叫我好不好？除了放你离开，我什么条件都可以听你的。我知道了，阿修。鲁修被一声软绵绵的阿修喊得骨头都酥了。悠悠，喊得真好听，再喊一声好不好？阿修，悠悠，我忍不了了，我不做到最后，你给我点甜头好不好？他很想摇头说不，
可感觉到鲁修的僵硬后，就猜到他在紧张。至于为何紧张，根本就不用多想。可是外面还有人啊，要是听到里面的动静了，我怎么办？鲁修闻言，眯眼扫了兽皮帘子一眼，回头看着白悠悠，眼里透着受伤。悠悠，你在怕什么？我说了我不做到最后，你是不信任我，还是不愿与我亲近啊？鲁修说着，一颗心逐渐往下沉。从一开始，白悠悠就表现得不太愿意跟他太过亲近，而这个世界的兽人面对自己的伴侣时都是很热情的，大多数的雌性都会主动求欢，更不会在乎什么隔墙有耳。就现在这个世界兽人的生存环境，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办事就已经算是进化后的结果了，所以鲁修能想到的只能是白悠悠不愿意，而不愿意的原因无非就是不喜他。白悠悠敏锐地察觉到了鲁修的变化，有些慌乱，脑子一懵，连害怕都忘了，主动吻上了鲁修因情绪低落而紧抿的唇。白悠悠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此大胆地主动与异性亲近。当双唇相触的那一刻，他头皮一麻，稍稍回过了一点神。此刻他大概知道自己应该是喜欢鲁修的，不然他不会这么在意鲁修的情绪，也不会害怕他难过，更不会主动亲吻他。虽然不知道这种喜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是喜欢了就是喜欢了，一旦确定了心意，他便不会再纠结。搂上鲁修的脖子，把自己又往鲁修的身上贴紧了些。这一刻，他决定遵从本心，选择了相信鲁修。鲁修从来都不知道天堂跟地狱的距离原来可以这么近，原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只希望白悠悠以后能慢慢真心的接受他，却没想到峰回路转。当被白悠悠主动亲上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有些发愣，只觉得有些不真实。他顺势搂上了白悠悠的细腰，瞬间化被动为主动，粗糙的大手游移间的触碰让白悠悠忍不住发颤，想要出声，可嘴唇还被鲁修堵着，最多只能遗露出一点点轻音。鲁修很有耐心，仔细巡视摸索了他的领地，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而白悠悠想要阻止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好在最后鲁修有遵守对白悠悠的承诺，没有做到最后一步，一切结束。白悠悠浑身酸软无力，看上去很是委屈可怜，鲁修却很是厌足的模样。出去给白悠悠热饭的时候，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的。木儿本来已经睡着了，被鲁修惊醒后，看着鲁修的动作有些疑惑，不明白这个兽人大半夜的不睡觉跑出来做什么，还这么一副乐颠颠的模样。可当他闻到了空气里鲁修带来的那点味道后，他瞬间沉默了。鲁修根本就没有要掩饰什么的意思，更不会觉得这种事儿被别人发现了有什么不好。要是可以话，他恨不得全天下的兽人都知道白悠悠是他的。热好炖肉后，压根没搭理过被他吵醒的木二，风风火火的直接走了。鲁修这会儿真的很开心，虽然没能真的把白悠悠给吃了，可该占的便宜他都给占了，甚至一个没忍住，还做了点想做却不太敢做的事情。白悠悠此刻浑身都是他的味道，不管哪个雄性看到了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主的雌性。白悠悠身上盖着自己做的被子，露在外面的皮肤上还能看到点点痕迹。他这会儿浑身没劲，又困又饿，扭头幽怨地看了鲁修一眼，娇滴滴地轻声说道：“我手软，我要你喂我吃。”行，我喂悠悠。白悠悠没吃多少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鲁修却怎么也睡不着，整个人都很亢奋。他躺在白悠悠的旁边，看着白悠悠恬静的睡颜，脸上的表情非常柔和，眼里是浓得化不开的深情，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都要对他的小雌性好，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他的小雌性这么好，值得这个世界最好的一切。第二日，白悠悠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原本以为自己会浑身没劲，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柔弱。回想了一下昨天晚上的事情，白悠悠咬着唇瓣，只觉得无比羞耻。鲁修那爷们儿真的太流氓了，怎么可以让自己给他做那种事情？光是现在回想，他都觉得羞耻的不行，都不知道自己昨天晚上是怎么应付下来的。左右看了看，却没发现鲁修的身影。不用想也知道，这个时候鲁修不在这里，那应该就在厨房里了。叮，恭喜宿主获得木耳信仰值10点，
木一信仰值20点，当前信仰值50点。这小兽人怎么又给他信仰值了？还有木一怎么也对他产生了信仰？还一次就是20点。哎，等等，木一？难道是木一醒了？而此时的木一就跟白悠悠想的一样，确实已经醒了，只是因伤太重，还不能起身。此时正跟鲁修对视着，那眼神里带着坚决之意。山洞里的几个雄性早就发现了白悠悠的到来。悠悠，你看什么呢？啊？我看悠悠睡得香甜，就没忍心叫你。哦。悠悠昨天晚上没有吃多少，应该饿了吧？我做了你爱喝的红薯甜汤。还有黑豆饼。我刚刚出来看你们气氛不太对，你们在说什么？白悠悠是真的有些好奇，更好奇这信仰值是怎么来的。木二可能是因为木一醒了给的，那木一呢？一来就给20，难道是因为自己治好了他？要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去摆摊治病赚信仰值了？当然，这个白悠悠只是想想而已，他可不敢这么做呀。先不说他药物有限，并不会医术，就说他真的那么干了，说不定就会被一些部落当成巫师抢夺。白姐姐，鲁叔叔说让我们尽快离开。说着委屈的瘪瘪嘴，露出一个可怜巴巴的表情。可是我跟我哥哥已经决定以后要跟随于你，都跟兽神发过誓了，怎么能离开呢？哼，留你个小崽子又能做什么？你哥一个残疾又能做什么？说什么跟随？我看你们就是想蹭吃蹭喝。鲁修真的要气死了，这小崽子就会装可怜，欺骗他家小雌性。这就算了，最可恨的是他竟然敢叫他叔叔，却叫白悠悠姐姐，简直不可原谅。罗老大，你会有用到我们兄弟的地方的。我不觉得我能有用到你们的时候。你有的，你那么强，以前确实不需要我们，可你以后一定需要。眼里闪烁着笃定的神采，继续说道：罗老大，你现在是有伴侣的兽人，作为一个流浪兽人，你应该知道流浪兽人是很难守住小雌性的，更何况还是他这种被兽神赐福过的雌性，注定是要被部落争抢的。即便你再强又能如何？你能一直把它贴身带着吗？你能保证不会有人盯上他吗？卢老大，你如今需要伙伴。鲁修闻言身子微怔，这些他自然想过，可是他无法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扭头冷冷地看着木一，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若现在杀了你们，就没人知道他的存在了。白悠悠被鲁修的话惊了一跳，不知道鲁修是认真的还是随便说说而已，有些不安地拉了拉鲁修的胳膊。从两兄弟给他贡献的信仰值来看，两人对他虽然说不上完全忠心，但应该也是不会有恶意的。他担心鲁修会真的杀人灭口。鲁修安抚地拍了拍白悠悠的手，却没有软下态度。木一被鲁修这样盯着，后背有些发凉，甚至有些退缩。可是一想到自己跟弟弟的处境，如果不能抓住这一次机会跟随强者，他们很难独自生存。我提出这个就是在拿性命相搏了，我这条命本就是你们救的，你们自然可以再取走，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卢老大，你杀了我们又能如何呢？你能带着你的伴侣一直躲着不与外界接触吗？就算他愿意，那你们将来的小兽人要怎么办呢？能跟你们一样一直躲着吗？难道要跟木二一样没有朋友没有伙伴的长大吗？以后找伴侣时又要怎么办呢？罗老大，你们都不是凡人，注定不能平凡一生的。我愿意做第一批跟随你们的人，希望你们能给我这个机会，以后我愿意出去狩猎供养你们，只希望你能给我们兄弟一个安生之所，在有强敌的时候，在能力范围之内护佑我幼弟一二就行。木一后面说了什么，鲁修几乎没怎么听，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木一前面的问题。对鲁修来说，那些问题算是致命的，他真的还没想过这个问题。一时之间，整个人都沉默了下来，看向白悠悠的目光里满是沮丧。虽然只有一瞬，
却让白悠悠捕捉到了。木一的话不但踩到了鲁修的痛处，也惊醒了一直想着躲起来过自己小日子的他。他确实从来没有想过孩子的问题，那对以前的他来说太过遥远了。可如今有人点醒了他，他就不得不多想想以后了。他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孩子过那么不正常的生活，更怕自己的孩子以后会在孤独中长大。小的时候有他陪着，可能不会觉得什么，可等慢慢长大以后，需要伙伴，需要伴侣的时候，他跟鲁修要怎么办？难道要去抢，或者去换？可是即便如此，兽人的寿命那么长，难道他们的后代都只能过这种日子吗？他不愿意。先不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避孕的法子，就算有，可鲁修明显是想要孩子的，他无法狠下心肠不给鲁修生。而且他跟鲁修一样，在这个世界并没有血脉相连的亲人，自然会想要的，想要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白悠悠犹豫了一下，你的意思是想要留下来做我们的伙伴？那你有什么可以帮到我们的地方？我们又凭什么信任你？想看他们能给他一个怎样的诚意。即便有信仰值在，可这东西他也是第一次接触，并不能有10成的把握保证这两人，特别是木一不会有坏心，更何况系统说过，只有信仰值到了100点才算是完全忠心的，而此时的木一只有20的信仰值，而木二也只有30而已。我木一愿意用这条性命向兽神起誓，我自愿奉您为主，听从您的调遣，将您的安危放在最先，若我不死，必一命护您周全。木二看着自己哥哥的举动，也跟着自己的哥哥一起向兽神起誓。叮，恭喜宿主获得木一信仰值10点，当前信仰值60点。白悠悠听着系统的提示声，眼里闪过一丝复杂之色，跟鲁修对视了一眼后，才对兄弟俩说道：你们先起来，我跟阿修先商量一下再给你们答复。白悠悠拉着鲁修走到石床边坐好，发现鲁修从刚刚开始看向他的眼神就有些躲闪，他大概能猜到鲁修在想些什么，他能感觉得到他的落寞和颓然，完全没了昨日的精神气。可即便如此，该面对的迟早都要面对，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阿修，我觉得木一说的有道理，我们是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一直这样独自生存。抿了抿唇，有些内疚的回道：我知道我是没用，我这样的身份无法给你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可是悠悠，我不放心他们，除了我自己，我不放心你身边有其他兽人存在，万一他们有什么坏心思怎么办？白悠悠自然知道鲁修的担忧，这种担忧不光是鲁修，他也有。可现在他们并没有更好的人选，而木一木二两兄弟至少对他还有信仰值在，足够表明两人对他应该是没有坏心的，并且这个世界的兽人都特别信奉兽神，即便真的有什么别的心思，那最多也就是看上白悠悠巫师的身份，想要活得有希望一些。阿修，我们也要为我们以后的崽崽多想想，我不想他过这种生活。既然别的部落不接受你们这样的独特存在，那我们就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部落，这样就不用再担心被异样对待了。你说好不好？白悠悠说出这话的时候，自己也惊了惊。可是当说出口后，他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以后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属于流浪兽人的部落。只要心性不坏的流浪兽人都可以加入他们，以后等物资丰富了，就去交易地去换些雌性回来，重新组成一个不分种族全新的部落。这个想法看上去虽然有些异想天开，可白悠悠相信，只要有想法，只要肯向那个方向发展，那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即便做不到想象中的那么好，那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鲁修听了白悠悠的话，双眼瞪得很大，感觉自己的思路都被打开了，眼前一片光明。他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去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部落？因为他的强大，曾经有很多的流浪兽人想要依附于他，却都被他因嫌麻烦而给拒绝了。如今想想，外面的流浪兽人何其多，为什么就不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新的势力？流浪兽人的战斗力普遍都比那些部落里的兽人强，如果这股势力运用得好，他们流浪兽人还怕什么？再想想白悠悠刚刚说的要给他生崽子的话，鲁修只觉得自己的行动一定要快，必须在白悠悠发情前做好迎接他家崽子的准备。他要给他们的崽子跟白悠悠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不用再流浪，不用再躲避部落兽人的环境。而且部落的兽人一旦多了，就会相互牵扯约束，只要管理得好，
他也就不用太过担心叛变的事儿。想到这里，眼睛很亮，刚刚那点失落跟萎靡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悠悠，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一辈子跟着我流浪的，更不会让我们未来的崽子就成为下一个流浪兽人。我会给你们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阿修，你的意思是要留下木一跟木二吗？我给他们留一次机会。不光如此，我还会聚集更多愿意归顺我的流浪兽人，就像你说的，成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部落，开始新的生活。白悠悠闻言眼睛亮了亮，可一想到以前见过的那几个流浪兽人，便有些担心。可是其他兽人会像木一跟木二一样无害吗？会不会引狼入室啊？别怕，悠悠，人都会为了利益低头的，没有谁会情愿永远当个流浪兽人，只要有翻身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的。我会挑选未主动做过恶的流浪兽人，有你这个巫师发现的食物跟药物，再加上我的战斗力，不怕没人归顺加入。都跟你说了，我才不是巫师呢。可是你能做到巫师无法做到的事情，光这一点你就比那些部落里的巫师厉害多了。行吧，那我们要现在出去跟木一和木二说我们的决定吗？不急，先让他们等上，太容易得来的东西很难珍惜的。那行吧，那我们这会儿干什么？那就排练一下怎么生崽。你走开，臭流氓！我跟悠悠商量过了，你们可以留下来。真的吗？我跟哥哥真的可以跟着神女姐姐吗？鲁修闻言冷眼扫了木二一眼，表情有些凶。以后不许再提神女这两个字，悠悠不是什么神女，最多算个巫师。你以后要是再管不住自己的嘴，就跟你哥哥一起离开。鲁修可不想这小子以后到处乱说，给白悠悠惹来更多的觊觎。在他的势力发展起来之前，他不允许这种可能发生。对不住，我幼弟还小，有些口无遮拦，我会跟他说清楚利害关系的。鲁修闻言淡淡点了点头，继续刚刚的话题。我虽然现在留下了你们，可并不会全心的信任你们。你是一个聪明人，想要一直的安稳下去，不需要我怎么说，你应该也明白怎么做吧？自然，我们兄弟二人一定遵守诺言。最好如此。悠悠，这2日就先麻烦你给他们弄点药啊，等他好点了，我得带他在开春之前招收一些流浪兽人回来，到时候不管是想开荒种地，还是想修房建屋，都能有个人手。最近是流浪兽人最缺食物最难的时候，也是鲁修招收人员的最佳时间。他在这里生活了20来年，自然知道这附近有哪些流浪兽人，又有哪些流浪兽人比较可信，甚至还有一些曾经想要投靠他寻求庇护的兽人。阿修，这样真的不会有问题吗？有我在，悠悠不用怕。我对这里的流浪兽人有些了解，知道谁可行谁不可行。到时候如果有愿意加入的，让他们用生命对兽神起誓就好。想要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部落，我们就必须要踏出这一步。悠悠你放心，我会守护着您的。木一当时说那些话只是单纯的想留下来而已，完全没想到自己的一番话会把鲁修跟白悠悠刺激的动了要成立自己部落的念头。这种想法他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可如今看看站在自己面前的一对伴侣，一个是有着神奇能力的巫师，一个是战斗力爆表的年轻兽人，他突然觉得这事好像也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压下心里的激动。卢老大说的对，我会尽快好起来的，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帮到卢老大的。幼弟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有一把力气，可以看家，您要是有什么需要他做的，都可以吩咐。白悠悠呆愣愣地看着几个雄性兽人，有些晕乎。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草率的决定了，都不用先讨论一下步骤跟未来规划的吗？可仔细想想，他们现在的条件好像也没什么好讨论跟规划的。以后我们就要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了，也算是半个家人。晚上姐姐给你弄好吃的呀。木耳听了这话，眼睛瞪得很大，充满了震惊，都颤抖了一下身子，望向白悠悠的目光里多了一丝难言的情绪。他们二人没有想到白悠悠竟然会把他们放到家人这样的高度上，他们兄弟俩是投靠者，怎么能做得了白悠悠的家人？鲁修看了白悠悠一眼，却没有多说什么。他本人对这个世界的奴隶制度是很不喜的，所以对白悠悠说的话并没有多少反对。毕竟他家小慈信也说了，只是最近一起生活，等冬季一过，这两兄弟休想继续赖在他跟悠悠的家里。